范先生，恭喜您又中了彩票1等奖，这是1000万的智。哟！嘿嘿。范先生，4次了，您不要每次来领奖都穿这一套，吓人呐。不好意思啊，我正在攒运气，而这套便装让我有安全感。欢迎下次光临。我叫范潇，是个超能力者，我可以积攒自己的运气，能将运气数额攒大，一次性使用。凭这个能力，我已经中了4次彩票，彻底实现财务自由。为了中彩票，我这次攒了1个月的运气，代价是1个月内连续遭遇小偷、抢劫、人贩子和车祸。那攒2个月会发生什么呢？好饿！我要吃了你！不，是进化者，这次玩这么大，还好我早有准备。接招，防狼喷雾！嘿嘿，敢偷袭我，小爷赏你个五花大绑！哼！喂，110吗？我要报警，我被人袭击了。又来做笔录啊，范潇，你自己说说，你这都来多少回了？迄今为止我制服过47位罪犯，做过112回笔录。就你这倒霉体，我是说鸡胸天赋，不来当警察可惜了。今天你抓的是什么人啊？他力气挺大，有点像网上说的进化者。哎，别胡说，进化者根本就不存在，那都是谣言。要不是我自己就是进化者，我就真信了你的邪啊！没想到攒了2个月，竟然被进化者袭击，差点翻车呀！1个多月前，人类中的少数个体发生了变异，他们食欲大增，身体素质暴涨，并产生了旺盛的捕食欲望。这类变异人被称为进化者。是李大爷家的二哈。好香啊，好想撕碎它，想要生拌它的血肉。不行，忍住，忍住！成为进化者后，不管吃多少食物，都无法排解发自内心的饥饿感。它让我时刻想去捕猎活物。怎么回事？和进化者相关的内容都被删除了。放纵食欲的后果，就是最终变得连人也想吃吗？不行，我可不想堕落成吃人的怪物。这是我攒了2个月的运气，希望能顺利解决吧。这是检测到进化者，恭喜您获得进化游戏预备玩家资格。由第9维度联合公司开发的进化游戏，致力于促进所有人类进化，期待您的表现哦。人生轨迹检测中，检测完毕，以下为适合您的游戏职业，请选择。解决方法好像自己凑上来了。扫把星，不吉利。黑暗骑士太中二了，还是选刺客吧。恭喜您获得游戏职业刺客。天赋开发？运气是实力的一部分。真巧，我刚攒了2个月的运气，使用天赋开发。天赋开发中。拜托了，一定要开出最好的天赋啊！恭喜您获得 A 级天赋杀戮天使残缺。当前觉醒3原罪：色欲、傲慢、大
太过。看面板是个召唤系天赋，能从自己的负面情绪里召唤出挥舞7大原罪的杀戮天使。不过目前只觉醒了3项原罪，但也相当于身边多了一个能隐形、能瞬移的打手。嘿，消耗我2个月运气才开出来的，按理说应该很强吧？玩家面板生成中。作为预备玩家，您需要参与遴选副本，通过游戏副本考核才能成为正式玩家。考核将于5秒后开启。5、遴选4、副本海报，遴选部分已开启。任务地点为贝城，介绍如下。提示如下。副本任务：找到 G08010A1 时空车站，进入车站，完成正式玩家登记。在命运的洪流，有人赞运气如镜，每一颗积累向着未知勇敢迈进，奇迹与危险交织成奇幻之旅，挑战极限只为触碰那天际，都会向着幸运之巅永久为艰辛，每一次跨越都是对命运的宣言，运气如火点燃梦想照亮，前路远在极限，指点铸就永恒传奇，永不散，奇迹非偶然，努力有回馈，勇气与智慧交织成勇者之歌，每一步前行都是对未来的期许，在幸运之巅证明自己是命运的主宰。哼哼，我来了！先把工具准备好。完蛋，防身工具包没有一起传送进副本，只能靠自己了吗？看来我们都得到了游戏提示。挺热闹啊。我的玩家面板显示我的任务是找到时空车站，你们的也一样吗？完全一样。姐姐，我们接下来怎么办？放心吧，有我在。又有新玩家入场了。这里就是游戏世界吗？哎，嘿嘿嘿，小妹妹，别怕，到哥这儿来，哥保护你呀。你别过来！好疼！够了，眼下副本任务最重要。我只是想扶他而已。算了算了，我不跟你一般见识。现在是早上7点38，我们可以出安全屋了。怪物7点半才开始休眠，保险起见，要不要等到8点再出去？也可以等到9点，这样更加安全一些。我们最好不要随便浪费时间。哦，那你有何高见？这失落之城有食物的可能性很小，并且在一座城里寻找一处车站并非易事。总之，我们的时间非常有限。抱歉，我没有想到这一点。这位兄弟说的对，我们忽略了食物问题。既然如此，我们抓紧时间行动吧。好，没问题。这个人偶能被带进副本，有什么特殊之处吗？难道是道具？还有，这7个人里会不会存在有吃人欲望的进化者？遮蔽自己明显特征的最可疑，不会是他们吗？
这个世界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麻烦了，这座城市面积好像不小，想要完成任务，也不知道得耗费多少时间。哎，我们要不要直接去违背城的车站碰碰运气？运气好的话，说不定就是我们要找的时空车站。你这也太想当然了，而且我们也不知道违背城的车站在哪儿。啊，也是啊。从之前的讨论来看，这个人的思维活络，他的意见不能忽视。这位兄弟怎么称呼啊？范坚强。范坚强。范兄弟啊，你看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啊？我们需要地图，可以去地铁站之类的建筑找找有没有。可每个地铁站的地图涉及区域很小，要拼全整个城市的地图太难了。我们不一定要拼全，只需要知道部分地点怎么去就行了。除此之外，我们也没有其他办法了。哎，那还等什么？咱们出发吧！行动时你们跟在我身后，我保护你们。姐姐，滚开，离我们远点！找到了，这里就是地铁口。里面好黑啊，说不定怪物就藏在下面。我害怕。哎，范兄弟，这些东西都是哪儿来的？路上捡的呀。大家都跟在我身后吧。等等，先别下去。有呼吸声。不是4个，下面可能有4只怪物。这就是你的天赋吗？太厉害了吧！天赋？什么天赋啊？啊，你不知道天赋？天赋不是每个预备玩家都能开发的吗？那你捕食过动物吗？你们也知道进化者有强烈的捕食欲，我忍了2周，实在是到极限了，所以就自己买了条狗，然后我就获得了狗的听力和嗅觉。你太厉害了，我只忍了4天就有点受不了，还好第4天晚上成了预备玩家才有所缓解。生吃狗是种什么感觉？范兄弟，你问这个干嘛？没什么，只是有点好奇。你想没想过吃人？什么？吃人？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难道你……看来高管男没说谎，除非他演技很好，否则微表情骗不过我。开个玩笑而已，毕竟人也是动物，也许有进化者会吃人也说不定呢。你说的还怪吓人的。范大哥，你吓死我了，我还真以为有人会吃人呢。别玩了，现在怎么办？我们要不要换个地铁口？肯定要换，这里可是有怪物。继续走吧，地面探索这么久，一只怪物没见着，地铁里却一下出现4只。如果避光休眠是他们的习性，想必其他地铁口怪物的数量也少不了。我同意范兄弟的说法，继续走吧。我不去了，我害怕。你们疯了吗？那可是怪物！你们小点声，要不咱们去别的地铁口去试试？对呀，万一别的地方没有怪物呢？随你们，我去找地图。在命运的洪流，有人赞运气无尽，每一颗积累向着未知勇敢迈进。奇迹与危险交织成奇幻之旅，挑战极限只为触碰那天际。都会向着幸运之点，永久为艰辛。每一次跨越都是对命运的宣言。
运气如火，点燃梦想照亮。前路远在极限，指点主角永恒传奇，永不散。奇迹对偶然，努力又回馈，勇气与智慧交织成勇者之歌。每一步前行都是对未来的期许，在星辰之巅证明自己是命运的主宰。若真遇到危险，刚好可以试试 A 级天赋的实战效果。范兄弟，你等等啊，咱们一起去。我要亲自确认一下地图。哈哈，谨慎是个好习惯。我记忆力好，待会儿找到地图后，记忆的事情交给我。嘘，不要出声，他没发现我们。啊，不用再往里面去了，我找到地图了，而且是整个违背城的地图。只看了1分钟地图，你真的全记住了？啊，无意识记忆而已。我记得不多，但他画的与我记得的全能对上。哎，他们在这儿。你们没事真是太好了。哎，不好意思啊，刚才我们被吓懵了，才……大家一起行动是为了相互配合，完成副本任务。你们遇到危险就退缩，这样没法组队。怎么？我觉得危险，不想下去难道不行啊？那你就别想要地图。行啊，你问问其他3个答不答应？哎，你干嘛？之前确实是我们不对，我道歉。接下来的行动，我绝对配合你们。对不起，我就是有点害怕，没跟上来。对不起。我也道歉，刚才有点怂，毕竟第一次遇到这种事儿。接下来我也会配合行动的。啊？你们怎么样？你还有什么要说的？我道歉。贱人，我迟早弄死你。都省点力气吵吧，能不能活着出去都还不一定呢。这里是2份地图，我们接下来分头行动。哎，要分开啊！恐怖电影里面的分头行动，可是要立死亡 flag 呀！违背城有3个车站，一起行动太浪费时间，我们分成3队，效率更高。那这怎么分队呢？我和妹妹去探索东边的车站，你们随意。我和你们一起去吧，我也对东边的车站比较感兴趣。不用了，你去其他地方吧。嘿嘿嘿，我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小姑娘，你可管不着。我再说一遍，你去其他地方。小屁孩，你管好你自己就行。你想做什么？探索呀，想去哪个站不是都随便吗？我想去东站，不行啊？我也想去东站，那咱们4个人一起去吧。这小子想搞什么花样？地图我们就不用了，我都记得，你们拿去吧。行，那边有范兄弟在，应该不会出问题了。范兄弟他们4个去东站，剩下的人里你和我年龄最大，我们分别带一队吧。没问题。我去北站，你们谁跟我？我跟你一起去。那我们俩一起了，请放心，接下来的搜索工作我会好好做的。走吧。哎呀，大叔，我们错了，放过我们吧。这俩小妞先前还敢跟爷耍横，现在也差不多走出一段距离了。喂，你在想什么？你在想她们2姐妹都很香，很诱人，对吧？你在说什么？别装了，
这两个女孩子一看就很嫩，你难道不想吃了她们？哥们儿，原来你也吃过呀？没错，人多的时候得装一装嘛，不然被围攻咋办？不过食欲难耐，我已经快忍不住了。果然被炸出来了。哎呀，都一样。我要不是忍不住了，也不会强行跟过来啊。说起这个我就来气，我们连天赋都没有，好不容易获得的动物能力，吃完人后也消失了。要不是吃人力量会变大，我都怀疑游戏在搞区别对待了。就是，原来吃人的话，进化者会失去获得的能力，但是体质上会优胜吗？哎，话说哥们儿，你获得过几种动物能力？我获得过5种，现在全没了。5种？不是最多3种吗？你竟然能吃5种动物？你确定？我当时吃了狗猫后，又吃了一头猪，猪变异太快，差点就没了理智，本能的就去袭击人了。你们在说什么？你们吃过人？姐姐被发现了呢。好了，我们一人选一个，如何？我喜欢姐姐，她让给我好了。好吧，这样也行。按你说的，姐姐归你，不过你别急着吃，两姐妹我都要先玩一遍，配合点儿，会少受点苦头。你给我想清楚，对我们出手，你们回安全屋后没法解释，到时候被围攻，你们同样没好结果。放心吧，就说探索时不小心吵醒了一只怪物，把他俩拖走了，把一切甩锅给怪物就好。在连云的洪流，有人赞运气如镜。每一颗积累，向着未知勇敢迈进。奇迹与危险交织成奇幻之旅，挑战极限，只为触碰那天际。都会向着幸运之点，永久为艰辛。每一次跨越都是对命运的宣言，运气如火，点燃梦想照亮。前路远在极限，指点终究永恒传奇，永不散。奇迹非偶然，努力有回馈，勇气与智慧交织成这支歌。每一步前行都是对未来的期许，在幸运之点证明自己是命运的主宰。大家素昧平生的，你觉得其他人会因为2个死人对我们出手？简直搞笑！哥们儿，还是你脑子好使啊！栀子，去找人帮忙，我先拦住他们。姐姐，快走！拦住我们，狂妄！我看你怎么拦！收！姐姐，快走，快去找他们过来！臭婊子，贱货！我要让你后悔来到这世上！糟了！看我怎么对付你们！不好意思了。你。姐姐，玩家海豹击杀世界之王，玩家海豹可以随机继承玩家世界之王的一件道具，
道具检索继承中，玩家世界之王无任何道具，继承失败。切，什么都没弄到，居然是个穷鬼。你，原来你不是跟他一伙的，你刚刚只是在炸他的情报。没错啊，脑袋瓜子转得挺快的。这么说，你是人类玩家，你怎么会怀疑他的？姐姐，这种事情当然不能一开始就说啊，不然就打草惊蛇，没法偷袭那个吃人怪物了。没错，在不清楚吃人玩家的数量之前，贸然提出这件事，说不定会被他们惦记上急火。而且在他暴露之前，你们也是有嫌疑的。吃人啊！想想都要吐了。正式认识一下吧。我叫陆西宁。我是妹妹陆白志。鄙人范坚强。不愿意说就算了。之前你提议大家分头行动，是为了制造机会，提前让吃人玩家露出破绽。不分开的话，吃人的怪物又怎么会露出獠牙？队伍里肯定藏着定时炸弹，对谁都不好。范大哥的意思是，除了这个油腻男之外，还有其他的吃人玩家？不错，我们去追兜帽青年和柔弱女那一组。兜帽青年，柔弱女，很贴切吧？我怀疑他们有可能是吃人怪物。那你怀疑谁？兜帽男还是柔弱女？只是猜测而已，具体是谁还得去确认一下。太好了，是你们！救命啊！有怪物！是人的怪物！看来我们来的好像刚刚好啊。他是吃人怪物！都指认对方是吃人怪物吗？那你们有什么证明吗？我被他咬下了一块肉，他想吃掉我！什么？不对，是他才是怪物，我才是被他咬了一块肉。都有伤口的话，那就只能凭我的直觉了。你们同意吗？听你的。姐姐，这会不会太草率了点？让我选择相信你。什么？这家伙别色迷心窍，被他骗了，他才是怪物啊！闭嘴！谁是怪物我还看不出来？这分明就是个大美女，等死吧你！谢谢你相信我。嘿嘿，小美人别怕，我肯定站你这边。太好了，哥哥，人家才不是什么吃人怪。动手！你们竟然骗我！我杀了你们！就不怕我没能领会你的意思吗？有之前对付那个油腻男的经验，所以我相信你。这家伙不仅有头脑，甚至还很有胆魄。怪物，现出原形吧！你们这对狗男女，要把你们折磨致死，然后吃掉！这丑八怪看起来很强。该死的狗男女，给我站住！你还有什么计划？总不能一直躲着吧？放心，外援马上就会到。到了。哎，丑八怪，难道你不觉得这个地方很眼熟吗？这里是要来喽！该死！你这个狡猾的家伙！好残暴！这些怪物也都在你的算计之中吗？看来他们之间也要分出胜负了。那么也是时候该收尾了，出来吧，杀戮天使！好了，被召唤了，让我看看什么个事儿。哇，好多玩具呀、啊！你们这些杂碎！杀戮天使，上吧！好耶！不好！再见了！这怎么可能？
在氤氲的洪流，有人赞云气如镜。每一颗积累，向着未知勇敢迈进。奇迹与危险交织成奇幻之旅，挑战极限，只为触碰那天际。都会向着幸运之点，永久为艰辛。每一次跨越，都是对命运的宣言。运气如火，点燃梦想照亮。前路远在极限，指点铸就永恒传奇，永不散。奇迹非偶然，努力有回馈，勇气与智慧交织成勇者之歌。每一步前行都是对未来的期许，在幸运之点证明自己是命运的主宰。太强了！到底发生了什么？还敢偷袭！也呸！搞定。玩家海报击杀玩家小仙女，可以随机继承小仙女的一件道具，道具检索继承中。玩家小仙女无任何道具，继承失败。嗨，又是一个穷鬼。不过杀戮天使干得不错。呀吼！主人夸我了。我还要玩，还要玩。召唤这家伙体力没什么变化，但是精神有些损耗。原来召唤杀戮天使消耗的是精神力吗？好了，应该回去了。刚刚发生了什么？这是你的天赋吗？没办法，觉醒了一个比较残忍的天赋。他们是因为精神力弱，应该看不见杀戮天使，所以才会这么震惊吗？哎，你的伤口已经恢复了吗？这是谁的天赋啊？是我的 C 级天赋，治疗。那你姐姐的天赋呢？操控人偶。没错，我是1级天赋，操控者。可惜带进来的人偶被毁掉了，不知道这里能否补给。除了人偶，你能带其他物品进来吗？不行，人偶能带进来，是因为系统认定它是我身体的一部分。好，我们找其他人汇合吧。时空车站的所在，我已经有答案了。什么？队伍里居然有吃人的怪物！还好有你在啊，不然我们可能就团灭了。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呢？答案我已经拿出来了。拿回来了？你指的是这些尸体，还有这几份报纸？对啊，这些报纸和尸体有什么用啊？这些报纸是附近的报亭收集到的，可能是这座城市毁灭之前最后的新闻报道。哦，那我们岂不是可以推断出这座城市到底发生过什么？别急，现在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你们想听哪一个？那先听听坏消息吧。那你们看到这些怪物之后，有没有什么感想？这些怪物似乎怕光，对声音比较敏感。虽然实力略强于人类，但是在极度愤怒时，应该可以反杀。分析的不错，但没找到关键。这些怪物体型有些像人。哦，对，像人，因为他们原本就是人类。什么？啊？他们是人类？他们的外表虽然与人类不同，但是你们不觉得他们很像吃人的进化者吗？而且内脏与人类一模一样。这就是你切开他们的原因吗？对呀，人类成了怪物，这难道就是生化危机？叫进化危机更合适。而且我在这里是我们世界的平行世界，我收集到的这些报刊报纸也证明了这个说法。
也就是说，未来我们的世界也会变成这样？不要啊！所以，这也是我们以后的未来吗？倒不用这么悲观，知道了违背城的结局，或许并非坏事，反而给了我们一个预警。预警？没错，这个副本告诉了我们进化者的未来，而我们作为被选出来的玩家，或许就是改变未来的钥匙。哦，这么说，我们会成为未来的救世主吗？哼，有可能哦。这家伙虽然臭屁了点，但是几句话就让大家重新燃起了斗志，还挺有魅力的嘛。这就是你说的好消息吗？不，好消息是我找到，或者说推测出了时空车站的位置。哇塞，你连时空车站的位置都猜测出来了！你们要不要也试着猜一猜？情报我已经全部给出来了。猜谜啊，这个我不太擅长。一般副本的线索都在最危险的地方，既然怪物就是人类，肯定在人员密集的地方。加上怪物不喜欢光，也许在大型商场的底下停车场。最危险的地方并非怪物最多的地方，而是 BOSS 所在的位置。而且我们可以反向思维，这些怪物原本就是进化者，他们因大量捕食动物而不断变异，进食越多，变异就越彻底。最终，当动物不够时，他们开始攻击人类，彻底丧失理智，进化成最终的 BOSS。动物多，那就是动物园喽。除了动物园，还可能是水族馆。没错，就是水族馆。这张报纸上记载了水族馆发生了大规模进化者灾祸事件 ，BOSS 应该就是那时候诞生的。原来你早就找到了地点，还一直卖关子。目前一切都是猜测，我们可以先去水族馆，如果不对，再去动物园。看来接下来有一场苦战了。比起 BOSS， 我更在意的还是他呀。啊？你在担心和副本 BOSS 战斗的事吗？是呀。我其实在担心你突然暴起杀人呐。其实大家也不用过多担心这件事，毕竟我们准备了食物。在命运的洪流，有人赞运气如镜，每一颗积累，向着未知勇敢迈进。奇迹与危险交织成奇幻之旅，挑战极限，只为触碰那天际。都会向着幸运之巅，永久为艰辛。每一次跨越，都是对命运的宣言。运气如火，点燃梦想照亮。前路远在极限，指点终究永恒传奇，永不散。奇迹非偶然，努力有回馈，勇气与智慧交织成勇者之歌。每一步前行都是对未来的期许，在幸运之巅证明自己是命运的主宰。这就是你让我们把尸体搬回来的理由啊！到时候先用尸体试试，不行了再战斗。那我们现在赶紧出发吧，早点离开这个鬼地方。好好休息，恢复体力，等明天再去探索水族馆吧。可是现在是下午1点，时间还很充裕，为什么要等到明天啊？我累了，想休息。你们想去，我也不拦着。毕竟有关副本 BOSS 的一切都是猜测。我是不会在杀戮天使冷却结束前贸然行动的。
我同意他，明天去。我听姐姐的。那我也明天去吧。我也一样，毕竟大腿要报警啊。那好吧，既然大家都同意，那就明天再出发吧。已经休息一晚上了，该出发了吧？再等等。啊？还等啊？都已经天亮了，难道还打算在这里待上一天吗？我们搜集的食物可撑不住了。你要着急，你可以先出发。在杀戮天使 CD 没有彻底刷新之前，我不能冒一点险。你们呢？怎么说？我听范哥的。反正时空车站的位置已经被推测出来了，只剩下探查工作，不用急于一时。你们，可恶！他那个恐怖的天赋果然存在冷却时间，但也可能是他在故布疑阵。好狡猾的家伙！哎呀，好了好了，我也不是故意拖时间，我们先把尸体收拾一下，就出发探索吧。哦，这里就是水族馆啊，怎么变成这样了？还好能找到一只玩偶，不然光是搬运这几具尸体，恐怕就要耗费不少时间了。还不都是因为某人非要拖到日上三竿才出发，要是天黑之前没能赶到，就完蛋了。里面看起来有不少阴暗的区域啊，也不知道时空之门在不在里面，会不会有危险呢？危险肯定还是存在的，不是还有大 boss 吗？走吧，我们先进去探索一下吧。看起来荒废好久了。这里是什么地方啊？挂着好多照片啊！大概是展示中心，这都是游客和员工的照片。你在看什么？有什么线索吗？有点眼熟啊。看来在毁灭之前，这个地方曾经也是个很美好的地方。哎，快来看，这是水族馆地图。哎，等等，你们看这里，是 G08-010-A1，时空之门果然在这里。事不宜迟，我们现在马上出发！快，大家跟上！ G08-010-A1，是这里，时空之门真的在这里。大家都看见了，但也别高兴得太早。我能听到水底有东西，而且体积很大，可能就是 BOSS。我目测了下，从观众席边缘到门所在的金属台，大概20米。我们不可能跳得过去，只能游过去。诱饵拖住 BOSS 的情况下，我们全力游是有机会的。可是我不会游泳。什么？你不会游泳？他交给我，我带着他游过去。你游泳的时候能操控人偶带着你妹妹直接从空中飞过去吗？如果操控人偶的话，不仅要承受2个人的体重，还一心二用，效果还不如直接带人游过去。还要处理怪物，还有一个人拖后腿，就不能让他自己？想丢下我妹妹，我坚决不答应。带个不会游泳的人下水很危险，懂不懂啊？哎，兄弟，我的意见还是带上他们，倒不是我圣母心发作。如果不带，以他的性格，你能保证他不会惊动怪物吗？是。他说的没错，不带上我妹妹，谁也别想走。姐姐，要不你们先走，我自己想办法。哎，大家别这样，都可以商量嘛。你想干嘛？放弃弱者也不一定是最优选。我水性好，这个姑娘就由我来带着，你操控人偶也拖着一点，这样的话我们就有可能突破。好。都准备一下，开始入水吧。范大哥，谢谢你啊。啊，还挺沉。大 boss 出现了！各位，趁现在，憋住气。少了个人。你说的没错，我想通了，你有你的选择，我也不例外。
这个混蛋！怎么了？发生什么了？你说的没错，我们之中只要有一个想闹事，大家就都走不了。与其这样，不如我主动出手。怎么办？这家伙想牺牲我们，换取他投射。你这个王八蛋！就是现在，自己冲过去！是，坑我们，你也别想走！别管他，利用你的能力戳下怪物眼睛，快！可恶，就这么放过他？在命运的洪流，有人赞运气如金。每一颗积累，向着未知勇敢迈进。奇迹与危险交织成奇幻之旅，挑战极限，只为触碰那天际。都会向着幸运之巅，永久为艰辛。每一次跨越，都是对命运的宣言。运气如火，点燃梦想照亮。前路远在极限，指点终究永恒传奇，永不散。奇迹非偶然，努力有回馈，勇气与智慧交织，唱咏着之歌。每一步前行都是对未来的期许，在幸运之巅证明自己是命运的主宰。看我的！范哥，这家伙要不行了，你还不出手吗？再等一等，都怪我太没用了。姓范的，他到底在等什么？果然，我的判断才是对的。这个副本通关的办法就是牺牲其他人。怎么回事？我的手脚怎么不听使唤了？歌声是谁在唱歌？难道这才是真正的副本 BOSS？ 能力还没有刷新好吗？再等一下，沉住气。找到你了，出来吧，杀戮天使！又见面了。去，杀了那水底的怪物！强大的气息，我喜欢。找到你了。唱的好听有什么用？搞定！给我死吧！交给我！耶，搞定！结束了，我们得救了！恭喜预备玩家海豹斩杀 BOSS， 完成副本后，您将获得一份专属奖励。总算结束了。你是怎么知道水底还有一个怪物的？猜的。记得之前我说的那个看起来很眼熟的照片吗？我在之前收集的报纸上见过那对情侣。另一个版面有恶性进化者吃人事件，所以我特意关注了一下。加上那个男人少了一只手，这让我印象很深刻。又因为进化者吃章鱼会变成章鱼怪，
进化者吃人会变成变异人类所推断，说不定还存在一个吃人怪物。所以你早就知道有2个怪物，你还暗示那个男人背刺我们？话可不能这么说，在这种地方，大家最阴暗的心思都会暴露出来。我不敢说自己绝对正义，但是也别指望我一点私心都没有。而且就像我说的，如果我们不带上你妹妹，你也不会善罢甘休吧？这……没错，如果你们要放弃我妹妹，我可能也会这样做。不过，我知道我妹妹不会有事的。你哪来这么大的信心？因为她的运气一直很好，像今天这样绝境逢生，也不是第1次了。哦，运气好，能有多好？难道她……这件事之后私下再说吧。好吧，我的运气值并不是特别的，是否还有跟我一样的人？自从来到这里，我发现即使在安全屋待着不动，运气值积攒速度也是过去10倍。这意味着难度越大，幸运值增长越快。就算有性命的威胁，只要消耗幸运值，怎么也能活着通关。好了，我们也该离开这个倒霉地方了。等下，怎么了？谢谢你，范坚强。范大哥，要不是你，我死定了。多谢范哥救我狗命啊！没必要这么郑重。哈哈。还有，我的名字叫范潇。果然，这家伙连名字都是假的。哼，范大哥，我之前好像在电视上听过你的名字。之前见义勇为，被媒体报道过。能准确地找到副本每一个线索，还能预测人心加以利用，再加上强大的异能，这是个可怕的家伙。还好不是敌人。那范大哥，我们能留个联系方式吗？我给姐姐要的。你们不是要私下说？好啊。自己想要就说自己想要，说上我干嘛？范大哥再见。美女居然主动要联系方式啊，真叫人羡慕啊！好了，我们也该走了，后会有期。恭喜预备玩家海报通关遴选副本，成为一名正式玩家。正式玩家分为3类，分别为白名、灰名以及黑名玩家。玩家海报无任何外来基因摄取记录，获得高贵的白名玩家身份。时间才过去了4个小时，看来进入游戏后，外面的时间是压缩的。成为正式玩家后，那种饥饿感也消失了。由于玩家此次副本表现优异，副本评价 S， 副本奖励3张时空车票、1级净化药剂、1级治疗解毒药剂各3瓶，5000游戏币。斩杀最终 BOSS 奖励贫血的耳环，1级道具。领取奖励，先看看这个耳环的效果。贫血的耳环效果如下：佩戴时，玩家可将血液凝练为武器，强度由付出的血液数量决定。当血液兵器刺伤生物时，可以自由控制该生物血液，时长1小时，隔空操控血液的最大距离为50米。在命运的洪流，有人赞运气无尽，每一颗积累向着未知勇敢迈进，奇迹与危险交织成奇幻之旅，挑战极限只为触碰那天际，都会向着幸运之巅永久为艰辛，每一次跨越都是对命运的宣言。运气如火，点燃梦想照亮，前路远在极限，注定铸就永恒传奇，永不散。奇迹非偶然，努力有回馈，勇气与智慧交织成勇者之歌。每一步前行都是对未来的期许，在幸运之巅证明自己是命运的主宰。
哇，我感觉全身血液沸腾起来了，这个奖励可真不错。接下来是净化药水。净化率居然提升了11%。恭喜玩家等级提升至1级，获得一次天赋提升机会，是否使用？嘿嘿，正好给杀戮天使升级一下。喂，哪位？是我陆西宁，我们已经回家了。今天谢谢你了。特意打电话来，就是为了这个吗？你不是想知道关于我妹妹运气的事吗？对，你说你妹妹运气好是怎么回事？很多事情，例如从小到大遇见各种离奇的致死事件，周围人全都遭殃了，唯独她没事。姐姐，你说的有些夸张了。所以这是你们猜想，没有什么像任务弹窗之类的东西展现出来？弹窗？什么弹窗？没事没事。我有点好奇，你的天赋到底是什么？难道是操控空气吗？哎呀，这才是你找我的目的吧？要是想打听我的情报，我们就不用谈了。当然不是，任务奖励想必你也看过了。我猜测，如果玩家持有同样的车票，同时使用，估计就能一起进入副本。狡猾的家伙竟然还对我没有戒心。我和白之有星翼回廊站的车票，你呢？我有玫瑰街站吉祥酒店、星翼回廊站疯狂动物园、星翼回廊站祭祀岛3张车票。既然我们有2张相同的车票，那到时候我们一起合作吧。不过得稍微等几天，我要定制几个特殊人偶。我不急，那2个副本我可以等你们，到时候这个号联系。如果跟他们组队，有2个信得过的队友，还有1个会治疗，还算不错。好了，接下来终于可以给杀戮天使提升战力了。提升天赋，杀戮天使。杀戮天使提升中，升级完成，获得武器愤怒。该武器可将攻击概念化，避开所有防御体系，造成真实伤害。升级后外观也发生了改变，不过老是杀戮天使杀戮天使的怪难听，是该给他取个名字了。相似度100%，我的素描功底还没落下呀。总算来了嘛。你们好啊。你小子一点也不意外，好像知道我会过来啊。昨晚的袭击案牵扯到了进化者，早晚的事。进化者？这只是网上的传闻罢了。你为什么会相信这种传闻啊？而且还肯定袭击你的人是进化者？因为我也是进化者。什么？我在副本里遇到过2个吃人玩家，他们已经死了，这是他们的画像。画得很好，你们调查下他们的身份和人际关系，也许一些命案就能破解了。是。好，认识一下吧，我叫杜若，他叫吴延青，算是我的助理。所以你们是有关部门人士？准确来说，应该叫特事局，专门负责与进化者、玩家和进化游戏相关的事宜。王队长是知情人士？他刚知道不久。唉，你小子总是能跟一些奇怪的事情沾上边。那个，方便透露下你们的玩家类型吗？白名玩家。你还记得遴选副本里其他人的长相吗？记得。不过我和其余几人也算共患难过了，相处融洽，不好直接透露。不用试探我们，特事局没你想的那么小气。当然，你们若是对我做出强制要求，我也只能配合了。进化者是战略性的重要资源，每一位玩家都是我们拉拢的对象。不强制？不强制。不过背靠国家，能享受到的情报和资源，可不是孤狼玩家能比的。那我考虑一下。想通了打我电话。这张名片上面有我的号码，以及特事局的内部网站，网站上有我们分享的一些情报。期待你的回复。谢了。
范潇这家伙可是十分稀有的白名啊，如果能拉拢，日后必能为我们带来巨大的帮助。这小子好像有些傲，我看拉拢他加入的可能性不是很大。去调查一下他下次副本信息，我要考察下。是。另外，让狙击手和作战小队撤退吧。行动取消吗？是。大镰刀，割肠子，戳心脏，砍脑袋，一舞一挥，大家都变小可爱。既然他们准备撤退，那你也回来吧，别调皮。坏范潇，为什么不让我杀了他？多好玩啊！范七七，别天天想着玩。既然他们没有恶意，我们就不能先出手。哼！好了，我们先准备准备吧，开去下个副本了。笨蛋范潇，重死了！升级之后也只能带着我飞行10米左右嘛。看来想解锁完全飞行，任重而道远啊，范七七。不过有了愤怒这把概念武器，七七的战力的确得到了大幅提升。好了，回去好好休息吧，七七。在命运的洪流，有人赞运气如镜，每一个积累，向着未知勇敢迈进。奇迹与危险交织成奇幻之旅，挑战极限，只为触碰那天际。都会向着幸运之巅，永久为艰辛。每一次跨越，都是对命运的宣言。运气如火，点燃梦想照亮。前路远在极限，指点铸就永恒传奇，永不散。奇迹对偶然，努力有回馈，勇气与智慧交织成勇者之歌。每一步前行都是对未来的期许，在幸运之巅证明自己是命运的主宰。能力都测试的差不多了，该去新的副本看看了。副本开启。时空列车将于5分钟后到站。作为1级玩家，您可以携带少量日常用品乘车或进入副本，但不支持存放热武器等高科技产品。这次是传送到车站吗？原来车票的作用是乘坐列车到达副本吗？哎，真巧啊，你也做副本啊？啊，是你？我们又见面了。真是巧合吗？你做过几次副本？这是第3次了。你说有没有可能我们是同一个副本？时空列车会途经很多车站，每个车站都有很多副本。我们哪有那么巧会去同一个车站的同一个副本啊？我看特事局官网上设有交易平台，应该有玩家交易车票吧？交易需要玩家现实接触，一般是特事局内部成员之间进行。其他玩家私下交易不可靠，因为玩家击杀玩家可继承道具，彼此都怕被坑。你们成员多吗？你加入了我就告诉你。我考虑考虑。欢迎乘坐 G08010A14 时空列车。列车来了。本次列车始发站阳光海岸站，终点站幻想童话城站。对了，我去吉祥酒楼，你呢？那确实巧了，我也是吉祥酒楼。哼，那还真是巧得过分呢。这次人还挺多的，规则好像没禁止玩家私斗。这其中可能会有玩家想杀人抢道具，或者有黑名玩家。
总之我们要小心一点。先生，这是菜单。这一杯咖啡就要50游戏币，还挺贵的。我请你喝吧。这好像不是普通咖啡。第9维度联合9亿餐饮，这里面居然有公司的名字。那当然了，这里的一切可都是存在的。所以这里究竟是什么地方？大概是各个时空交汇的缝隙吧。也就是说，这艘列车上的旅客可能来自跟我们不同的世界，而这座列车的编号也很有讲究。哦 ，G08、010、A1，记性不错。G08 代表时空节点的编号，010代表世界分区编号，最后的 A1 则是车站的编号。以编号划分平行时空吗？各位玩家请注意，现在紧急插播一条悬赏通知。刺客组织生命法庭成员列国在 G08 时空节点现身，此成员乃超级玩家，曾击杀游戏公司高层，极度危险。G08 时空节点的玩家有任何线索，可直接向游戏提交，游戏公司会根据线索重要程度给予奖励。游戏公司竟然不能直接制裁玩家吗？还需要进行悬赏抓人？游戏公司无法完全掌控进化游戏，对玩家来说倒是好事。那你知道超级玩家的情报吗？嗨，你当我是百科全书吗？我只比你早进游戏1个月而已。玫瑰街站到了，持此车票的乘客请下车。这么快就到站了？我倒是很好奇，要是继续做下去会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想在不遵守规则之前，要考虑一下自己是否有打破规则的能力，否则代价……副本名：藏尸凶杀案。任务背景：一位红裙女子被杀后藏在床垫内部。虽然尸体快速被处理，但是酒店的客人开始诡异的陆续消失，最后都会在其他客房的床垫里发现受害者的尸体。就这样，恐慌迅速蔓延整个酒店，所有人都坚信是藏尸案的受害者化作了恶灵，复刻自己的遭遇。副本任务：入住吉祥酒楼3天。老掉牙的恐怖故事罢了。任务提示： 1. 晚上9点到早上7点是恶灵活动的时间。2. 同一楼层只允许入住1名客人，违反者将率先受到恶灵的袭击。看来人都到齐了，你们是最后一批进这个副本的玩家。这次参与副本的人数是12人。那还等什么？快进去吧！等等，现在不能进去，谁知道你们这些人里有没有吃人玩家？你们得先证明自己不是怪物才行，否则我是不会进酒店的，谁爱进谁进。你丫的谁呀？我需要向你证明。丑人多作怪呗，谦哥，咱别惯着他臭毛病。你说谁丑？我看你们就是吃人怪物吧。你们也听见了，这2个人不愿意证明身份，很有可能是吃人玩家。你们不想被吃掉，最好现在抓住他们，提前排除危险。干嘛要我们上？你2个头，我们保证一起上。你什么意思？我看你也是吃人玩家，跟他们一伙的。我们没有清理吃人玩家的义务，就算找出来也会有伤亡，谁都不想死。而且，就算我是吃人玩家，那谁先上？你吗？听到没？他已经自曝身份了，你们还不上？当前的主要威胁还是恶灵，吃人玩家大家就自己注意吧。喂，等等我，你明明是白名玩家，何必一开始就得罪所有人呢？白名玩家不像黑名那样有明显特征，与其被误解，不如主动站出来建立威信。恶灵还在，他们不敢轻举妄动。在命运的洪流，有人赞运气如镜，每一颗积累，向着未知勇敢迈进。
奇迹与危险交织成奇幻之旅，挑战极限只为触碰那天际，都会向着幸运之点永久为艰辛。每一次跨越都是对命运的宣言，运气如火，点燃梦想照亮。前路远在极限，指点主角永恒传奇，永不散。奇迹非偶然，努力有回馈，勇气与智慧交织成勇者之歌。每一步前行都是对未来的期许，在幸运之点证明自己是命运的主宰。而且这女人的目的是想把水搅浑，弄清楚大家的能力，保全自己罢了。看起来这里很久没人光顾了。这栋酒店除了1楼的大堂之外，共13层，刚好够我们1人1层。这位小姐想住哪一层？7层吧，我是做生意的，讲究7上8下。我们是差不多同时到的，不如组个队如何？2楼归我了，你们随便。凭什么？2楼预设的好跑，我要了。那我住3楼，钱哥可要保护好我哦。我们先搜索一下各楼层吧，看看能否找到与恶灵有关的情报。啊，酒店房间很多，分头行动效率高一点。你脑袋没问题吧？分头行动，这酒店可是有鬼！你想和我一起搜索？也行，我同意。不用了，我只是不同意分头行动，谁要跟你一起啊？恶灵每晚9点才开始活动，现在不会有危险。我同意分头搜索，有效利用时间。我也同意。既然大家都没意见，就赶紧开始吧。你觉得恶灵是真的还是假的？情报太少了，没法判断，都有可能吧。我去13层，这层交给你。行，待会儿大堂集合，注意安全。这家伙真跟狗皮膏药一样，多半是特使局来考察我的。这房间看起来有段时间没人光顾了，应该也没啥有用的线索。要顺利通关副本，等着线索上门不可取，正好是上个副本的通关奖励——平行耳环。大功告成，这耳环不仅能操控血液，还能让血液氧化干涸，效果完美呀！我在第10层的2个房间发现了不太明显的居住痕迹，其余房间都很正常。你们呢？我在第7层发现了模糊的血迹和墙壁上的坑洞，这里似乎发生过战斗。这个副本应该不止开启过1次，可能是以前玩家战斗的痕迹。话说人都到齐了吗？怎么感觉少了个人啊？我这里发现了不一样的线索。啊？有新的线索？应该是之前的玩家留下的，大家请看。这个他不会指的就是恶灵吧？应该没错了。副本介绍里提到过恶灵的形象，是个穿红裙的女性。啊，以前进入副本的玩家不会团灭了吧？应该没团灭。从字面意思理解，只有被敲过门的人被砍了头。也就是说，恶灵可能是通过敲门锁定目标的。据刚刚的调查，拥有血液的房间很少，说明只有被敲过门的人被杀害了，其余人都能安全度过3天。我去，这不是完全凭运气吗？靠运气也太不靠谱了。我们得想想办法才行。我提议大家组队住在一起，联合起来，一同对付恶灵。不行，同一楼层只允许住1名客人，违反规则可是会率先被恶灵攻击的。大家都注意意见，一起反抗规则不就行了？恶灵总不能杀光我们吧？想拉别人一起下水，你们想的还挺美的。你什么意思啊？住在一起，恶灵来了好一波端是吧？
而且单独遭遇恶灵，并不一定就是死局。我们发现的战斗遗迹，有可能是玩家反抗恶灵时留下的。这……我自己住，你们要违反规则，你们自己违反。我也自己住，我相信自己的运气。那大家还是遵守规则，自己住吧。既然你们都想通了，那就赶紧回自己房间吧。违反规则的也请自便。这家伙这么想大家单独行动，肯定是个吃人玩家，你们别听他的。闭嘴，想找死别拉上我们。真是一群乌合之众，违反规则怕是不用等恶灵来，游戏规则就能抹杀他们。这个楼里有没有恶灵，还是个未知数。但我身上可真有个恶灵呢。你住第7层，我住第6层，遇到危险时发出些动静，及时支援彼此，你看如何？当然可以。我住你上层，遇到危险时我们也可以相互支援。好，大家都可以有个照应。哎呀，这小子真是碍事。还有我选第9层吧。我没意见，合作嘛，人越多越好。2个舔狗，一个少妇，还有个小屎棍，以及一对精神小伙，危险程度好像都不大。剩下这几个话虽然不多，但是看不出底细，得多加提防。还有这家伙，你不是住12楼吗？跟我上13层干啥？哎呀，我找你有事，先来你这儿坐坐。离晚上9点还有点时间，不介意我跟你聊聊吧？哼，介不介意？你不都已经跟来了吗？之前在酒店外，你暗示自己是吃人玩家，是为了钓鱼吧？有结果没？随便钓一钓而已，不一定有用。不过，虽然没有人咬饵，但我猜测娃娃脸、纹身男和秃头男这3个人可能是吃人玩家。为什么？他们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吗？其他人太活跃，藏不住事儿。那3个人话不多，有问题肯定在他们之间。算了，不管吃人玩家的事了，我来找你是为了另一件事。之前窗帘上的血液字迹是你伪造的吧？杜哥，你应该没收到什么扮演恶灵杀人的任务吧？所以你认为根本不存在恶灵，而是玩家？在命运的洪流，有人赞运气如镜，每一颗积累向着未知勇敢迈进，奇迹与危险交织成奇幻之旅，挑战极限只为触碰那天际，都会向着幸运之巅永久为艰辛，每一次跨越都是对命运的宣言。运气如火，点燃梦想照亮，前路远在极限，注定铸就永恒传奇，永不散。奇迹非偶然，努力有回馈。勇气与智慧交织成勇者之歌，每一步前行都是对未来的期许，在幸运之巅证明自己是命运的主宰。如果我是那个玩家，那你现在可危险了。哈哈，我只是开个玩笑罢了，毕竟官方人员不会滥杀无辜的。距离10米以内有愤怒加持，范七七应该能够秒杀他。你要是不信，可以随便测试我。不必，我还是放心杜哥你的。根据副本介绍，恶灵会在规定的时间内把人杀掉。现在又添加了恶灵必须要敲门和砍掉要杀之人的头2条伪造情报。恶灵如果真的遵守了规则，就证实了恶灵是人扮演的。而恶灵玩家知道床单是我伪造的，为了排除威胁，
必然会率先攻击我这个不安定的家伙。你倒是很自信自己能斗得过恶灵玩家。当然，这一切有个大前提，恶灵是人假扮的。这是件1级道具，进化的纸杯传话筒，可以在同一片空间内做到类似对讲机的功能。好，蛮实用的道具。如果你遇到危险，可以用它通知我，我会第一时间赶到。别人对恶灵避之不及，他居然主动撩拨，有意思。对了，你为什么这么肯定恶灵就是假的？我只是认为这种可能性比较大而已。感觉这种神神鬼鬼的东西不太可能出现在1级副本。希望你运气好点，能顺利钓到。记得一定要通知我啊。放心吧。什么恶灵？我才不怕！我不信我会这么倒霉。是恶灵来了，只要抵着门不打开就行了。这是你好。昨晚没情况？没有。可能恶灵并非玩家假扮，而是真货。我们安然无恙，不代表其他人也有这好运。先下去看看吧。他们起的倒是挺早的。只有你们吗？怎么还缺人吗？还差那对精神小伙和那个一直嚷嚷一起住的女人。他们不会出意外了吧？他们出没出意外我不知道，反正我昨晚是差点出意外了。我昨晚被恶灵敲门了，第一时间摔东西发信号，你们为什么不下来支援？可是我昨晚也被敲门了。我也是被敲门了。胡说八道，这样的队伍还不如不组。你的信号是在我被敲门后的2分钟才响起的，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恶灵在伪装，所以才没行动。你这是不想帮忙的借口罢了，撒谎就不能编一个像样一点的吗？只是敲门而已，你难道不该检讨一下自己贪生怕死吗？好了好了，所以你们昨晚确实听到恶灵敲门了，对吗？当然了，难道还会骗你？看来恶灵真的存在。我得给你们坦白一件事，希望你们不要太激动。窗帘上的字迹其实是我伪造的。什么？这为什么这样做？你有什么目的？目的就是想看看到底有没有亡灵，而现在结论已经出来了，那就是根本就没有亡灵。这没有亡灵？如果是真的亡灵，肯定不会跟着我伪造的线索行动。那么只有一种可能，我们之中有人接到的任务是假扮亡灵杀人。假扮亡灵的人在我们中间？我昨晚可听到了敲门声，不是我，也不是我也听到了。原来这么多人听到敲门声了呀！你搞这么多事，说不定恶灵就是你。是我的话，完全可以不用坦白窗帘的事，然后今晚悄悄地把你们都杀了。你既然结论是在我们中间，那么我们每个人都有嫌疑。不过可以确定一点，我们的敌人是人，并非恶灵。这个游戏类似狼人杀，但又有些不同。狼人在晚上是必杀人，而这个游戏的恶灵如果是人的话，就没那么可怕了。对啊，只要知道他是人，还有什么好怕的？哎呀，终于可以安心了。先别高兴太早，还有3人生死不明，得先去确认一下状况。哎呀，有什么好确认的？现在还没下来，肯定是被杀了呀。恶灵可是会把尸体塞进床垫里，你们谁也不想自己晚上睡尸体上吧？那你还有其他线索吗？恶灵玩家可就在我们中间，我可不会蠢到直接暴露底牌。睡在尸体上，想想就恶心。我同意搜查。我也同意，反正白天大家都能互相支援。一直装神弄鬼的，谁知道你又有什么鬼把戏？
我要说的就是这些，你们爱信不信。有意思，这小子到底打的什么主意啊？上百个房间，翻了大半都没找到，难道没有塞床垫里？你要干嘛？一级道具，傲慢的门把手，放在门上可以彻底隔绝门内外的声音。所以就是你扮演恶灵杀了其他3个玩家。在命运的洪流，有人赞运气有劲，每一颗积累向着未知勇敢迈进。奇迹与危险交织成奇幻之旅，挑战极限只为触碰那天际，都会向着幸运之巅永久为艰辛。每一次跨越都是对命运的宣言，运气如火点燃梦想照亮，前路远在极限，指点铸就永恒传奇，永不散。奇迹非偶然，努力有回馈，勇气与智慧交织成勇者之歌。每一步前行都是对未来的期许，在幸运之巅证明自己是命运的主宰。没错，但我只杀了那个胖女人。至于那2个精神小伙，他们是违反规则，被游戏给抹除了。那你昨晚怎么没对我出手？我有一件道具，可以让我看到玩家的大概胜率。你很强，胜率竟然有52%。保险起见，我没对你出手。有意思，那为何现在打算出手了？52%的胜率，你就不怕翻车？昨晚抢了那3个人的道具，加上我的恶灵套装，我现在的胜率可是高达68%。只要杀了你之后，再杀2个，我的任务就完成了。你把情报都告诉我，就不怕反派死于话多吗？当然。什么？身体动不了了？因为毒气蔓延也需要时间啊。真是谢谢你如此配合。心真脏啊！都68%的胜率了，还用毒这种下作手段？活下来的人才是赢家，手段无所谓，随你怎么说。死吧！去死吧！怎么可能呢？明明有68%的胜率，我还专门下了毒。搞定！玩家海豹击杀玩家蚁王。玩家海豹可以随机继承蚁王的一件道具，道具检索继承中。看来检测胜率的道具没法把玩家的天赋也计算进去，看来不能太相信道具的能力，特别是低级道具。恭喜玩家海豹获得1级道具傲慢的门把手，将门把手贴在门上，不仅可以封锁房间，还能将声音也隔绝在内。他的衣服好硬呀，我都没法把他的肚子撕成花瓣。等我把面具摘下来，你就能鞭尸了。才不是鞭尸，是个玩具玩耍。OK 了，不过别玩得太过火了啊，尸体我还有用。这杀戮天使就像小孩一样，还是得哄着，等他玩够了消失了，再联系杜若吧。发动明显的耳环。
耳环能通过自己的血液和他人的血液接触建立连接，最长1小时内能够操控对方的全部血液。而这样用鲜血手弩射出的血箭，只要能刺入别人身体，也可以达到建立连接的效果。之后就可以让对方血液逆流，或者保障。这，等等，什么情况？我以为你是叫我来帮忙的，没想到一过来就被剑指着。这是已经结束了？这就是恶灵湾，看来这里刚经历了一场恶战啊！还以为只是刚开始副本的纯萌新，看来实力超乎想象啊！就是精神状态似乎有一点问题，回去后估计得重新拟定一份饭销的档案了。话说回来啊，为什么这恶灵看起来并不像任务里描述的样子呀？应该是因为这个面具吧，摘下来它就变回原样了。只可惜不能带走，否则能卖不少钱。我还以为恶灵有什么明显的外观特征呢，没想到竟然是亚人玩家。说不定是吃的昆虫呢，特征不明显也有可能吧。不过现在有个问题，我已经解决了恶灵，副本也没有结束，说明真正的副本任务并不是驱逐恶灵，那会是什么？我也只是有个猜测。总之，我们先把尸体搬到大厅，再把事情原委给其他人说明一下吧。差不多就是这样，我套路了恶灵玩家，然后反杀了他。那3个人的尸体我们也找到了，只是有些残忍，就没有搬下来。不过还是多谢你了，没了恶灵，晚上总算能松懈一下了。我还担心晚上被敲门了该怎么办呢，多亏了你，今晚估计能睡个好觉了。我有一个疑问，若是恶灵玩家没有按照你的计划行动，做出敲门、砍头等行为，你要怎么办？如果那样，大家会怀疑恶灵的真实性。之后如果恶灵不出手，我们就可以安全度过副本。而一旦有人被害，大家就会集体行动，恶灵玩家的任务成功率就会大大降低。如果恶灵玩家识破你的计划，故意制造恐慌，让大家互相猜疑、自相残杀怎么办？就如果恶灵是真实存在的呢？他不会按照你的假规则行动，大家聚在一起，还可能真的引来恶灵的袭击。有就有呗，最坏的情况也是有人被害后，我们再重新一人一层过夜，也能最大限度保证存活人数。当然，我是不会随便违反规则和你们住在一起的。你这样也太不负责了吧！要不是你伪造的情报，大家就不会恐慌，更不会死人。你这不是专门坑人吗？那3人的尸体还不够说明吗？当然了，随便你们怎么想。现实就是我已经消灭了恶灵玩家，我也不会希望你们感谢或者相信我，毕竟我也不会相信你们。我信你，既然恶灵已经被消灭了，我们不如谈谈如何分配战利品吧。战利品啊，你是说这个吧？是从他身上搜出来的。在命运洪流，有人赞运气无尽。每一颗积累，向着未知勇敢迈进。奇迹与危险交织成奇幻之旅，挑战极限，只为触碰那天际。都会向着幸运之巅，永久为艰辛。每一次跨越都是对命运的宣言。运气如火，点燃梦想照亮。前路远在极限，指点终究永恒传奇。永不散，奇迹对偶然，努力有回馈。勇气与智慧交织成勇者之歌。每一步前行都是对未来的期许，在幸运之巅证明自己是命运的主宰。
嘿嘿嘿，哎，对，我就说杀死玩家总该有道具掉落嘛，何况是恶灵玩家。你想要？怪不得你的脸那么大，原来是要用面具遮一遮呀。你什么都没做，也想要道具，确实脸够大的。他可是吃人玩家，还用假情报骗我们。你觉得恶灵道具在他手里，我们晚上能安心睡觉吗？谁知道他会不会再设计什么别的阴谋？别激动，他是不是吃人玩家还没有定论。不过在证明之前，得先把恶灵道具交给大家都信得过的人保管吧。大家信得过谁？你吗？我可没说是我，而且我这也是为了大家的安危着想，并没有针对你，希望你能理解一下。我同意，让大家都信任的人来保管最好，那个人最好是最没威胁的玩家。那我觉得你就蛮合适的，给你吧，记得保管好了。该道具为副本专属道具，非特定玩家无法获得使用。你耍我？这是副本专属道具，你这家伙为什么刚才不说？为什么要说？看你们争来争去，就跟看猴戏一样，挺有意思的。恶灵的威胁确实没了，但吃人玩家的威胁还在。各位，他就是吃人玩家。不如我们趁着今天，一口气把危险全部抹除了，如何？没了吃人玩家，对我们所有人都有好处。你在找死！正愁没人惹事把吃人玩家炸出来，我得再添把火。看到没有，他图穷匕现了，我们一起杀了。百变魔衣，一级道具百变魔衣，应用特殊金属制作出的衣服，具有强大形状变换能力和颜色调配功能。既然你主动发难，我们也懒得装了。现在恶灵没了，和你们撕破脸又如何？两位，一起出手吧，干掉他们，剩下的2天，我们直接开宴会。你们都是吃人玩家，居然有3个！这还要问吗？肯定都是啊。你们认识？不认识。我看他有点像是同类，昨晚9点前去他那里试探了一下，结果还真是。现在还有7个人，咱们3对4，胜率很稳。哎呀，饿了一天，我迫不及待的想开宴会了。我的食物们，让我来好好享用一番。这宴会怕是开不了了。你什么意思啊？对不起，我是白名玩家。你敢耍我们？他到底是人类还是吃人玩家？他是人类，我们在游戏外认识的，我能给他做担保。之前的行为是他的伪装和计谋。我信他。有什么话之后再说，先解决吃人玩家。巨人炸我们，我要你付出代价。这是百变魔衣，走！不过如此。哼，女王也去死！哼哼，让姐姐我好好教训教训你吧。不要打了，不要打了！娃娃脸的盔甲能防住血剑，却无法抵消鞭子的击打。看来那鞭子也是道具，而且等级不低。不过如此。臭小子，削我一剑！你的对手是我们。没想到被那混蛋骗了，现在变成了5对2，讨不到好处。看来特视局的实力在线，不用担心那边了。求求你，救救我！救不回来了，你马上就要死了。不过，反正你都要死了，道具与其被敌人继承。不要！
放心，我会给你报仇的。你在干什么？反正他都快死了，这样总比道具归吃人玩家好吧？我这可是为了大家好啊！我说兄弟，何必跟我们死磕呢？啊，你没办法突破这个磁铁道具，那边还有只老鼠抢了你的人头和道具，不如趁早投降，我们可以放你一条生路。你老子闭嘴了！陆人头，先杀你泄愤！迅速跑鞋！血人的臭虫！看来你鞋子的等级不怎么样，那我就勉强相慢了吧。金属道具离开本体了，好机会！去！用什么东西刺到我？一点都不痛，但是，是你。在命运的洪流，有人赞运气无尽，每一颗积累向着未知勇敢迈进，奇迹与危险交织成奇幻之旅，挑战极限只为触碰那天际，都会向着幸运之巅永久为艰辛，每一次跨越都是对命运的宣言，运气如火点燃梦想照亮，前路远在极限，注定终究永恒传奇，永不散，奇迹非偶然，努力有回馈，勇气与智慧交织成勇者之歌，每一步前行都是对未来的期许，在幸运之巅证明自己是命运的主宰。你对我做了什么？痛！玩家海豹获得继承道具百变魔衣。什么？现在是分心的时候吗？不好！下辈子学乖点吧！这不可能！求我！救不回来了，你马上就要死了，是不是觉得这句话很耳熟啊？虽然我做事不太道德，但骨子里比较人道主义，就不杀你了。毕竟你就一双废物跑鞋嘛。人道主义嘛，哼，我倒是觉得你的道德水平蛮高的，至少比倒在地上那位要高出一大截。组队时一份力不出，还老想占便宜的，这样的人太多了。我更喜欢像你这样有谋略、有胆识的人。你果然是亚人玩家。没想到第一天还没结束，所有危险就都解决了。现在就剩我们4个了。副本机制原因占大头，原本以为是躲着找出恶灵，结果是狼人杀。我们得一边防范恶灵，一边找出吃人玩家。恶灵道具给了秃头男也有关系，他解决了3个人后，使吃人玩家的优势变大了，才会在被挑衅的情况下直接跳出来。不过也多亏了你的钓鱼计策，我们才能第一天就抓出恶灵和吃人玩家，估计这次副本的评分不会低了。不客气。那么正式认识一下吧，我叫严可宁，算是个生意人。杜若，
许耀，范建，等真？没必要啊，兄弟，没必要。小气的男人可是会在不经意间错失很多机会哦。开个玩笑而已。我叫范潇，来自010分区。我跟他一样。哼，这倒是巧了，我也是010分区的。我也是，我们几个挺有缘分的。这其实很正常，同一世界分区的人在一级副本里相遇的概率很大。我之前进副本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对了，你们知道特事局吗？特事局？特事局是国家新成立的部门，专门负责玩家和竞化游戏有关的事件。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招揽了很多玩家，且拥有庞大的情报和资源，可以给玩家提供很多帮助。如果你们有加入进来的想法，欢迎出去后电话联系我。既然大家都是一个世界的，那就互相认识一下吧。等回去后还可以出来聚一聚，说不定还有机会再一起进副本。话说回来，恶灵和吃人玩家都被消灭了，我们这是通关了。恶灵道具是副本专属，其他玩家无法使用，也就意味着不会有新恶灵了。所以接下来应该待够2天就能通关了。1级副本吉祥酒楼已结束。玩家兔子副本评价 B， 玩家海豹副本评价 A， 玩家布偶猫副本评价 C， 玩家雪狼副本评价 C。 好家伙，我们这是动物园吗？接下来发放副本奖励，请各位查收。副本奖励发放中，特殊奖励发放中。解毒大师，这是防毒抗毒的被动型道具，只需要发动1次免疫毒的能力，就会成为佩戴者的常驻被动属性。这东西倒是比平行耳环这种需要主动使用的更方便些。玩家海报请注意，1级玩家最多只能固定3件道具，多余道具必须主动放弃，或者选择让游戏系统以等值的游戏币回收。还有这样的限制啊？那个，你们谁要道具？我有1件道具要处理掉。你道具栏的3个道具被满了吧？啊，道具栏还有数量限制啊？是啊，1级玩家只能固定装备3件道具。不过门把手这种道具可不适合我啊。我也不需要。门把手或许在某些时候很有用，但没必要专门花游戏币浪费一个道具栏位置。果然没人要啊，那没办法了。啥？1级道具只值1万游戏币吗？算了，先把净化药剂使用了吧。打开信息面板，净化率只提升了7%，上次3瓶药剂可是提升了11%啊！是1级净化药剂只能帮助玩家提升到27%，还是玩家的身体会逐渐产生抗药性？只能等下次得到药剂再验证了。日期与离开时错了2天，和上次不同，看来副本内的时间流速没什么规律啊。不过陆白这只小姑娘还挺关心人的。放心，我的暴露跟你们没关系，而且我本来就没隐瞒身份的意思。不是我影响的就好。你又进副本了？是啊，刚出来。在命运的洪流，有人赞运气如镜，每一个积累向着未知勇敢迈进，奇迹与危险交织成奇幻之旅，挑战极限只为触碰那天际，都会向着幸运之巅永久为艰辛，每一次跨越都
都是对命运的宣言。运气如火，点燃梦想照亮。前路远在极限，指点铸就永恒传奇，永不散，奇迹非偶然，努力有回馈，勇气与智慧交织成龙这支歌。每一步前行都是对未来的期许，在心间指点，证明自己是命运的主宰。我想买你的情报，出个价吧。买就算了吧，马上就要一起进副本了，情报我免费提供给你们。这么快？我也看看。原来还存在这种狼人杀副本，玩家要完成杀人的任务，总感觉好残忍啊！居然在副本里钓鱼，还真有你的风格，就不怕恶灵和狼人玩家跟你拼个鱼死网破？钓鱼是想把使坏的人钓出来，等他做了坏事后再干掉他。我当然是有自信才去钓的。哦，对了，你们这会儿在干什么呢？我在锻炼。姐姐说，进化者的进化率只代表身体的基本素质，想要100%发挥所有力量，还得通过锻炼把身体潜力全部榨取出来才行。我的话，在替白芷写作业。不让他自己做，不怕会影响成绩吗？不会，他基础很牢固，而且运气很好。白芷有过靠蒙答案，把不会的选择题全做对的经历。那你妹妹运气不错呀。岂止是不错，我还没见过比她更幸运的人呢。攒了一波运气，在高考时使用的事，还是不告诉他们了，不能带坏小朋友。目前先这样吧，等有机会线下再聊。怎么是特拉锅啊？哇！纸巾！目前累计运气值120到200。您剩余的食材已经超过限额，押金不退。啊，结账吧。磨磨蹭蹭干什么呢？不会是想吃霸王餐吧？算了，付现金吧。哼，今天是开启超能力攒运气的第7天，倒霉程度已经肉眼可见。算算时间，该进入2级戒备状态了。通常天灾频繁出现的时候，就得注意人祸了。喂，妈，有事吗？你已经有2个多月没回家了，抽空回来一趟吧。你弟弟妹妹也想你了。妈，我最近工作比较忙，做设计的总是会遇到些很难伺候的甲方，我这周抽不出时间，下次吧。啊！哎呀，你那个工作怎么老是这么多事？这样吧，我去找你宋叔叔，给你安排个清闲的职位，这次你就别拒绝了。不用，我挺喜欢现在的工作，不想换。你这孩子，唉。以前耗费1个月运气帮老妈求得的2婚姻缘，虽然宋叔叔已有1对子女，但为人很和善，对妈也好。现在生活非常幸福，我也没什么好担忧的了。范潇啊，你听话，工作要找能赚钱的，你喜欢的有什么用啊？是，您说的都对。比起在家人安排下安稳度日，我更喜欢独自生活。不仅如此，这也是为了攒气运时不伤到身边的人。好吧，工作不换可以，但病你必须得去治好。我重新帮你找了一位心理医生，你记得去看看。哎呀妈，我真没病。没办法，去一趟吧。不过先把衣服上的油渍处理一下吧。13岁那年，我下楼梯时不小心摔倒，头先着地。不知道是不是脑子摔坏了，脑袋里多出了一段模糊的记忆。我好像有一位很会照顾人的姐姐。事后去医院做了几次检查，每次检查结果都显示我的身体状况无任何异常，记忆真就来得莫名其妙。既然不是身体问题，
那就是心理问题了。于是我开始不定期的去看心理医生，接受心理治疗，并配合服用一些药物。直到14岁，我发现自己倒霉和幸运的过程是能够被主观控制的。我这才理解，原来自己并非天生的倒霉蛋，而是超能力者。当我试图用运气让脑子正常时，才发现那段记忆是真实的。但当我想用运气寻找那个姐姐时，却毫无效果。不过，我现在有了新的猜测，我那多出的记忆很可能是其他世界分区的玩家来到这个世界时用道具或是他们的技能造成的。所以，不管为了活下去，还是为了那段记忆，都得继续参加进化游戏。但心理医生还是得来看，一是给妈一个交代，不然后续会没完没了；二是估计这边会有人祸，所以躲是躲不过去的。你的情况我已经提前了解过了，先不要有什么心理压力。多出了段模糊的记忆，并非什么匪夷所思的事情，就跟感冒一样，你的情况属于一种心理上的疾病，它是可以被慢慢治愈的。很多心理疾病其实都来源于童年问题的残留。我听你母亲说，在你小时候没有给予足够的关心，所以你可能幻想出了一位姐姐，让她替代了父母的位置和作用。在你的记忆里，这位姐姐一定很会照顾你，对吧？她确实很会照顾人，也确实对我呵护备至。问题就出在这里了，如果你想得到治疗，就得弥补你的缺憾和你父母身上的缺陷，并真正的接受他们。也就是说，从认知层面去承认现实，接受过往。听上去挺简单的，只是总体方向而已。这个过程自然需要一些药物和心理引导来配合治疗。先喝口水吧，然后我们开始第一次引导。刚刚解毒大师发动了，这茶水里被下了药。在命运的洪流，有人赞运气如镜，每一颗积累向着未知勇敢迈进，奇迹与危险交织成奇幻之旅，挑战极限只为触碰那天际，都会向着幸运之巅永久为艰辛，每一次跨越都是对命运的宣言，运气如火点燃梦想照亮，前路远在极限，指点终究永恒传奇，永不散，奇迹被偶然，努力有回馈，勇气与智慧交织成勇者之歌，每一步前行都是对未来的期许，在幸运之巅证明自己是命运的主宰。反正不怕毒，我尝尝是什么。这味道是土真剂，刚好之前试过一次副本奖励里的土真剂。好好的心理医生给我下土真剂做什么？看来还真是人祸，先配合看看他想做什么吧。除了记忆问题外，你还有其他困扰你的烦恼吗？有很多。哦，都有哪些？首先，我做什么事情都特别顺，比如人生中第一次买彩票就直接中大奖了。还有，我学什么东西都很快，不只是知识，还有技能，范围概括很广。等等，打住！这家伙难道是什么天选之子在凡尔赛？你最近有没有生活习惯上的变化？比如饭量突然增加了？没有。有没有因为饥饿想过去袭击小动物？没有。那力气呢？有没有突然变大？没有。这次的运气不好，来的还真是个普通精神病啊！既然不是目标，
那就只能按照正常的流程走了。贫血的耳环。什么？游戏道具？你是玩家 ？Bingo， 答对了。尸体，头重脚轻，好昏，这是他的道具效果吗？程医生，你也是玩家对吧？不，我不知道。轻身强度不错嘛，看来得上点强度了。看来吐真气起效了，可以放松对血液的控制，让他说真话了。你也是玩家对吧？玩家等级多少？是的，我是1级玩家。你在找玩家？是的，我在找玩家。进化者也是我们的目标。我们？难道他背后有什么组织？很多进化者困扰于自身的异变，或者玩家从副本回来后出现创伤应激性精神障碍，也需要得到心理治疗。我利用现在的身份，已经成功找到过3位进化者和1位玩家。钓鱼吗？如果是特事局，就不会不认识我。那么这个组织很可能是玩家自建的，野生的玩家组织在钓鱼其他玩家。下面的拷问，特事局还是知情比较好。你们的目的是？为了养殖它们，就和养殖牲口一样。我们可以利用特殊道具控制他们的家人，以此为要挟，逼迫他们不断进入副本，上交所有副本奖励。特殊道具？什么道具？是我们 BOSS 持有的一件地级道具，通过触碰种下印记，就可以远程操控他人死于某种疾病。不过只针对普通人和进化率低于 7% 进化者有用。你们 BOSS 有地级道具？他是地级玩家？是的， BOSS 一开始就被卷入了进化游戏，1个月后他就成为了地级玩家。被你发现的那4个人现在怎么样了？4个人里有2个人不肯听话， BOSS 杀掉了他们以及他们的家人，剩下2个进入副本后就没再回来。我猜测他们应该是死在副本里了。真是哪儿都有吸血行为，倒也不奇怪了。那除了你们组织还有其他寻找玩家的手段吗？有，在1级副本里能经常遇到同一个世界的玩家，我们就会装好人接近他们，骗取联系方式。其他成员的搜寻方法效率都很低，我的效率算是最高的。唉，真没想到自己随便出来看个心理医生都能撞见这种事。攒运气期间，我的倒霉程度又要刷新记录了。那你们组织有多少个人？正式成员目前有6个，被我们养殖的进化者和玩家目前有12个。把你知道的成员信息，包括你们 BOSS 都说出来。行了，要上交给特事局的证据差不多就到此为止了。接下来该处理我的私事了。你有哪些道具？分别有什么效果？我有3件1级道具，分别是热情的束缚，可以自动束缚敌人；极致电疗，3秒内电晕进化率 20% 以下的玩家；奇雨娃娃，预测1周内天气情况。很好，现在把道具取出来，无偿交易给我。热情的束缚。恢复理智的第一反应是使用道具。你没有天赋，是吃人玩家吧？提醒你一句，我现在动一动念头，就能让你砰爆炸，到时候你的血液会溅得满地都是，尸体都留不下个完整的。听懂了的话，就别搞小动作。现在把你剩下的2件道具拿出来，并放弃道具所有权。你有这么厉害的道具，栽在你手上我认了，但想让我交出道具，不可能！哇哦，居然有个不怕死的，你早说呀！等等，我不是这个意思，只要你能保证让我活命，我可以把所有道具都给你。晚了。等等，不要杀我，我有双赢的方案，真的。你那么紧张干什么？我也没说要杀你。啊？
其实你的3件道具我都不怎么看得上眼，给我也只能卖掉换些游戏币，可有可无。那你想怎么处置我？面对你这种不法分子，当然是要报警处理了。什么？在命运的洪流，有人赞运气无尽，每一颗积累向着未知勇敢迈进，奇迹与危险交织成奇幻之旅，挑战极限只为触碰那天际，都会向着幸运之点永久为前行，每一次跨越都是对命运的宣言，运气如火点燃梦想照亮，前路远在极限，指点终究永恒传奇，永不散，奇迹对偶然，努力有回馈，勇气与智慧交织成勇者之歌，每一步前行都是对未来的期许，在幸运之点证明自己是命运的主宰。证据和情报刚刚我都拍下来了，你们的事情我会联系特事局的人来处理，所以你不用担心我会直接在这里杀了你。当然，前提是你肯乖乖把道具都交出来，否则我会先杀了你，再举报你们。到时候就说你反抗强烈，我一时失手。可你不是看不上我的道具吗？哼，聊胜于无呗。给你10秒钟的考虑时间，10、9。等等，不要惊动特事局，我可以帮你引荐到我们组织，到时候我们一同享受大量的道具，计划药剂这些资源。你还有6秒钟时间，你难道一点都不心动吗？你想想那些资本家的资产增值的速度有多恐怖！4秒钟，我答应道具全都给你。聪明的选择。现在就死和以后被枪毙，肯定是后者要好点，起码还能多活几天。来了，你是不是被什么衰神附体了？哼，上次被进化者袭击才过去多久啊？怎么这么快又摊上事儿了？你这都算是行走的扫把星了吧？人难保不走霉运，况且我是罪犯的扫把星，可没牵连到普通人。对了，你怎么来这种地方？你的精神应该没问题吧？有问题啊，不然怎么会跟犯罪分子一样，老想着钓鱼呢？看来是没问题了。说实话啊，我挺意外你会主动找我的，怎么不自己动手啊？这段时间不太方便，而且这不是想看看你在特事局有多厉害吗？一个队长而已啦。不过等把这伙养殖玩家全端了，我应该就能升一阶了。升职恐怕不只靠业绩吧？你的玩家等级提升了？跟你们聪明人说话真累啊，得时刻提防着。酒店副本结束后，我就升地级玩家了。升地级后有什么变化没？最大的变化就是活动范围，或者说玩家地图变大了。一级玩家只能在车站、列车或者副本里活动，而从地级玩家开始，活动范围就没限制了，想去哪里全靠自己意愿。哦，那副本外面是什么？其他世界分区？是的，副本依附于世界分区而存在。当然，这一点是不是绝对，规律目前还不清楚。只知道玩家离开副本后，可以前往该副本所在的世界分区。副本所在世界是什么样的？莫非是世外桃源，还是魔法世界？成为地级玩家后，我只做过一次副本，那个副本所在的世界并不美好，社会秩序破碎，文明也在倒退，高级玩家割地为王，
普通人生存艰难。不过据我了解的情报，有一些世界分区情况截然不同，他们已经彻底融入第9维度，成为了进化游戏的一部分，秩序完善，玩家和普通人打成一片，文明高度发达。希望我们也能如此。但愿吧。话说回来，玩家等级到达第几，要通过多少个副本？这个要看副本评价。根据我们推断，不包括遴选副本的话，如果连续3次获得 A 级评价，估计3个副本就能升D级了。感谢您的举报，陈医生我们已经带走了，剩下的成员也会持续追踪抓捕。那我们回见，下次有遇到罪犯，继续打我电话哈。哎呀，队长，该走了。我以后的业绩就靠你了啊！道具求雨娃娃已回收。这2件特殊道具，即便拿着也无法发挥道具效果，况且道具本身也实用性不高，就先放储备空间吃灰吧。以后有机会的话，可以交易给其他玩家，用来拓宽人脉关系。我的人偶做好了，我们可以进入副本了。之前你说不方便，那我们过去找你吧。姐姐订了10点的机票，我们大概12点能到安城。范大哥，你家住哪儿啊？我开车去接你们好了，刚好有件事需要你们帮忙。暂时关闭气运积攒吧，反正未使用的运气会持续积累。他们还没到，再等等吧。范潇，这边。范大哥，好久不见呢。这是兔头。路上辛苦了，还没吃饭吧？想吃什么？我请客。那个，范大哥你推荐好了，我和姐姐都不怎么熟悉安城。先上车吧，我知道有家焖锅不错，我带你们去。我们出发吧。陆熙宁这种性格的女孩，居然会穿短裙配过膝袜，难不成？别告诉我那身过膝袜加短裙，就是你从遴选副本里获得的道具。很遗憾，就是你猜的那样。如果可以的话，我也不想穿成这样。但这裙子道具太方便了，自带清洗功能不说，还能将我250多公斤的玩偶缩小成饰品携带。好了，先带你们去吃饭，吃完再逛逛安城。逛安城今天不去副本吗？我需要你们帮点忙，准确来说是需要陆白志你帮忙。什么？你的意思是，你有一件能降下霉运的道具，还想用白芝的幸运体制作对冲实验？这种道具你不扔掉还留着干什么？能影响因果律的道具可是稀罕货，扔掉多可惜，说不定能在遇到一些特殊境况时发挥奇效。在命运的洪流，有人赞运气如镜，每一颗积累向着未知勇敢迈进，奇迹与危险交织，创奇幻之旅，挑战极限，只为触碰那天际，都会向着幸运之巅，永久为艰辛。每一次跨越，都是对命运的宣言。运气如火，点燃梦想照亮。前路远在极限，指点终究永恒传奇，永不散。奇迹非偶然，努力有回馈，勇气与智慧交织成为这支歌。每一步前行都是对未来的期许，在幸运之巅证明自己是命运的主宰。
算了，跟我没关系，这件事你问白芝自己吧。啊，我当然可以。那个，我具体需要做些什么？只需要最近跟着我，然后在心里祈祷我能幸运一点就好。没问题。你方才还提到2件道具，分别是什么？极致电疗和热情的束缚。啊，这都什么鬼啊！虽然名字不正经，但实用性还是不错的，自己看便是。极致电疗就给我吧，我可以让人偶拿着它来战斗。行，那另一个道具，热情的束缚，应该挺适合我的。我有件叫制毒大师的道具，可以给人下毒。如果能提前把目标束缚起来，就不怕对方在毒发之前趁机攻击我了。白痴，下次别再把道具情报随便透露了，虽然它可以另外。我这点警惕心还是有的。对了，除了霉运道具外，我还有一件道具，需要陆白芝你的能力帮我试验一下。可以啊，是什么道具啊？又跟运气有关的。是一个能靠操控自身血液战斗的道具，但血放多了很容易陷入虚弱状态，需借助你的治疗天赋配合。原来如此，没问题。其实从吃饭开始，我就重启了运气积攒。如果今天能平安度过，那就证明运气和霉运是可以抵消的。陆白志还真是个小福星啊！好了，道具先收下吧，进副本前可以找机会熟悉一下。谢谢你，范潇。谢谢你啊，范大哥。啊！什么声音？该不会是你的霉运道具起效果了吧？暂时还不清楚。这是颜青。你认识？啊，这是特事局的人，发生什么事了？是养殖组织的人，很棘手。特事局就这点本事？那给老子去死吧！是你！我还以为你多厉害呢，结果就是个只会嘴炮的废物。我获得的进化药剂数量远比正常玩家多，而这个人的力量居然比我还要强。要不是他拥有力量型天赋，要么就是持有力量增幅道具。范大哥，我来助你。热情的束缚。哼，居然还有埋伏！这种破绳子，就想拦住老子吗？不好，热情的束缚，收回！质子，你后退，我来。就是你了，去吧，金属人偶。人偶？极致电疗？什么？就这？这是程小的道具啊！好了，停。道具回收。这是不对劲儿，快离开这里！来不及了！我们的位置转移了，怎么回事？草地、森林，空气中有海腥味儿，吹来的风也是温热潮湿的。这不是单纯的幻象，还是先把攒运气的能力关上吧。现在的状况有些超出我的认知了。抱歉，情况紧急。没事。把我们传送到这里来的是你们特事局的道具，还是养殖组织的？这件事情之后再解释。现在当务之急是解决掉共同的敌人。这是杜若，他也被传送到这里了。看样子这个领头的就是程医生说的 BOSS， 他应该有一件特殊的防御道具和一件远攻道具，而且已经是D级玩家了。没想到政府已经组建了玩家组织，这次算是我们栽了。不过我们现在都正处于未知环境，看你们这懵逼的样子，现在这种情况恐怕也不是你们的道具造成的吧？不是，这个倒霉蛋怎么也在这儿？
不如大家先停手如何？哼，算了，有他在，我们的把握倒是能更大一些。动手！是。可恶！哼，这是交涉失败的意思吗？我就没打算和你交涉。不要脸！那是日之杖，快散开！哼，有点本事。日之杖，火毒蛇焰。不过如此。日之杖，炎玉球。就这样了吗？速度比我快，攻击又能穿透我的防御道具，被杀掉只是时间问题。在凌云的洪流，有人赞运气如镜。每一颗积累，向着未知勇敢迈进。奇迹与危险交织成奇幻之旅，挑战极限，只为触碰那天际。轮回，向着幸运之巅，永久为艰辛。每一次跨越都是对命运的宣言，运气如火，点燃梦想照亮。前路远在极限，指点终究永恒传奇，永不散。奇迹非偶然，努力有回馈，勇气与智慧交织成勇者之歌。每一步前行都是对未来的期许，在幸运之巅证明自己是命运的主宰。这可是你逼我的！哼，不好，他冲过来了！朱杰，拖住他！好。其实我……啊，是，可恶，肢体不受控制了，是控制系能力。哎，他冲过来了！趁他被控制这段时间，得想想办法。特使局领头的肯定有防御道具，否则也不会挡得住热浪和火焰。这几个人估计是被卷进来的普通人，先杀几个，再留下几个当人质。他的速度好快，完全躲不开啊！先抓人质！人质，自量力，耳环。姐姐，那是灵选副本里的怪物吗？正确来说，是进化失败的人类。智子，一会儿紧跟我，人偶操控术。先清理怪物。是。怪物太多了，必须要趁早清除。养殖组织的人只能拜托范萧了。你们俩发什么呆呢？程医生是我举报的，不在这里斩草除根，以后可能会威胁到我的家人。必须在这里将他们全部杀掉。BOSS 小心！没想到你竟是个1级玩家，速度好快，还好这个距离我有优势。哦，原来你是D级啊！不过那又如何呢？准备好迎接死亡了吗？失职！
哦，范大哥，好猛啊！他的嗜好还真是，不过作为队友，还是一如既往的强大。爆开了！这人是……不用担心，他是我们这边的人，先消灭怪物。是。快速飞牙天，光之指，极致电疗，热情的束缚。好机会，制毒。清剿的事情先交给我吧，你的毒暂时留着。让我们速战速决吧。轻轻松松。范潇这家伙真的只是1级玩家吗？哇，摆开数一数，超过10个了。范潇，你对我真好，我好喜欢你呀。不过我还没玩够呢，我还想和那2个漂亮姐姐玩。不行，持续时间还有30秒，带我到高空看看，侦测地形。岛屿中间居然有这么多建筑，这么多耕地，看来有不少人类生活在其中啊。过去绕着城镇转一圈。哦。这座岛上到处都栖息着怪物，但人类城镇却很好的存在着，真奇怪。怎么样？这里是座孤岛吗？啊，岛屿的面积还不小，中央位置有城镇，应该有人居住。不过有一点很奇怪，除了城镇，其他地方到处栖息着怪物。到处都有怪物？全是怪物的岛上住着人类，这太不正常了。范潇的实力很强，即便是体型巨大如水怪的怪物也会被他瞬杀，但他的能力也存在限制。如果再遇到大量怪物，我们就会陷入苦战了。我们去人类城镇吧，那里应该很安全。他们估计有抵御怪物的方法，否则没办法留存下来。我也是这么想的。不过我们得和特事局的人合作，他们应该对目前这种状况很了解。白志，别害怕，这附近的怪物已经被我杀光了，只要不制造出过大声响，其他区域的怪物是不会过来的，放心吧。谢谢你啊，范潇。对了，我们之前道具的费用还没有给你，你跟我们的2件道具分别是多少钱？钱就不要了，但作为交换，你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都得在我身边帮我的忙。我真的有这个价值吗？当然，你应该对自己更有自信一点。陆百志的运气能否和我的能力抵消还是未知数，但我需要他的治疗能力搭配贫血的耳环，补足范七夕召唤冷却时的战斗力。奶妈技能加因果律被动属性，这都不算有价值啊，什么才算？不仅是在副本里，等出了副本后你也得跟着我。至于具体时长，得看之后的具体情况。当然，我会按照后续雇佣之子的时间长短来算具体报酬。他没意见，我就没意见。之子，你的想法呢？我没问题。合作的事情谈好了，现在来分战利品吧。在命运的洪流，有人赞运气如镜，每一颗积累，向着未知勇敢迈进。奇迹与危险交织成奇幻之旅，挑战极限，只为触碰那天际。都会向着幸运之点，永久为艰辛。每一次跨越都是对命运的宣言。运
运气如火，点燃梦想照亮。前路远在极限，指点铸就永恒传奇，永不散。奇迹非偶然，努力有回馈，勇气与智慧交织成勇者之歌。每一步前行都是对未来的期许，在幸运之点证明自己是命运的主宰。传闻有一位魔法师有重度洁癖，他开发出一种拒绝外物落在自己身上的魔法，并将魔法附着在一条项链上，随身携带着。拒绝屏障，真是一件不错的防御性道具啊！还有这件百变魔衣，我从养殖玩家手里获得了新的道具，这件百变魔衣就替换下来了。姐姐，这个我和你好像都很需要，但我没钱买。笨啊！你现在在他眼里可是个宝贝，这件道具你可以用预支工资的方式拿下来，快去拿！恭喜玩家人物获得一级道具百变魔衣，该道具与绝对领域具备共融性，是否融合？啊，这具有共融性的道具，花费游戏币就可以融合。哼，总算发现游戏币除了列车购物外的消费途径了。姐姐，既然你刚好有属性契合的道具，这件魔衣你就收下吧。啊，我也没钱，我可以预支工资帮你垫着，而且我也想知道道具融合是什么效果。好，就听你的。红画道具百变魔衣和绝对领域融合成功，道具等级为D级，融合成功了，道具等级提升到了D级。有什么变化没？融合是以我的裙子为主的，变化能力增幅了，延伸方向有2个，一个是可以将更多的玩具变成饰品挂在裙子上，第2个是可以变为所有者喜欢的样子。姐姐喜欢可爱的东西，她不仅喜欢给可爱的人偶穿上可爱的衣服，自己也很喜欢穿。啊，怪不得。白痴，你的话有点多了。那除了变化功能增幅外，防御属性增幅没？这倒没有，只比一般的衣服结实点，被撕碎后还可以自动修复，只能说比占2个道具格子方便些。抱歉，让你们久等了。检查队员的伤势花了点时间。哎，你们好，我叫杜若，特事局成员。特事局是……他们知道，杜若是我朋友，可以信任。你们好，我叫陆心宁。那个，你好，我叫陆白芝。啊，吴小姐，你受伤了吧？啊，这是，好舒服啊！我的天赋是治疗。哎，陆小姐，可以帮我治疗一下吗？还有我。一个个来。治愈系天赋还真是少见啊。你应该有什么想问我吧？没错，刚才你飞到上面都看见什么了？我可以告诉你，但我需要你的情报作为交换。情报交换没问题。你是想问我们为什么会被转移到这里吧？没错，不如我们先一起离开吧，这里并不安全，不是说话的地方。刚才我在空中探测了10几秒，粗略规划出一条怪物较少的路径，现在就出发吧。岛屿的情况差不多就是这样。你刚刚说这里是副本，怎么回事？就像是某个地方突然发生空间扭曲，将周围的人卷进去。国内已经发生过5次，其中只有2次有人成功返回。我们暂时把这种无规则、无前兆、突然把人卷进异时空的状况定义为随机副本。随机副本？那我们该怎么回去？副本开启期间，时空会封闭，但只要通关，副本原本将我们拉过来的时空通道会重新打开，届时就可以回去了。当然，如果刚好持有这个副本的车票，
也能在通关后凭车票乘坐时空列车回去。车票？不过我们现在连副本任务都没有，怎么通关啊？这就需要我们去主动出发了，因为我们是被随机卷来的，所以我们在副本里的位置也是随机的。触发副本任务需要某个固定的位置条件，以现在的状况推测，任务地点应该就在岛屿的正中央，在那座人类城镇那里。如果副本没有限制参与玩家数量的话，也就是说，我们有可能会遇到其他玩家。你在看什么？车票，这里是座岛，我刚好有一张岛屿类的副本车票，说不定就是对应这里。应该不会这么巧吧？什么车站？什么副本啊？星翼回廊站，1级副本祭祀岛。星翼回廊站，竟然是这里！我上个低级副本也是在星翼回廊站。等副本结束后，我去外面的世界分区看了看，总之很糟糕。就是你上回跟我说的那个，秩序破碎，文明倒退，高级玩家割地为王，普通人生存艰难的地方。没错，唉，希望你的车票能对应上这里。1级副本难度有限，我们联手通过副本应该没什么问题。但愿如此。1级副本危险度不一定就是1级的，说不定会有高级危险。比如我和陆家姐妹的遴选副本，最终 BOSS 章鱼怪与人鱼的组合，可不是初级玩家能对付的。啊，对了，你们抓捕养殖玩家，怎么大白天的就打起来了？这样不会闹出事吗？行动是很隐秘的，抓捕计划也没问题，但我们低估了游戏道具的多样性。我猜测那伙人好像持有能预知危机的道具，对方提前有所察觉，逃向了商城。为了避免他们逃进副本，我们只能先采取攻击。在命运的洪流，有人赞运气如镜，每一颗积累向着未知勇敢迈进，奇迹与危险交织成奇幻之旅，挑战极限只为触碰那天际，都会向着幸运之巅永久为艰辛，每一次跨越都是对命运的宣言，运气如火点燃梦想照亮，前路远在极限，指点铸就永恒传奇，永不散，奇迹对偶然，努力又回馈，勇气与智慧交织成勇者之歌，每一步前行都是对未来的期许，在幸运之巅证明自己是命运的主宰。白芝，你刚才使用治疗天赋，精神消耗如何？好像消耗了一半了。那接下来别再用天赋了，跟在我身边。你现在可是我雇佣的员工，天赋不能老为别人服务，为我服务才是正事。我知道了。这就是城镇外围了。城墙很老旧，已经有些年头了，根本不可能抵挡得了怪物的冲击。这周边的区域不像有怪物气息啊，奇怪了。祭祀岛副本已开启。开启了。罗基岛是一处民众生活幸福指数极高的岛屿，这里气候适宜，盛产全世界公认最美味的黑鱼，岛民热情好客，贫富差距极小，是一处极好的移民之地。救命！但美好往往并不永恒，怪物们毫无征兆地出现在罗基岛上，繁荣的岛屿一夜之间变得凄凉，岛民们四散奔逃。
这个时候，岛屿之神出现了，他接受岛民们的祭品，将怪物驱赶在了城镇之外。在岛神的保护下，罗基岛恢复了以往的一切，祭祀活动在罗基岛上逐渐频繁起来，这里便成为了一座祭祀岛。提示：一、天黑前必须选好住宿的人家；二、每位岛民家里最多只能入住3位客人；三、不得攻击岛民，违反规则将会受到岛神的严厉惩罚。副本任务：达成其一即可。一、存活3天；二、探索祭祀岛的全部真相。还真是祭祀岛啊！别看我碰巧而已。竟然是存活类副本，有点麻烦，看来危险程度不会太低了。岛神？这个世界有神吗？不排除有这个可能，当然也可能跟范萧经历的上个副本里的恶灵一样，只是个代指。副本情报都随便透露，你们的关系不浅啊！我盲猜，女朋友？我发现你这人还挺八卦的。我们是队友，可别乱猜。哎呀，我懂。我们的主要危险好像来自于岛神，也不知道神的惩罚会是什么。从游戏提示介绍来看，是这样，但只要不违背规则，岛神的惩罚就跟我们没关系。所以我猜测，我们面临的真正危险来自其他的东西。确实如此，岛神只能算是潜在敌人，但说不定还是有方。总之，都提高警惕吧，时刻注意有没有其他危险。现在太阳还没有下山，我们有充分的时间来寻找借宿的人家，先分头行动吧。我发现你很喜欢分头行动，这次不会又挖了什么坑吧？都是熟人，我坑谁啊？你这属于被害妄想症，没治。单纯是大家分开收集情报，效率最高。行吧，现在是下午1点半，我们6点半在这里集合，交流情报吧。当然，这里毕竟不是地球，可能状况不一样。如果天黑来得早，集合时间就提前吧。我没问题。那大家就出发吧。那个，我们3个要住一起吗？当然，游戏提示的前2条明显是在强行将参赛副本的玩家分隔开来，危险很可能就在晚上，所以我们必须住在一起，一同对抗。姐姐，我不是问这个了，我在想我晚上要和谁睡在一起，因为我被雇佣了，而且范萧说我得一直形影不离的跟着他，所以晚上是不是得……不，我应该没要求到这种程度吧。现在副本里我需要的是你的治疗天赋，你的天赋使用时间不是无限的，所以不用一直跟着我。只不过天赋消耗精神，你估计会陷入虚弱状态。为了安全着想，你最好时刻待在我旁边，我也好保护你。至于晚上，咱们别离太远就行。听见没？我都不知道是你思春了，还是你太老实了。什么思春啊？姐姐，你说的太过分了。以防万一，我先用血液制造些武器，你用天赋帮我回血。现在就开始吧。好。理血的耳环，现在给我使用治疗天赋吧。再来。栀子，你怎么了？感觉精神力到极限了。已经足够了，辛苦了。今晚你好好休息，明天精神应该就恢复了。用贫血的耳环形成的血液，使武器硬度已经超越了正常材料的极限。除了需要发动者保持清醒，可以说没有缺点。而2-3天不睡觉，对于我现在的进化率来说不成问题。栀子，找到留宿的地方了吗？那里好像比较合适。有人在家吗？谁呀？啊！我们家不欢迎你们，你们去别的地方吧。妹妹的运气难道失效了？平常只要是她的选择，肯定能够帮助到我们找到最合适的借宿之地。但现在的情况……在命运的洪流，有人赞运气无尽。
每一颗积累，向着未知勇敢迈进。奇迹与危险交织，闯奇幻之旅，挑战极限，只为触碰那天际。都会向着幸运之点，永久为艰辛。每一次跨越，都是对命运的宣言。运气如火，点燃梦想照亮。前路远在极限，指点铸就永恒传奇，永不散。奇迹对偶然，努力有回馈，勇气与智慧交织成勇者之歌。每一步前行都是对未来的期许，在幸运之点证明自己是命运的主宰。臭丫头，你在干什么？哎呀，原来是有客人来了。抱歉啊，快请进吧。你们都是生面孔，应该都是外面的来客吧？请不要介意我女儿的态度，她只是因为一些经历讨厌岛外的人，并不是专门在针对你们。热情招待客人可是神灵给我们的神谕。小易，去你自己屋里，别出来捣乱。好的，爸爸，我知道错了。让你们见笑了。没事儿，外来的人品性的确良莠不齐，可以理解。请放心，我们都是好人，很好相处的。来到副本里的玩家基本都生性多疑，而且都目的不纯，为了完成任务做出什么事情都不奇怪，不被信任很合理。包括你这样的 NPC 也同样不值得信任。你们看上去啊，确实很面善。是过来寄宿的吧？没错，我们需要在这里借宿3晚，不会给你们添麻烦吧？不会的，快请进。茶香味不错。他也太大胆了，刚进房子就敢喝来历不明的东西。这茶算是我们岛上的特产了，被很多外来的客人称赞过。哦，竟然是你们自己种的？外面那么多怪物，你们茶树种在哪儿？北边，那里有一片平原，除了茶树外，还有很多农作物。我们整座岛的人都靠那边的地养活。外面的怪物多，我们没办法去海边捕鱼。还好神灵庇护我们，让我们能有一片地种点东西。那个，岛上这么多怪物，你们就没有想过离开这里吗？有神灵在，我们不用担心怪物的事情。而且，你们可能不知道，岛外的世界是很乱的，出去了朝不保夕。我们能有这么一块安宁之地居住，已经很满足了，没人想搬出去。请问，真的有神灵吗？您见过没有？你这是问的什么话？神灵大人一直存在，一直在保护我们，还用得着你这个小姑娘来质疑？抱歉，小姑娘不懂事，好奇问一问而已，请别介意哈。算了，不过你们千万记住，在这座岛上必须尊敬神灵，不敬神，迟早会被降下神罚。我们一定记住。我们互相还不知道名字，自我介绍一下吧，我叫范二。叫我之子就好了。人偶。你们外来人的名字还是一如既往的奇怪。我叫李文栋。你们招待过很多外来人吗？是啊，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有一批人到来。外来人是不是有很多会死在这座岛上？那是他们自己找死。明明好好遵守神灵定下的规则，就不会有任何事情，但他们做了很多违规的事儿，还不敬神灵。你们3人最好注意一下，不要违背神灵的规则，否则连我也救不了你们。这样吗？神灵都定下了哪些规则？我们只知道要必须借宿这一条。你们不知道其他规则？其实很简单。第一，夜晚必须找到借宿的地方。第二，
每家每户最多只能同时招待3名客人。第3，不能攻击岛上的居民。第4，晚上10点必须到中央神殿参拜，向神灵祈福夜晚的平安。只要遵守这4条规则，就不会出什么问题。你们可要记清楚了。4条规则，比游戏提示多了1条参拜祈福的规则。游戏提示是不可能出现错漏现象的，所以，要么是李文东在说谎，要么这条规则本就得从岛民口里得知，算是副本考验的一环。到底是哪个？以往来的外来人里，是不是有一些有特殊能力的人？你是指玩家吧？确实有这类人混在外来人群里，把我们这座岛当成什么副本，说是要来通关，还说神灵大人是什么副本 BOSS。 哼，真是一群神经病。你们不会就是这种玩家吧？当然不是，我们是被突然转移到这里来的，然后遇到了一些有特殊能力的人，他们还威胁我们，说要把我2个妹妹抓走。还好最后有人帮我们解围。原来那些有特殊能力的人是玩家吗？真是奇怪的称呼。哦，对了，李大哥，你们是这里的原住民吗？为什么这么问？我在想，你是不是和我们一样，是被突然转移到这里，然后回不去了，便定居下？当然不是，小伙子，你担心过头了。神灵的想法不是我们凡人能揣测的，只要遵守规则，住上3天就能回去了。没这么简单吧？我听别人说，这座岛上有很多……能有什么？那都是杜撰的传闻。只要敬畏神灵，就不会有危险。我听说这座岛上有祭祀活动，我们能参与吗？什么祭祀活动？你听谁说的？外面的人都在说。胡说八道！什么狗屁祭祀？神灵大人是无偿帮助我们的，哪来的什么祭祀？我又没说祭祀是不好的事儿，你自己不也说每天需要参拜吗？在命运的洪流，有人赞运气如金。每一颗积累，向着未知勇敢迈进。奇迹与危险交织，成奇幻之旅。挑战极限，只为触碰那天际。都会向着幸运之巅，永久为艰辛。每一次跨越都是对命运的宣言。运气如火，点燃梦想照亮。前路远在极限，注定铸就永恒传奇，永不散。奇迹非偶然，努力有回馈，勇气与智慧交织成勇者之歌。每一步前行都是对未来的期许，在幸运之巅证明自己是命运的主宰。你这是什么话？你是要侮辱神灵吗？你再亵渎神灵，就给我滚！哎呀，李大哥，别激动，别激动。亵渎神灵的人，我这里不欢迎。我这个妹妹耳朵和脑子都有点问题，经常说胡话的。她可能是听错了吧？哪有什么祭祀活动啊？我就没听过。您大人有大量，把她当个屁放了就好。为了情报，我忍了。哼，既然脑袋有问题，那你就把他管好了。在这座岛上说神灵的坏话可是要负责任的，出事儿了别怪我没提醒过你们。啊，对了，李大哥，你们家的房间够吗？你也看见了，我们人多。这栋房子就我和小易2个人住，剩余的房间很多，你们跟我来吧。2楼一共有5个房间，专门供来客借宿。
接下来3天你们就住这里吧，房间随便选。啊，谢谢啊，那我们就打扰了。那我就选靠楼梯口这间吧。我们2人一间，住你旁边。李大哥，你看这天还没黑，我们想去中央神殿看看，免得晚上不认路，浪费了时间。您说一下大致方位，我们自己去就好。哈哈，好说好说。不然我带你们去吧，你们人生地不熟的。再说了，你们不懂岛上的规矩，还带着脑袋有问题的人，我带路能保你们安全。啊，哈哈，不用了，我们顺便逛逛，拜访一下其他住民。谢谢李大哥你的好意。我感觉这个李文栋有点古怪，我们晚上真要借宿在他家里吗？可以横向比较一下，我们接下来再去拜访几家试试。不过我估计都差不多，最终我们还是得回来，就看你相不相信智者的运气了。李文栋家是他选的，应该比其他家靠谱点。这就是你的判断依据？靠直觉猜的。好吧，你之前随便喝别人泡的茶水，就不怕出事吗？嘿嘿，茶水没问题，就是普通的茶水而已。你这么笃定，莫非你有能检测毒药的道具？那即便是这样，也有点莽撞了。1级玩家只能够获得1级解毒剂，能力肯定有上限。你这么做有点冒险了。道具只是一方面，正常人面对现在的情况都会变得谨慎。对面只要不是蠢货，就不会刚见面就下药。而且有栀子作为队友在，行为冒险一点也没关系。樊小，你放心吧，解毒和治疗的事情就交给我了。栀子的运气，我是相信的。借宿就定在李文栋家吧。李文栋说的第4条规则要不要遵守？我们得先仔细探查一番，不能盲目从信。对了，你不是很会看人微表情吗？李文栋说谎了吗？微表情不是读心，你可别把我想的那么神。总之，在我看来，李文栋确实有问题，但同时他的演技很可能非常好，得注意提高警惕。姐姐，范潇，已经下午3点了，离约定汇聚的时间只剩3个半小时。不早了，该确定路线了。剩下的时间，我们去拜访一下其他岛民，再收集一些情报。好主意，等拜访完其他岛民，我们再去中央神殿仔细探查一番吧。出发吧。 3人选出了6位岛民的家去拜访，遇到的状况跟李文栋家里差不多。这座岛上的居民都非常热情好客，前提是别踩到他们的雷区。每当谈及跟岛神相关的话题时，岛民们就会变得严厉又严肃，甚至会发怒，变得极具攻击性。胡说八道什么？这里不欢迎你们！凡是提到有关祭祀的话题，必定会被岛民用粗暴的言语对待，并都持着神灵是无偿帮助他们的说辞，否认祭祀活动的存在。这个话题就如同什么洪水猛兽一般，让他们畏惧如虎。他们肯定在隐瞒一些事情。就算真的没有祭祀活动，也不会出现这么大的反应吧？现在反而有些此地无银三百两了。也许吧。现在想从岛民身上找到突破口，以目前的状况来看，几乎不可能。要是没有不能攻击岛民这条规则就好了。啊，姐姐你想干什么？用些手段威胁询问而已，我还不至于直接折磨拷问他们。现在有这条规则，岛民们有恃无恐，我们毫无办法。不，也不是不能威胁。你有办法？我怎么感觉你很热衷于用威胁手段？其实很简单，我们不能在副本进行时攻击岛民，但副本总有结束的时候，而且地级玩家在副本结束后可以决定自身去留，不会被强制传送到车站，懂了吧？懂了。冒充地级玩家，威胁说我们要秋后算账。不错，晚上在李文栋身上试试吧，白天去试的话容易闹出事，犯众怒就麻烦了。那个，我们这样会不会太过分了？李文栋都给我们提供借宿了，我们还威胁他。你放心吧，最多是言语上的威胁。别忘了，我们还有个不能伤害岛民的规则呢。他若不吃这套，
我们拿他也没辙了。先别急着过意不去，或许我们才是正义的一方也说不定。在命运的洪流，有人赞运气如镜，每一颗积累，向着未知勇敢迈进。奇迹与危险交织成奇幻之旅，挑战极限，只为触碰那天际。都会向着幸运之点，永久为艰辛。每一次跨越都是对命运的宣言。运气如火，点燃梦想照亮。前路远在极限，指点铸就永恒传奇，永不散。奇迹非偶然，努力有回馈，勇气与智慧交织成勇者之歌。每一步前行都是对未来的期许，在幸运之点证明自己是命运的主宰。我们是正义的，你是说李文栋同意我们借宿这件事，没安什么好心？还记得给我们开门的女孩吧？她见到我们来访，表现得非常抗拒，一个劲儿赶我们走。随后李文栋出现，赶走了小易，解释说是以前和外来人闹出过不愉快，所以小易才讨厌我们。这套解释很合理的，玩家都是些什么人，我们都清楚。等等。小易从始至终都没有自己开口讲述理由，相反，李文栋还强行将他支开了，有点刻意。是啊，只要他自己没开过口，那就存在另一种可能性，他不是在赶我们，而是在帮我们。或许这就是白芝的运气。不管李文栋安没安好心，我们今晚都得试着威胁他。接下来去中央神殿看看吧，无论如何得在天黑前调查清楚。啊，没猜错的话，这应该就是所谓的岛神了。这座神殿看状态，估计已经存在30年往上了。岛神最起码是30年前出现的。30年？这期间副本应该开启过很多次吧？这里好像没什么不对劲儿的。就是一处普通的神殿，我们应该没办法从神殿上判断第4条规则的真假了。那现在只能靠推测了吗？我的结论是，晚上最好不要外出。我的也一样。你们的判断依据是什么？首先，游戏提示要求我们在天黑前找到借宿的人家，这就是变相暗示我们夜晚外面有危险，不要随便外出。其次，根据我们调查到的情报，晚上10点需要去神殿参拜祈福的只有我们外来人，而本地人是不需要遵守这条规则的。很奇怪，就像是本地人在诱骗我们外来人晚上出去。李文栋的女儿小易在阻拦我们去他家，和他父亲表露出的态度截然相反。若我们选择相信小易，他的态度表明我们进入他家里和他爸爸接触会有危险。好像都是些猜测性的东西，缺乏证据支撑。即便如此，至少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游戏提示不会说谎。我认为游戏提示里没有的规则可以无视。这是存活副本，但这座岛上的危险在哪里？除了外面的怪物外，我只看到了岛民呢。怪物就不说了，我们可以应付。这里我们可以大胆假设，岛民才是真正的危险。或许，他们之所以对祭祀话题如此讳莫如深，就是因为他们深知我们这些外来人就是所谓的祭祀活动的祭品，岛民要把我们献祭给神。至于手段，就不得而知了。的确，这种可能性最大。既然如此，
就无视第4条规则好了。那个，我有一个提议，正面就信岛民，反面无视规则。嘿，答案是反面，我们要无视。有种白分析了一通的感觉。如果不搜集情报分析，你信不信抛硬币的结果？那得看是谁抛的。如果是栀子的话，我信。我也没那么准。小心！穿着不像岛民，而且看不出什么兽化特征，是人类玩家或者吃人玩家的可能性更大。让开！脾气别这么大，小姑娘，你们也是玩家吧？可有找出这座神殿的古怪之处？就算是找到了又如何？跟你们没关系。当然有关系了，我们可以交流下情报。潼关副本靠单打独斗可行不通啊！行啊，你把你们的情报先说出来听听，我判断下有没有交流价值。年轻人，你似乎有点看不清形势。有资格说这种话的是我们，懂了吧？我再说一遍，让开！再不让开，就别怪我不客气了。道具千奇百怪，防不胜防。为了避免翻车，最好的做法就是先下手为强。够味儿，我喜欢。待会儿他交给我。嘿嘿，确实够味儿，真是个攻击性十足的小姑娘。娃娃，长大了。什么？时髦搅乱！栀子，似乎是一件让人手里拿不住东西的道具。是人偶，力气好大。身为吃人玩家的我还要略胜一筹，必须全力压制才行。这里我拖住，你们去处理剩下的人。好，上，抓住他们做人质。是。就凭你们还想抓我？一直保持清醒控制血液是对的，能想在玩家喊出道具前出手解决他们。在命运的洪流，有人赞运气无尽，每一颗积累向着未知勇敢迈进，奇迹与危险交织成奇幻之旅，挑战极限只为触碰那天际，都会向着幸运之巅永久为艰辛，每一次跨越都是对命运的宣言，运气如火点燃梦想照亮，前路远在极限，指点终究永恒传奇，永不散，奇迹对偶然，努力有回馈，勇气与智慧交织成勇者之歌，每一步前行都是对未来的期许，在幸运之巅证明自己是命运的主宰。一群废物！芝麻关门！快撑不住了，快跑！欺负我们还想跑，门儿都没有！
还好我跑得快。这是毒！你以为你跑得了吗？你快点拿出解毒剂！小型的速度！不，只要有解毒剂。好可怕！他们的玩家编号显出来了，都是吃人玩家。哼，果然不怀好意。范潇，这种事情很常见吗？算是吧。玩家长期游走在生死边缘，心里或多或少有些扭曲、残酷。杀人、抢道具这种事，再正常不过了。何况他们还是吃人玩家。吃人玩家就是凶狠残酷的代名词。或许他们里面也有善良的人，但随着被食欲一次次折磨，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应对杀人玩家，就要见一个弄死一个，基本没有杀错的可能性。好了，收拾战场吧。道具大门都差点劈开，穿墙断钢，估计更简单。而我准备了13把。好不容易得到一件道具，还是被你给砍烂了，倒霉！别告诉我你继承了那个道具门。姐姐，我想和你换道具，我觉得你的道具更适合我。栀子，你不用照顾我，你继承的道具明显更好，让人手上握不住东西，可以废掉敌人的大部分攻击手段。这件道具的效果很强。不是啦，我需要的是防御道具。先给人放毒，再把他捆住，然后再用防御道具保护自己，挡住对方可能拥有的远程攻击道具。这样一套组合下来，等毒素彻底发作后，对面估计就没有什么反抗能力了。这还挺厉害的。对啊，虽然手忙脚乱也算防御道具，但没有你的道具门全面，它只能防住敌人拿在手里的道具，像是操控型的，比如范潇那样的耳环就防不住了。而且姐姐，你更适合我这件道具，你的人偶是近战型，想象一下，等你的人偶靠近敌人后，你突然发动道具，卸掉对方手里准备用来战斗的近战武器，对方一定会很懵。可以，这次就算是我占你便宜了。没有啦，而且我们分那么清楚干什么？范潇不会误会我是个腹黑阴险的人吧？道具回收成功，获得2万游戏币。好了，既然战利品也结算完毕，那就先回东门那边跟特使局的人会合吧。哦对，时间不早了。没想到这座岛上除了我们外，这里还有其他玩家。有其他玩家才正常，除了我们这类被卷进来的玩家外，肯定还有正常通过车票进来的玩家。这个副本很大，估计城镇4个方向的大门处都是副本任务的出发地点，所以进来的玩家应该还不少，我们得提高下警惕了。你们到的挺早啊。路上遇到2名吃人玩家，发现我们不是吃人玩家后，就打上了歪主意。还好他们实力不强。啊，东门也有吃人玩家吗？也，你们也遇到了？遇到了4个，已经干掉了。参与这个副本的玩家数量似乎很多，我们干掉的、赶路上遇到的，加上你们这边的2个，已经有11个了。如果再加上我们自己以及还没露面的，玩家数量很可观。这整个一座岛都是副本范围，有这个参与数量很正常。我们还在靠近北门的位置遇到了2名亚人玩家，我和他们交流了一下，获得了一些有趣的情报。又是用钱开路的？特使局真有钱。算是吧，背靠机构，资源丰厚嘛。交换情报吧，我们的时间不多了。好，那我先说结论吧。第一，不要乱吃乱喝他们给的东西。第二，无视第4条规则，夜间不要外出，睡觉的话仍要保持高度警惕，以防意外发生。你是说第4条参拜祈福的规则是假的？十有八九，而且我还注意到，
城镇里很多民居都处于空置状态，没人住，很可能跟副本背景介绍里的移民有关。我的情报都说完了，你那边有什么不一样的情报没？有，不过重要性得你自己判断。我们从2名亚人玩家那里打听到了有趣的情报，首先是他们的身份比较有趣。在命运的洪流，有人赞运气如镜，每一颗积累，向着未知勇敢迈进。奇迹与危险交织成奇幻之旅，挑战极限，只为触碰那天际。都会向着幸运之巅，永久为艰辛。每一次跨越都是对命运的宣言。运气如火，点燃梦想照亮。前路远在极限，指点铸就永恒传奇。永不散，奇迹被偶然，努力有回馈，勇气与智慧交织成勇者之歌。每一步前行都是对未来的期许，在幸运之巅证明自己是命运的主宰。祭祀岛这个副本属于星翼回廊站，而星翼回廊站属于 G08004 世界分区。我们遇到的那2名亚人玩家就是来自这个世界分区的，算得上是这里的土著玩家了。除了世界分区所属外，那2名亚人还谈起了有关移民的情报，他们来自于004世界分区的2个不同地区。不过相同点是他们那里都有过祭祀岛是移民好去处的宣传，并且这2个地区分别在5年前和3年前发生过一次移民，每次都有200多人移居到了祭祀岛。以小见大的话，我估计有移民宣传的地区应该不止2个。或许这座岛屿外的世界有很多地区都在宣传祭祀岛移民，并且不断的有移民来到这座岛上。你之前不是说这个副本所在的世界很乱吗？移民在正常社会合理存在，但在这种领主模式的社会，没有领头的高级玩家点头同意，这种事应该不会发生吧？这个嘛，具体细节不清楚。不过如果猜想为真，那些高级玩家既然没追究，应该是默认了这件事。可能他们和祭祀岛有着什么隐秘联系吧？隐秘联系？副本的背景介绍里提到祭祀岛曾经的名字是罗基岛，而罗基岛气候适宜，生活幸福指数极高，是一处极好的移民之地。而后来怪物出现，一切都毁了。直到岛神突然出现，驱赶了怪物，一切又都恢复了平常。既然说是一切，那么移民政策的恢复自然也被包含在内。李文栋说过，岛外的世界很乱，而岛内很安全，没有岛民想出去，这跟杜若的说法能对应上。不过李文栋应该在部分真相上撒谎了，岛内其实并不安全，最直接的证明就是那些空置下来的房子。多次移民不应该啊，人数对不上，城镇里的空房子很多，总不至于一座小破岛上还有什么房产泡沫吧？会不会是人口死亡的问题？比如人口老龄化，或者后续又搬走了？可能性不大。再怎么说，有多次移民进入，这座岛上的居民人数应该不会少，起码住满空屋子是没问题的。估计因为什么事情死了很多人吧，就跟之前怪物降临肆虐一样。这座岛应该还发生过另一件我们不知道的大事，导致了很多人死亡。也许不是大事造成的。啊？你想到什么了？我们可以换一种思路，从结果推原因，并不是有什么大事件造成了岛民的大量死亡，从而出现了大量空房子，而是不断有岛民在持续的死亡着，才需要一次又一次的移民来填补岛上的空缺。不
不断有人在死，岛外还在宣传移民，这背后不会有什么阴谋吧？确实很像。你们不觉得怪物和岛神相继出现这件事有点太巧了吗？也许祭祀岛一开始就是个阴谋，不，应该说是一个陷阱。比起陷阱，我更认为这是一桩交易。交易，确实有很大可能是一桩交易。岛外的世界高级玩家割地为王，那些高级玩家应该和岛神存在某种交易，他们持续输送移民到这座岛，岛神则满足他们的一些愿望。岛神有这么强吗？连高级玩家的愿望也能满足？岛神的实力应该不怎么样，如果很强，哪需去宣传移民，直接去抢不就好了？而且，我估计这个副本连随机传送人进来都存在使用次数限制，否则也不需要移民了。不错，并且会把谁卷进来也完全随机，否则我一个地级玩家卷到1级副本里，这不是送分吗？你倒是挺自信的。不是自信，成为地级玩家后，我就被限制参与1级副本了，手里的1级副本车票全都无法使用了。进化游戏应该不会做出没意义的限制，你觉得理由是什么？我先来说说我的结论吧。好，你来讲讲。岛外的高级玩家想获得什么，完全可以靠进化游戏，不至于求到岛神头上。所以他们和岛神的交易，可能不是为了他们自己，而是为了他们的子嗣。高级玩家的子嗣也成为了玩家，为了这些初级玩家的安全着想，那些高级玩家便和岛神交易，把子嗣送进来，让他们毫无危险的通关副本。作为回报，他们将岛神需要的人口通过移民的方式送进来。子嗣很有可能，副本里的危机对所有人都一视同仁，即便是高级玩家的子嗣也不例外。贿赂副本 BOSS， 间接制造出可受掌控的安全副本，这不仅可以惠及子嗣，甚至能当做一门生意来做。我猜测岛神本身也有高级玩家的实力，否则高级玩家可以通过威胁岛神来达到这种效果，用不上以移民作为代价。既然是猜，那我们不妨猜得更大胆一点。岛神不一定有着高级玩家的实力，而移民进来后又消失的这些人，我猜岛神是吃人玩家，他们都被吃掉了。什么？谁也没规定玩家不能成为副本 BOSS 吧？岛神是吃人玩家，那么和岛神搞暗地交易的高级玩家也全都是吃人玩家。吃人玩家的子嗣估计也成了吃人玩家。在命运的洪流，有人赞运气如镜，每一颗积累，向着未知勇敢迈进。奇迹与危险交织成奇幻之旅，挑战极限，只为触碰那天际。都会向着幸运之点，永久为艰辛。每一次跨越，都是对命运的宣言。运气如火，点燃梦想照亮。前路远在极限，指点铸就永恒传奇，永不散。奇迹非偶然，努力有回馈，勇气与智慧交织成勇者之歌。每一步前行都是对未来的期许，在幸运之点证明自己是命运的主宰。他们不断把移民送进来，说不定是让自己子嗣在通关副本的时候，还能享受一场场吃人盛宴。祭祀岛，说不定已经成了这些吃人玩家二代们的娱乐场所。
你们这么看我做什么？这太残忍了。你说过你的直觉一向很准，我还没见你猜错过。如果你的猜测成立，那么除了消失的岛民外，也许不必守3条规则的人也会被岛神抓去吃掉。可能这就是所谓的严厉惩罚。答案错误。我试了试用你的猜测提交答案，没成功。你动作可真够快的，提交答案的机会只有3回，省着点用吧。现在玩家2代藏在哪儿？祭祀活动是怎样进行的？岛上还有哪些危险？这些东西我们都还没弄清楚。就算我的猜测正确，信息不完整，也算不上真相，怎么可能直接通过？嘿嘿，我知道，试试而已，万一成了呢？我们这里这么多人，每人拿2次机会来试交答案，试错的机会次数是很可观的，不该省的时候就不用省了。算了，先度过第1晚再说吧。你们带食物了吗？我建议别吃岛民们给的东西，在晚上时尤其要注意。我带了，我也有一些。从这里返回借宿之地后，估计天也差不多要黑了，我们先在此分开吧。希望明天大家都还在哟。你少立些 flag 吧。姐姐、爸、哥哥，你们说他会趁机下药吗？这种事靠猜不行，待会儿你们别吃就好。各位久等了。鸡汤来了，还有其他配菜，稍等稍等啊。哎，你们吃啊？你们为什么不吃啊？姐姐，不管有没有下药都不吃，反正今天是要威胁他的，就不给这个面子了。哼，我妹妹她们从小到大被富养，山珍海味吃惯了，习惯不了农家乐，他们自己带着有食物，不用管他们，我们吃。哎，不吃就算了，我知道你们外来人疑心重，这也不是第一次了。哎，小易不来吃饭吗？我专门留了一份给他，他不喜欢外来人，待会儿在屋里吃就好。我能去看看他吗？不行，他不喜欢你们，我怕你们吓到他，他胆子很小。解毒大师没有发动过，看来反猜都是正常的。哎，你们不去神殿参拜祈福吗？再晚就来不及了。这个嘛，我在心里祈福就好了，就不过去了。我也是，心意已经到了。现神讲究个心诚则灵，位置不重要。你们这是拿自己的命在开玩笑！夜晚不祈福，迟早会出事的。既然你这么说了，那要不一起去？你也需要祈福吧？不用了。我们生活在这座岛上的人，本来就受到神灵的庇护，不需要专门去夜晚祈福。哎，祈福神灵又不会吃亏，就是多走几步路而已。一起吧，除非你不敢去。我胡说八道！需要祈福的从来只有你们外来人，我好心提醒你们，却不领情。既然如此，你们都给我滚出去！我的家不欢迎你们，给我滚！他急了，不过我都27%进化率了，让他推也推不动。你说这是你家就是你家了，土地是公共资源，属于大家。我还说空气是我的呢，你呼吸怎么不给我交钱啊？你无耻！是你自己霸道，还不让人说，你也挺无耻的。我猜晚上外面很危险吧？你着急把我们赶出去，是想我们死？你胡说八道！你们3个都是玩家吧？外来人果然不能信，满嘴谎言！哼，你们想住就住吧，反正不敬神，你们迟早会死。小姑娘，你什么意思？我想知道你们的祭祀活动是怎样进行的，祭品又是什么？我说过了，没有祭祀活动，祭祀什么的，这些都是你们外来人传出的谣言。
今天你不说出个1、2、3来，别想安全离开！怎么，你们还敢杀我不成？来啊，有种就碰我一下试试！来啊！我们确实现在不敢碰你，但你也别得意忘形。我告诉你，我哥哥可是D级玩家，还是人面兽心的变态，对付人的手段狠着呢。嘿嘿嘿嘿嘿嘿。就算在副本里头没办法奈何你，但等到副本结束，哼哼。在命运的洪流，有人赞运气如镜，每一颗积累，向着未知勇敢迈进。奇迹与危险交织成奇幻之旅，挑战极限，只为触碰那天际。都会向着幸运之点，永久为艰辛。每一次跨越，都是对命运的宣言。运气如火，点燃梦想照亮。前路远在极限，指点铸就永恒传奇，永不散。奇迹非偶然，努力有回馈，勇气与智慧交织成勇者之歌。每一步前行都是对未来的期许，在幸运之点证明自己是命运的主宰。你还有你的女儿啊，都别想活！你敢得罪我们，她迟早会把你们父女折磨致死的。你们3个神经病，根本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给我让开！你们这些不敬神的混账东西，迟早会死，迟早会死！他不上当，我们怎么办呀？他在害怕夜晚外出，至少我们的猜测正确。第4条规则确实是骗人的，晚上不能出去。要不我们去问问小易？他刚才开门时我瞥了眼，小易就在他房间，估计是早就防着我们了。不能问，又不能外出，看来今晚是得不到什么有效线索了。那我们去2楼的房间睡觉。2楼是他推荐给我们的，说不定有陷阱，最好别去。猜测这个没意义，这个副本明显开启不止1次了。岛民们若是想坑玩家，肯定已经把损招都研究透了，说不定待在客厅里也有陷阱。反正我们已经和李文栋闹翻脸了，不如就做得更绝一点，直接闯进他房间，给他当守夜人，如何？好主意。别偷听了。我们来守夜喽！你们这帮混蛋，快给我滚出去！有什么声音吗？听不清啊。混蛋呐！你们要不要脸？滚！快滚！世子别怕，芝麻开门作为防御性道具，不算攻击岛民。他再怎么攻击都碰不到我们的。不是的，是他骂的有点难听。好啊，这可是你们逼我的，这下谁也别想好。解毒大师生效了，熏香有毒，得提醒他们。爸爸，你不能这么做！小易，停手吧！你给我趴开！你不想活，老子还想活！把道具收起来吧。好。得保护小易，但抢夺可能会被算作攻击，怎么办？
什么？已放入储备空间。把熏香还给我！没了，你搜吧。没有，这里也没有。为什么要反抗？你们为什么要反抗？你们为什么不肯乖乖去死？为什么？爸爸，你以前不是这样的，爸爸。道神这个混蛋，还神灵，我神你个头啊！爸爸，不能骂，不能！滚！你这个不中用的东西！你干什么？要真关心这个不中用的东西，你刚才怎么不乖乖去死？假仁假义，一群伪善者，光盯着我有什么用啊？有种来打我呀！来呀！你不用引诱我们出手，我们是不会违背规则的。可恶啊！你们外来的人也好，那个天上的岛神也好，都是狗屎！狗屎！哦，你辱骂神灵，不怕出事儿？狗屁神灵，就是个怪物而已。要不是没有力量，我恨不得现在就去弄死他。怪物，你们先出去吧，我私人找他谈谈。记住，别偷听。狗屎，都是狗屎！其实你不用装的那么狠。你这是什么意思？看来是我猜对了，可怜天下父母心啊！你是怎么看出来的？你之前明明那么敬畏岛神，却在计划失败后的第一时间开始辱骂神灵，这很不正常。我估计我们这些外来人就是祭品，你打算晚上用那根熏香毒晕我们后，把我们献祭给岛神，而献祭一旦失败，你和小易就会反过来被岛神攻击，届时必死一人。所以计划失败后，你立马开始辱骂岛神。你是想通过这种方式吸引岛神注意力，让他来杀你，从而放过你的女儿。我猜的对不对？猜对了。若是不完成祭祀，我和小易一定会死一个。你骂了岛神，反正都死定了，不如把你知道的情报都告诉我，做做最后的贡献，如何？哼，开个玩笑，现在还没到绝望的时候呢。啊？什么意思？B级玩家可以在副本结束后决定自身去留，这一点你应该知道吧？你是说你愿意带我和小易出去？我不是 D 级玩家，但我有个 D 级玩家朋友，也在这个副本里。如果你配合我，我可以帮你。反正副本结束后，我带你们出去也是顺手的事。在凌云的洪流，有人赞云清静。每一颗积累，向着未知勇敢迈进。奇迹与危险交织成奇幻之旅，挑战极限，只为触碰那天际。轮回，向着幸运之巅，永久为艰辛。每一次跨越，都是对命运的宣言。运气如火，点燃梦想照亮。前路远在极限，指点铸就永恒传奇。永不散，奇迹非偶然，努力有回馈。勇气与智慧交织成勇者之歌。每一步前行都是对未来的期许，在心田之巅证明自己是命运的主宰。当然，前提是岛神不会阻止岛民被带离祭祀岛的行为。如果他阻止了，
我那个朋友可能会直接丢下你们，独自逃跑，这点你们得清楚。这样足够了。如果我死了，小易那孩子，他一个人是活不下来的。如果他真的不爱女儿，就不会牺牲自己保护女儿。但如果他真的爱女儿，之前的行为又太强了。说到小易，你好像在刻意惹他讨厌你啊！你的观察力真的很敏锐。这座岛上的人必须不断的害人，否则就活不下去。我们是4年前移民过来的，那个时候我一家老小都还活着，都对即将到来的安宁生活无比期盼。但住下来的第2天，就有岛上的人过来告诉我，每当有外来人到来时，我们必须招待他们借宿，欺骗他们有第4条规则存在，如果他们没有上当，我们就得趁他们夜晚睡着后，用岛神赐予的熏香毒晕他们，把他们从窗户丢到屋子外面。一开始我们是反对的，然后我的小妹就失踪了，像是人间蒸发了一般。我们一家人找遍了整座城镇，也没有发现她的踪迹。就算她被害死了，总得有个尸体吧，可我们连尸体也找不到。半年后，有外来人抵达了，我们依旧坚定不做那丧尽天良的事儿，直接拒绝收留玩家借宿。第2天，我弟弟也消失了，然后是我爸、我妈都没了，他们都没了，只剩下我和我老婆、我弟媳还有小易活了下来。弟媳精神已经濒临崩溃，发疯的朝城镇外跑，想跑出这座岛。结果他被丛林里的怪物拖走，被撕成了好几块。这些人就是我们的囚牢啊！哼，可笑，我们移民过来前根本不知道这些，在虚假的宣传下，还打算把他们当特殊景点去观赏一番。喝一口缓缓吧。谢了，有好几年没尝过这味儿了。上一次外来人到来是在3个月前，我知道这次该轮到我们了。但我老婆不忍小易消失，于是她用熏香害了人。没想到那3名玩家还有一个同伴活着，是地级玩家，他找上了我们。我至今记得他那双瞪着我的充满仇恨的双眼。他杀了我的老婆，对方恩怨分得很清，放过了我和小易，便离开了小岛。幼童无辜，我不杀你。目睹一切的小易，自那以后就沉默寡言起来。曾经的他乐观活泼，直到母亲在他眼前被人杀害，他一定很内疚。所以你不想小易再度陷入内疚，一直暗示他你要自保，要为了自保去害人，而不是为了他。李文栋是打算通过行动来加强对小易的暗示，将罪恶归于自己，从而减少女儿的愧疚。是啊，我在让他讨厌我。小易太小了，这种事情他承受不住第3次的。那些晚上去神殿的人，以及被熏香迷晕丢出屋子的人，他们最后怎么样了？消失了，就跟没完成祭祀的我们一样。夜晚，凡是离开了屋子的人都消失了。除了祭祀外，还有其他危险吗？有。第2天天一亮，城镇外的怪物就会进城来杀你们外来人，攻击早中晚各一次，这是第2天的危险。第3天会有玩家出来杀人，他们专挑别的玩家下手。这些杀人玩家好像是突然冒出来的，在前2天根本不曾出现过。杀人玩家，你的情报很有用，我们的交易成立，我可以带你们离开这座岛。没完成祭祀的岛民家里会随机消失1人，有什么具体的规律吗？比如消失时间、消失方式之类的。时间、地点都没有任何规律，我们也没直接看到过消失现场。也就是说，随时都有可能消失？是的，只要天一亮，随时都有可能。你和那2个小姑娘都是不错的人，你们之前威胁我时是在故意装得很凶残吧？接触了这么多外来人，我其实差不多能看出来的。别担心了，我刚才辱骂过岛神，明天即便天一亮就消失，那也是我消失。万幸小易能活下来，你们保护好他，带走他就好。我的话，听天由命吧。怪物天一亮，
就会袭击城镇吗？是的。你们岛民能跟我们外来人一起前往我们的世界吗？不行，以前有人试过，行不通的。那就等明天一早驱赶完怪物后，我们直接去海边试试，看能否让我朋友带你们出去，从海洋离开，然后找个相对安全的地方安顿下来。先度过今晚吧。第一天是祭祀危险，敌人是岛民，岛民们被岛神威胁，不得不去用阴招献祭外来人，而被献祭的人估计会成为岛神和吃人玩家二代们的盛宴餐品。第二天是怪物危险，怪物来削弱3家副本玩家的实力，方便玩家二代们在第3天狩猎我们。第3天不出意外的话，就是源自同为玩家的狩猎危险，吃人玩家二代们就会出来猎杀我们。在命运的洪流，有人赞运气如镜，每一个积累，向着未知勇敢迈进。奇迹与危险交织成奇幻之旅，挑战极限，只为触碰那天际。都会向着幸运之巅，永久为艰辛。每一次跨越，都是对命运的宣言。运气如火，点燃梦想照亮。前路远在极限，注定铸就永恒传奇，永不散。奇迹对偶然，努力有回馈，勇气与智慧交织成勇者之歌。每一步前行都是对未来的期许，在幸运之巅证明自己是命运的主宰。吃人玩家二代就是我给这些隐藏玩家起的名字，一群无视岛民生命，躲在暗处以死为乐的家伙们。至于岛神为什么要威胁岛民来害人，可能是他受限于1级副本的规则，无法直接出手，只能通过这种间接的方式。天亮后就把真相告诉杜若，看看他能否带着李文栋父女离开岛屿，越过海洋，前往岛外世界吧。您已经达成任务条件之一，可自主选择是否立刻通关。我还是先等等吧。只达成任务条件之一就通关的话，想必副本评价不会太高。怎么样了？有什么线索？通关了。啊！刚才谢谢你了，小叶。你解开真相了？爸爸！啊，解开了。李文栋提供了一些情报，拼图凑齐了，你们也试试看。居然真的就这样通关了，那我们接下来做什么？待满3天，达成任务条件之一，可以随时选择通关副本离开，算是多了道安全保障。既然退路有了，不妨挑战一下更高的副本评价，达成双条件，肯定比单条件的评价要高，奖励更丰厚。哦，富贵险中求吗？那小易他们该怎么办？他们没有完成祭祀，会死一个人的。放心，我已经承诺带他们父女离开这座岛了，这也算是李文栋提供情报的报酬。请身为地级的杜若帮忙，用真相和他做交易。如果他那边也推测出真相了，那就算我欠他个人情好了。现在就等着第2天的清晨来临吧。怪物从北门那边冲过来了，做好战斗准备。我们去杜若那里汇合。特使局的人相隔都不远，他们这会儿估计也在汇合。好，都出来吧！你们也跟过来吧。
我们岛上的原住民不会被怪物攻击，你们不需要保护我们。等驱赶完怪物，我们一起去岛屿边缘位置，看看能否出去。好吧，我们走，小易。小心！我来，找死！这秒杀了！继续往前走，保持警惕。好。他竟然这么厉害！多谢老大。继续防守，不要掉以轻心。你们帮忙清理一下漏网之鱼，保护好李文东和小易。好。久等了，来了就好。我先打扫战场。要不是知道你底细，我都认为你是 C 级玩家了。怪物逃走了。怪物竟然是沿着正常路径撤退的，甚至没有破坏建筑，感觉跟遴选副本里的怪物定时行动休息的规则很像。岛神难道是利用了这种手段吗？辛苦了，你找到真相了？找到了。我把副本真相告诉你吧，你自己分析。不过作为交换，你得答应帮我一个忙。范潇这小子居然要我帮忙，不过他应该不会故意坑我吧？说吧，想必你也不会给我出什么太难的题。等你得到答案，通过副本，你得帮我把一对妇女带离这座岛，帮他们在004世界分区找个安稳的地方安顿下来。安顿，这可有点难度啊！想在这个世界安顿下来，可不简单。还好，我上回在004分区调查情报时，得知了一个人类玩家组建并统治的一个安全区。去那里的话，花点游戏币贿赂贿赂，安顿下来应该没问题。不过我得提醒你啊，擅自把岛民带走，有可能会遭遇到岛神的强烈阻拦。我知道，若是岛神阻拦，我会挡住的。不过我的方法还没验证过，停留在猜测阶段，不一定管用。万一没用的话，你就自己逃跑吧。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没问题。全员集合。接下来我来告诉你们通关答案。真的成功了！吴谦，你在战斗中受伤比较多，先结束副本，回去疗伤，顺便把这件事报告给总部。好，你们几个跟着我，试着寻找下岛神和那些玩家二代们的藏身之地，尽可能搜集副本情报。好，范儿。快下来！就不能取点正常名字？别管了，个人爱好。怎么了？出事了！李文东父女不见了。什么？两人都不见了？是的，之前刚开始战斗的时候，他们就在我和之子身后。等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到战斗上，回过神后，他们已经不见了。看来应该是岛神出手了。可不对啊，没完成祭祀不是只会抓一个人吗？没道理两个人都消失了。只抓一个人，这只是岛神自己给岛民们制定的规则，而不是副本的游戏规则。它毫无可信度，也无约束力。实际上，辱骂岛神都不一定是规则的条件。可恶！岛民的生死完全看岛神的喜好，很可能只是为了方便管理岛民而固定了抓人的条件。有剑，先找到消失的前后发生了什么。先别着急。啊？
他们刚刚才被抓，只要能找到隐藏地点，我们就有把人营救回来的可能。隐藏地点会在哪儿呢？李文栋和小易之前进屋没？没有，他们一直在我和栀子身后。我害怕他们被落单的怪物盯上，还专门提醒过他们别过去。外面，之前说夜晚离开房屋的人也会消失，共同点是外面。外面和房屋里有什么不同？难道是房屋安全是墙壁，还是天花板，又或是地板？对，是地面。地面？地面吗？你是说地下有问题？不知道，但可以赌一把。他们就是在这附近消失的。如果真有问题，应该就在我们脚下。无尘之盾，果然，地板下面不是泥土，就是那里。呵，好，欢声笑语，谈笑风生，是玩家2代吗？而另一边的是，妇女应该还活着，在那里。和我预想的一样，消失的岛民以及享乐的玩家2代，老山暂时还没现身。不好！被发现了，在不确定岛神身份的情况下，不能打草惊蛇。竟然闯进来了！你怎么敢的呀？第一反应是害怕与躲闪，这2个人应该不是岛神。这里是？那是这几个都是玩家2代，先动手干掉他们！岛神，快救我们！快呀，他们要过来了！你们这些低贱的家伙，不准过来！追！好。这就是岛神。岛神怎么会是这副样子？不应该是吃人玩家吗？有些吃人玩家如果不收敛自己的食欲，遴选副本后，如果继续摄入其他生物基因，一旦出现意外，不是没有变成怪物的可能。只要能保持意识清醒，不彻底成为没有理智的怪物，应该也能算是玩家。什么？在副本里岛神被限制了，别管他，先救岛民。是老大。没错，如果没有限制，岛神刚刚就能使用道具，或者直接攻击我们。岛神，快出手啊！岛神，你在干什么呀？岛神，遗言说完了，完了，不好，完了！我说完了，就去死吧！这种渣子，全下地狱去吧！暗之弓，什么人？李强，我的剑士有破甲属性，却没能破盾，说明这件道具至少是地级。一级玩家拿着地级道具，该说不愧是玩家2代吧？地级防御道具，上方以防御。什么？玩家2代这边交给我们，你们先救人。好。虽然叫上范七七，应该能秒杀他们，但七七是我的底牌，不能随便用。安心，不要攻击岛神。岛神受到副本限制，不能直接攻击，但想必还没到被打了又无法还手的程度。好险，很有可能我们攻击岛神后，岛神就能反击我们了。队长，啊？王鹏在这里。好，吴彦青，你先带着王鹏，看看能不能带他一起通关。栀子，我知道，找到了。先让他们醒来，方便带他们离开。你们效率太慢了，让开！平血的耳环可以在50秒内任意操控血液，而血液能带起的重量和我自身能举起的重量。虽然接近一起攻击的重量，有些机灵，这方法可行。不好，他需要朱若，试着用现实攻击玩家2代，分散岛神的注意力。好，你负责救人，我们拖延时间。暗之弓，岛神。
终于吸引到注意力了，不能试图重生，否则会被岛神攻击。质子，快用毒！好，剧毒大师。那是什么？过来了！住手！老三啊，死也要来个颠飞的！小心，手忙脚乱，绝对角度枪。不受控制了，我不行了。喂，坚持住啊！喂，可恶！捡到了！啊！还差最后一个，救我！我还不想死，不想死啊！这样就完全没法攻击到了。先撤退！你是玩家，应该能听懂我们的话吧？堵洞口，保护人，这2件事，你恐怕只有精力做1件。你确定还要纠缠不休吗？他说的没错，你现在只有精力做1件事，而且我们全都解开了副本真相，逼急了，大不了直接通关走人。你留不住我们，何必做无用功？先上去，我有办法脱身。好。如果你刚才彻底发飙，全力阻拦我，即便我有同伴干扰你，想必我转移那些晕倒的人也不会那么顺利。留手，对吧？让我猜猜原因啊。即便我把他们都送出去了，只要你愿意，随时都可以把他们再次吞进来，对不对？可惜我会把他们送到房子里去，你想吞也吞不了。当然，这只能解一时之急，岛民不可能永远待在房子里不出来。不过，我从刚进入这里就在观察，无论是昏迷的人山，还是玩家2代们活动的区域，无一不是围绕着这根中柱而存在。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应该掌握着一件大范围影响型道具，可以干涉城镇的土地，把人吞掉，然后送到这处地下空间来。是不是毁掉这根立柱，你就再无法把人吞到这里来了？猜对了，信，就是现在，在动手。好，来玩吧，在这里啊！这就是高级玩家的攻击吗？无产之盾完全防不住啊！想到内脏了，要不是范琪琪飞过来接住我，我会直接掉到海里。他离开立柱了。好强的水压，还好无产之盾能抵消一些压力。这不对劲儿啊！难道是岛神的高级道具？若是换成人类玩家，脑袋被这么来一下，铁定当场毙命。七七面对大型怪物，威力还是太差了。亦或是射程影响了攻击，我这脑洞没能伤害到岛神大脑的中心位置，起不到致命作用。范萧，大怪物好经玩啊，好有趣。我想慢慢的、一点一点的撕开它。攻击机会只有1次，岛神现在意识到了危险，绝不会再让我靠近。血液无法融进岛神的血管中，看来 B 级道具确实无法伤害高级玩家。
既然杀不了岛神，就恶心一下他。范琪琪是概念攻击能力，那概念上破坏道具应该也能成吧？终于被砍出裂纹了！再来，再来！你们在干什么？快住手！好硬啊！砍这么久才坏，不好玩。七七，召唤时间还剩20秒，差不多了。想逃！岛神发怒了，快走！魏萧到底对岛神做了什么？下午弄得那个怪物那么愤怒，导致整座城镇都在震动。是范萧，他终于出来了。如果岛神追出来了，提前通关副本离开；没出来的话，我就继续待在这里，直等到第3天结束。哎，怎么下雨了？那是什么？好恐怖的范围！哇，雨变大了，快回屋子！以岛神之前的自愈能力来看，现在他应该早已恢复，却没有追出来。看来那家伙没办法追出地面杀人。七七，你去休息吧。知道了。你做了什么？怎么这么大动静？想试试能不能干掉岛神，结果如你们所见。你不是1级玩家吗？到底哪来的自信啊？啊，范萧，你受伤了，好像伤到了内脏。来，我帮你治疗一下。谢了，感觉好多了。那太好了。哦，对了，副本期间岛神好像不能离开地下空间。我明明激怒了他，又破坏了他珍惜的道具，他竟然都没追出地面来杀我。什么？总之，这个副本应该没危险了，只剩下一些怪物，影响不大。也就是说，借不借宿都无所谓了。理论上是这样。那个，怎么了？啊？有没有可能是这岛神故意迷惑我们呢？我们一违背规则，他就可以出来攻击我们了。是有这种可能，所以规则还是老老实实遵守吧。若是发生了什么意外，就立刻通关副本离开，不要贪恋获得高评价。是，吴谦和王鹏已经通关回去了。范萧，这次多谢了，要不是你，随机副本不会这么顺利。我们现在就去海边。不，第3天再去吧。虽然这个副本没危险了，但我们还是保险一点吧。没问题，我也推荐等副本完全关闭了再走。那个时候啊，副本和外面的世界就会重新连通，更容易送人出去。话说，我从地底救出的岛民怎么样了？放心，他们很安全。喏，他们都在这里。如果你方便的话，这群人能带上的就都带上吧，不用考虑后续安顿问题，带出去就行。后续安顿问题我来处理。当然可以啊，不过被你送回来的岛民并不都是好人。经过审问，其中很多岛民都承认使用过熏香害人，只不过没成功才被岛神抓走的。在这座岛上，哪还分什么好人和坏人？真正坏的只有岛神。至于他们，不过是一群没得选择的可怜虫罢了。放心吧，看不惯这种事的可不止你一个人啊！做这种事能恶心到岛神，我求之不得呢。哎，说到恶心岛神，我们去把岛上的怪物全部干掉如何？算我一个。我也去，我也去。那就一起吧，赶在天黑前回来就好。不过我自己还有点事情要办，你们稍等我一会儿。玩家海报请注意，第1级道具上位者的面具和敌级道具无尘之盾具备共融性，可消耗1万游戏币将2件道具融合为1件道具。融合道具？是否融合？没想到干掉1级玩家能收获地级道具，
玩家2代还真是富有啊！一级道具上位者的面具，系统说明加载中。传闻卡尔城有位老板，有一张不怒自威的脸。与他对视后的打工人，不仅升职加薪的念头瞬间灰飞烟灭，连摸鱼的勇气都荡然无存。因为这压力不只是心理上的，还有物理上的。佩戴面具者以自身为中心，制造半径10米的射出力场，靠近面具越近，感受到的重力就越强。不知道这2件地级能合成什么新东西？柔合完成，无尘之盾，新增效果，可在半径5米范围内灵活操控斥力。无尘之盾效果强化斥力强度，增加了50%。范围内操控，也就是说，脚底把喷气就能原地升天，后背推一把就能自由飞翔。完美！嘿，大家，我回来了。怎么样？这出场方式够不够拉风？所以你特意飞一圈回来，是为了显摆这个？可是范大哥，你会飞这件事，我们早就知道了。No no no， 此非非彼非也。您老下次起飞前能不能看看场合啊？您这人形自走开饭铃一响，方圆10里的怪物都以为开席了。全员警戒，听着动静，数量可不少。收到。还有5分钟副本就结束了，届时岛神没了出手限制，难保不会追杀过来。你确定你真有办法拦下狂怒的岛神？答案我早就展露过了，这就是我的底牌。车票？哦，原来是这样。一旦副本结束，就可以用车票再次开启副本，这样岛神就又会被副本规则限制住。所以按约定，该你出手了。没问题。1级副本祭祀岛正式结束。我们先走了。玩家兔子副本评价 C， 回见。玩家海豹副本评价 A， 一路顺风。1级道具自适应龟甲立场。难怪杜若之前不愿透露道具具体名称，乌龟壳什么的，确实有损形象。姐姐，姐姐再见，我会想你们的。再见，小易。玩家东方智子副本评价 C， 玩家人偶副本评价 B。范大哥，回见啦。回见。神，副本开启。副本祭祀塔开启。小岛恢复平静了，还是范萧那小子有办法。太好了，这是在做梦吗？小易，我们自由了。哎，自由。爸爸，我们自由了。看来把岛民全部带走，着实把这个怪物气得不轻。可惜啊，你现在拿我毫无办法。可悲的是，就算带走了这批岛民，迟早还有新的倒霉蛋被忽悠进来，开始下一轮循环。任何人就是这个事，或者说这个该死的副本本身。我确实没法干涉副本，但怎么干掉岛神，我还真有点思路。当人力不足时，超能力就是贯穿阻碍的利刃。在被卷入随机副本前，我攒下了差不多8天的运气。8天的运气，恐怕是制造不出岛神死亡这种因果的。好钢得用在刀刃上，必须找一个突破点，找一件最合适的事来许愿。已累积幸运值1200点。祭祀岛这个副本会随机卷人，这意味着不确定。希望这次副本能随机空投几个秩序阵营的高级玩家进来。8天的运气，能不能出街？听天由命吧。希望这一次我能足够幸运。
7个了，7个了，全是车票玩家。脸黑如我，许愿果然又沉船了吗？哎，算了算了，非洲人认命，世上不平事多了去了，我还都能管得过来。咸鱼要有咸鱼的觉悟。祭祀岛副本已开启。提示： 1. 天黑前必须选好借宿人家。2. 每位岛民家里最多只能入住3位客人。3. 不得攻击岛民，违反规则会受到岛神严厉惩罚。副本任务：存活3天。规则没变，但我已经知晓了真相，相当于是带着真相进副本。估计无法再使用解密的通关条件了，那么只能待满3天通关。但城镇里已经没有岛民，我该找谁借宿呢？既然规则这样写了，那么只能住空房了。我的第6感不会错的，这个小女孩极度危险。糟了，被锁定了。还好还好，她好像不是很在意我。现在应该马上跑。这距离应该安全了吧？警告！警告！警告！啊？怎么了？这感觉比刚才还早，要出大事了。祭祀岛副本空间正在崩溃，所有玩家默认完成副本任务，强制转移开启。怎么回事？这他喵的又是什么情况？不！怎么回事？祭祀岛炸了！离爆炸中心太近了，到现在都还在耳鸣，得尽快恢复一下。他们是之前进入祭祀岛的车票玩家。你们也是因为副本受到重伤的吗？是啊，你也是吗？我们刚接到副本任务，就通关了。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鬼知道啊，这不是浪费我的车票吗？成功混入了，也不算浪费吧，可以往好的方面想。这次我们非常轻松的通关了，白捡了一回奖励。1级评价给的奖励有个什么用啊？就给1张车票、1瓶净化药剂、1点游戏币，那也太少了吧？那个小女孩似乎不在，希望不要出什么意外吧。玩家海报间接促成了祭祀岛副本的毁灭，此次副本评价1级。净化游戏竟然还能检测到使用超能力造成的间接影响，按理说副本毁灭算是损毁游戏的财产了，不应该还能提升副本评价。除非净化游戏更偏向手续的一方，本身也很排斥祭祀岛这类的歪门邪道。以后遇到类似的副本，可以试着去破坏一下，说不定一直没刷出过的 S 级评价就会出现了。啊，你状态看起来没那么差呀。没有，我就是太吃惊了。还好这次评价提升到 B 了，按照这个趋势，再来一次 A， 我应该就能升级到 D 级玩家了。对了，在被转移出来之前，我刚好在城镇外看到。啊，看到什么了？看到，副本整个炸了！什么？炸了？副本怎么会炸？你在开玩笑吧？别问我，我也想知道原因啊！啊，车来了！唉，算了，总之先上车吧。那个小女孩直到现在都没有出现在车站，想必是没有要过来的意思，应该算是安全了。已经连续4天没睡觉了，中间又召唤了2次饭机器，精神上已经相当疲乏，急需休息来恢复一些精力了。
可惜不能真睡着。坐过站不说，列车上也不是绝对安全的。七夕已经是个成熟的工具天使了，要是能主动帮我预警，遇到危险了自己跳出来保护我，就更好了。各位玩家请注意，列车插播一条悬赏。又是针对超级玩家的悬赏广播，这么久了还在播，估计是一直没抓到人吧。超级玩家是 S 级玩家吗？超级玩家确实是 S 级玩家，但 S 级玩家并不等同于超级玩家。S 级玩家只有满足了3个条件后，才会被游戏认可为超级玩家。条件分别是：进化率达到100%，拥有 S 级道具，拥有 S 级副本。3种条件。拥有 S 级道具，我做个1级副本就能得到1级道具。S 级玩家拥有 S 级道具，这应该很简单吧？具体情况我也不清楚，只是听说 S 级道具很难通过正常途径获得，基本上所有高级玩家都在争抢。没想到还能意外得知 S 级玩家和 S 级道具的情报，还是有点收获的。并不是每一位刺客都值得我亲自找过来。希望你有这个价值。是他是怎么进来的？杀戮天使！哇，范潇，她好漂亮啊，我好喜欢她。你的精神刚才波动了一下，是在使用天赋吗？不过无所谓。去。动不了了，先下手为强。七夕，动手！啊！终于可以出手了。失败了，我没法摄影进在体内。既然如此，那你再试试我这一招。居然能伤到我，你好像很有趣。动不了了，那我就实体化解除，再度实体化。范潇，他好强啊，我好像打不过他，要不我们逃吧。范潇，你什么时候吃那么重啊？糟了！敬畏生命者才能审判生命，这就是我等的生命法庭。生命法庭？恭喜你合格了。能动了？等等，他的意思是，他是来自生命法庭的。还好，以目前的状况来看，对方对我应该没有敌意。既然不是敌人，就没必要结仇。七夕，你先别急。是灭国。根据广播的信息，与生命法庭有关，且不久前来到了G08节点的高级玩家就只有灭国，而刚好眼前这位少女实力强得不像话，很明显是高级玩家。我不喜欢这个称呼，你的天赋很厉害，通过考核想必没什么问题，我允许你提前叫我一声老师。你也是刺客职业？真的能有刺客直接把整个副本给弄炸的吗？而且还是蘑菇云啊！怎么，我是刺客让你觉得很奇怪？每位刺客玩家都有自己的风格，不要局限在定式思维里。你找我的目的是为了替组织招揽成员？这确实是目的之一，另一个目的，我想看看是什么原因导致我被卷入了1级副本。正常来说，这种事情发生的概率很小。估计是刚好倒霉了吧。那就当是这样吧。有疑惑了，就去这个副本看看。你得到了徽章认可，具备了加入我们的资格，当然只是资格而已。想要成为正式成员，你还得完成一道刺杀考验。刺杀考验？等你成为D级玩家后，就来001区的罗曼城找我。再会。时间到了，我先走了。这次一点也不好玩。被一个可怕的家伙盯上了。总算回来了。克氏局应该能通过眼线知道，就不报告了。
先在车里补个觉吧。生命法庭这种等级的玩家组织，怎么想都不会求着我一个1级玩家来加入。灭国，但少女离开时是祭司命令的，让我去曼罗城找她。或许是看见七夕后对我产生了重视吧。能看见范七夕的玩家，他是我见过的第一个，而且还能无视时空列车的规则，甚至列车上的守卫都没有反应。难不成是怂了？灭国似乎是看出了我有些异常本事，那是不是说我能在这张车票对应的副本里找到一些疑惑的答案？唉，算了，既然抵抗不了，那就躺下享受。唉，等成为地级玩家就去看看吧。至于现在，先睡大觉。喂，有事吗，白痴？接通了。你打电话难道不指望人接？不是，姐姐说你通关需要3天，但副本和我们这里在时间流速上有差异。我在想你是不是已经回来了，就打电话确认一下。没想到一下就拨通了。我现在跟姐姐还在安城，我们什么时候见面？我还得接受你的雇佣。发个定位给我，我来找你们。这次进入副本后，现实时间过了3天，果然每次流速都不一样。祭祀岛副本奖励发送中，趁这个时间整理一下道具吧。玩家本身持有的车票越多，完成副本后给的车票就越少。虽然我已经有很多1级车票了，而且一旦升到D级就作废，但多来点也好啊，万一特使局能回收呢？第一瓶从27%升到29%，第二瓶还是29%，恐怕1级进化药剂的上限就是这儿了。再往上得用D级药剂，还是看看新道具吧。1级道具牛顿的苹果，详细信息如下。牛顿的苹果，下一个。D级道具初庸刻印，详细信息如下。血液相关的D级道具。D级道具初庸刻印和D级道具平写的耳环具备共融性，可花费1万游戏币将2件道具融合为1件道具，是否融合？真是运气来了，挡也挡不住啊！嘿，当然要融合。融合完成，恭喜您获得新道具 D 级道具血族。居然两者效果都保留，看来这2件道具的共融性很高啊，而且还保留了被动效果的能力，跟解毒大师一样，只要喊一次就行。要是所有道具都这样就好了，要喊道具名不光羞耻，还容易错失先机。这个苹果，哎，算了，先留着吧，增加灵感，万一有用呢？舒服了。现在可以说说你后来把岛神怎么样了吗？你好像很笃定我会搞事啊。不然呢？虽然确实搞了，结果就是岛神已经被彻底消灭了。祭祀岛那个地方，以后也不会再有人过去了。什么？你做了什么？连移民问题都被解决了，太厉害了！怎么做到的？这是秘密哦。啊，对了，特事局的人后面没有找你们吗？出副本后，吴延青上报了情况，特事局来了一队人，我们被一同带去蓝城分部做了一些记录。后来吴延青邀请我们加入特事局，姐姐以先考虑为由推脱了。那个范潇，你觉得我们是加入好还是不加入好？有好有坏吧。啊？怎么说呢？加入特事局好处就是资源丰厚，情报充足，能得到更好的发展空间，甚至家人也能得到特事局的庇护，在现实世界生活得更安稳，比当孤狼玩家要好得多。坏处就是危险系数很高，发生了事件得顶上去，就跟这次随机副本一样，权利和义务是对等的。非要我给出个建议的话，我自然是建议你们加入。毕竟有些时候，我们也不能光从利益角度出发，也要考虑一下信仰，或者说信念。什么信仰信念？你说的跟没说一样。那范潇你呢？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加入？我现在可算是半个特事局的人，你们难道没发现
我一直在和他们合作吗？而且这样挺好的，我自由惯了。说到特事局，杜若回来了没？不知道哎，我们离开特事局分部后，就没和吴延清联系了。那我打个电话问问。Sorry, the number you dialed does not exist. 啊，看来还没回来，估计还得等一段时间。毕竟带人出去容易，但安顿人可不容易。那范萧，我们什么时候开始啊？就是你在副本里说过的要雇佣我的事情。你们急不急去做副本任务？不急，刚从祭祀岛出来，先缓一缓。那就等3天。3天时间应该足够验证陆白芝的运气对我是否有作用了。现在就开启攒运能力试试看吧。至于后续，等放松完升到D级玩家再考虑。狮子你不做后座吗？范萧在雇佣我帮忙，我觉得坐近一些可能比较好。狮子该不会在想什么有的没的吧？但是看他表情不像啊。算了算了，相信栀子。我们先去吃午饭吧，火锅怎么样？吃火锅？大中午吃火锅，出来后一身都是火锅味儿。你的衣服是道具，又不会脏，怕什么？白质的话，一会儿吃完饭，顺便去买点新衣服吧，再去我家洗个澡就没味道了。而且我的主要目的不是吃饭，是实验。我得验证有陆白芝跟着时，我还会不会倒霉。比如吃火锅突然呛着了，辣到嗓子眼儿，或者夹菜的时候溅到衣服上之类的。你可真够拼的。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发生什么意外，没有突然降临的副本，也没有被辣子呛到的小事发生。都创造出这种倒霉条件了，开着超能力时却没遇到倒霉事，真不容易啊！当然，仅仅1次成功还无法完全证明我的猜测，还需要多测试几次。即便测试成功了，还存在一个极限的问题。陆白芝的运气让他开出了 C 级天赋，说明他的运气是有上限的。他究竟能保护我多少天不受霉运困扰呢？不过极限测试不着急，可以推迟到我成为D级玩家之后。先好好疯玩一阵，缓解我们在副本里累积的疲劳和压力吧。哇，真是没看出来，你做饭竟然这么好吃。姐姐也这么觉得吗？范萧，你以后的女朋友肯定有口福了。那我就谢谢你们的夸奖了。要是我能天天吃到就好了。不是，我的意思是范萧你好厉害，好像所有的事情你都会做一样。行了，别解释了，你这种解释只会越抹越黑。哎，话说，我们什么时候去副本？明天早上吧，毕竟不知道要在副本里待几天，养足精神后一早出发最好。现在是下午1点半，那接下来我们做什么？实验已经做完了，剩下的时间我们找个地方好好玩一下，放松一下。不是为了实验故意去体验极限项目，而是真正的玩。没想到范萧你连开船都会。这有什么？小时候我爸在某个岛上教我的。屁！能说说你是怎么发现你的运气是能控制的吗？你还惦记着这件事呢？我就是个普通人，只是爱研究一些稀奇古怪的课题罢了。运气是其中之一，没你想的那么神秘。白质可比我要神秘多了。啊，没有啦，我也不是从小就这样的。哦，你的运气不是与生俱来的？不是的，我以前跟大家一样，运气很普通的，甚至可以说有点倒霉。比如小时候和姐姐玩猜拳，老是输。
又比如买干脆面收集卡片，姐姐400包左右就集齐了，我差不多要1000包。还有，白芝小时候有点胖，经常被班里的男生骂她是胖妞，欺负她。啊，姐姐！那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变得好运的？应该是在9年前，从那时候开始，我就没被什么人欺负过了，运气也变得比姐姐好了。9年前，我念一念下楼梯撞到了脑子，回想起了关于姐姐的模糊记忆。陆白芝和我的情况似乎没有什么关联，但又都跟运气相关，会有什么关系吗？那我能看看你小时候的照片吗？虽然之前就检索过记忆，没有发现陆白芝以前和我认识的情况，不过现在得到了新的情报，也许得重新审视一下了。这个一定要看吗？我手机里没留照片，相册都在家里。要不以后再说吧。没关系，我手机里有老照片。姐姐，你可真够主动的，我都说我没什么秘密分享给你了。看个照片而已，哪有那么多算计啊？哼，确实是个小胖妞啊。那个，请不要笑话我。怎么会啊？挺可爱的。那些欺负过陆白芝的小男孩，看到他现在的模样，估计肠子都要悔青了吧。不管是现在的样子还是小时候的样子，都在记忆中搜寻不到。难道真的没有关联吗？对了，你们小时候有没有来过安城？来安城？我们就是安城人，只不过家里生意做大之后，和亲戚产生了一些矛盾，之后就搬到海城去了。你们也是安城的？是啊，我和姐姐都是在这边读的小学，只不过好多年没回来过了，对这里已经不熟悉了。以前住的房子也卖出去了。怎么样，想到什么了没？什么也没有，我就是好奇问问。太巧合了，都是安城的，人生都在9年前有所转折，还都跟运气这个概念有关。只可惜情报太少，没法分析出什么。以后再说吧。杜组长，你交上来的资料我已看过了，不过其他人还不知道具体情况，你先挑重要的点给大家讲一讲吧。情况是这样的，我们在追捕养殖组织的过程中，具体情况就是这样。此次被卷进随机副本后安全回来，甚至救助了一些人，还要多亏范潇的帮忙，或者说他起到了主要作用。你说的这位范潇是1级玩家对吧？你确定1级玩家能有这么厉害？杜若，你在我们组长中都是比较强的玩家了，你甚至还是比我们大多数人进入游戏晚的。好，连你这家伙都自愧不如的人，真的是一位1级玩家？你是想拉拢他吗？是的，李局。不过我问过他了，他暂时没有加入特事局的想法，只是说会和我们保持合作。我暂时还想不到能打动他的条件。道具、药剂这些他都不要，这未免也……我们特事局虽然道具多，药剂也多，但大多都是1级的。而范潇跟我一起经历过的副本，最终评价都是 A， 再加上他自己经历的其他副本，手上D级道具估计好几件了，根本不缺资源。什么？1级玩家通过副本，获得好几件D级道具？这难道是天生的玩家？我们有这么多的同胞，诞生出一些天才不足为奇。其实关于怎么拉拢他，我倒是有个主意，这也是我这次聚集你们开会的原因。加上这一次的祭祀岛随机副本已经出现过7次，频率随着进化游戏的不断加剧呈现上升趋势，已经牵连超过100位民众伤亡。之后的伤亡数量肯定会持续增加，我们必须采取措施了。还好随机副本并不是没有办法避免。安全区，我们要效仿其他世界分区的做法，建立属于我们的安全区。根据总局那边的情报，建立安全区需要幻想物质这种特殊材料，这种材料目前只在001世界分区获得。
但001世界分区只有地级玩家才能前往，所以获取幻想物质这项工作需要由你们来完成。幻想物质具体是什么？很遗憾，暂时不清楚，只知道有这种材料作为辅材建造出的安全区，才能从空间层面隔绝随机副本卷人，从而保护大家。不过你们放心，现在特使局已经初成规模，情报收集工作在稳步进行。获取更详细的情报后，我会第一时间通知你们。从现在开始，特使局持有的001分区的地级副本车票，你们都可以申请分配。大家都加把劲儿吧！只要打造出了安全区，我们就不会再受到随机副本的威胁。特使局成员的家人享有第一批入住安全区的名额。李局，你是说我能用安全区的名额去拉拢范潇吗？不，拉拢不是靠交易。陆组长，你的眼光要放得长远一些。拉拢靠的是持续的善意。既然他愿意和我们合作，说明他心里有国家。有时候缺的只是个契机而已。你调查下这位范潇同志的家人情报，根据具体人数给我上交一份申请上来，这算是特使局给予他此次帮忙的奖励。没问题，是我欠缺考虑了。李文栋妇女我已经安顿好了。啊，谢了。花了多少？3万游戏币。3万？你没趁机虚报吧？这都值3件1级道具了。你就是这么看我的？我可是把他们安顿到了安全区啊！安全区并非只是个名字，建造它的辅材里有幻想物质这种特殊材料，故而安全区可以隔绝随机副本卷人。我这么一说，你应该理解筑建安全区的名额的价值了吧？好吧，我之后转给你。不过，幻想物质是什么？果然好奇了。这个我也不清楚，目前只知道个名字，以及在001区有获取途径。你那边若是有什么情报了，可以提供给特使局，我们会视情报的价值给予一定的报酬。001区吗？我记下了。先说到这里吧。001区我迟早会去的，灭国还在等我呢，或许还能从他那里打听打听。等等，先别挂，我也有重要的事。你这次帮了我们很大的忙，特使局决定给予你特殊奖励。国家目前在筹备建立安全区的计划，一旦建成，你的家人将享有第一批入住资格。怎么样，这个奖励到位吧？啊，谢了，恩情我记下了。这下加入特使局的优势又多了一个，你们可以好好考虑一下。安全区还没建成呢，现在讨论这件事还为时过早。我打算等成为地级玩家之后，再考虑加入特使局的问题。我和姐姐一样。也好，那就成为地级玩家后再说吧。走吧，我们在外面吃顿饭，然后休息一晚，养足精力，明早进赴。是杜若还有什么事吗？是妈呀，妈。范潇，我今天打电话到你公司去了，他们说你早就辞职了，怎么回事啊？嗨，甲方太难伺候，就辞了。你为什么要骗我啊？是不是嫌妈管你太多了，还是嫌妈照顾弟弟妹妹没有关心你啊？没有，这不是怕你担心吗？我最近有点忙，没时间过去。你都辞职了，还忙什么呀？既然你闲着，就过来待段时间吧。我们很久没有见过面了，你妹妹小玉啊，也成天闹着要见你。妈，我真没空，忙着和女朋友玩，现在正在约会。女朋友？啊？真的？当然是真的，你不信我发张照片给你看。那你发过来吧，正好我帮你看看合不合适啊。啥？好，您稍等，我就客气一下。我妈怎么还当真了？这下怎么办啊？那帮个忙？演女朋友？
一起拍张照就行，当个挡箭牌。那个，还是我来演吧。啊，姐姐她不喜欢男生触碰自己。我确实不喜欢男生触碰，但从来没有排斥范笑。难不成白痴他？白痴，我来就可以了。还是我来吧。姐姐你的表情太冷淡了，估计不怎么讨阿姨喜欢。白痴，一下就试出来了。那麻烦你拍张照了。好吧。真麻烦你们俩了。那你可得多请几段。姐姐。没问题了。嘿嘿。总算应付过去了。下次我妈再打电话问，就发和陆熙宁的合照，说前一个因为不合适已经分了，这个正在花时间追，如此又能拖一段时间，简直完美。啊！好了，出门吃饭。总觉得那家伙在谋划什么。吃饱后进副本吧。好。又是新义回廊站004分区，我不喜欢那里。那里是高级玩家的天堂，低级玩家和普通人的地狱。除了有实力又想为所欲为的人以外，没谁会喜欢那里。如果这次顺利成为地级玩家了，我可能会去004分区看看。你这算不算是立 flag？ 嗨，我立的 flag 多了去了。各位玩家请注意，本次列车即将抵达兴义回廊站，请要下车的玩家提前做好准备。好多人啊！一般副本都是那么多玩家吗？这次参加副本的玩家数量这么多，这么多人应该没法集体行动了。和陆家姐妹组队行动应该没什么问题。疯狂动物园副本已开启。背景介绍：陈院长是位善良的动保协会成员，哪怕是面对会让人产生强烈不适的奇形怪状的动物，他也会一视同仁。为了给这些动物们一个温暖的家，陈院长推翻了此地的旧设施，建造了这座动物园。他细心地照料着所有动物们，和他们玩着互动游戏，10年如一日，不曾有丝毫懈怠。动物园也变得越发出名，慢慢吸引了来自各个地方的游客。副本任务已发放，提示如下。副本名字好像跟动物园名字不一样啊，不是新义城动物园吗？确实，虽然没规定必须一致，但白芝注意到的地方可以重视一下。另外，你们发现没有？游戏提示里说夜晚不能外出，又说集齐10枚徽章后可以外出，而集齐10枚徽章就可以直接通关副本离开的，没必要继续留在这里。所以我推测，集齐10枚徽章很可能是完成第2个副本任务的前置条件。没错，以此来推理，这座动物园的一些秘密可能要在晚上才会呈现出来，白天恐怕找不到什么有用线索。不过还是先进去看看再说，光凭几条游戏提示推理，很容易因为信息不完整而出错。看起来和地球的普通动物园差不多，白天果然看不出什么吗？投喂用的食物，请在此处购买。上好的饲料只需要1000游戏币一袋。1000？老头，你抢钱呢？投喂用的食物只有我这里有，其他食物动物们都不会吃的，你们爱买不买？不过我可得提醒你们，好朋友徽章只能从动物那里获得，而想要动物把徽章给你，你必须得先完成一次投喂，让他们舒服了才行。1000游戏币对1级玩家来说可不是小数目，而且这人也不一定就是陈园长，专门骗人的也说不准。你就是陈园长吧？没错。这个动物园内有多少动物？万一数量有限，我们这么多玩家，怎么可能每个人都凑齐10枚徽章？这是你们自己的事，跟我没关系。我只提醒你们一句，每只动物每天上线送出3枚好朋友徽章，能不能抓住机会，就看你们自己了。或者
你们可以抢夺别人的徽章。什么？这抢别人的？陈园长的意思是，副本限制对他和动物出手，却没限制玩家私斗。抢夺他人徽章是不违规的吗？这么一来，很多玩家都会倾向不劳而获。一是不用花钱，二是本来游戏就有吃人玩家存在和继承道具的机制。我们怎么知道你说没说真话？万一你骗我们的钱咋办？对啊，我们凭什么相信你？是啊，是不是真话？你们可以自己去验证。我还是那句话，爱买不买。哼，老头儿，副本规则只禁止攻击，可没说不能抢你的东西。食物都在屋子里，你可以来抢一个试试。副本规则确实没禁止抢东西，只要注意别误伤到陈园长就好。我们要不要抢？抢就算了，你没钱我先帮你垫上吧。目前来看，动物园的陈园长和动物两方谁是副本 BOSS 还不好说，现在得罪他没好处。是啊，既然可以交流，最好还是先打好关系，这样说不定会收获意想不到的好处。臭老头儿！赶紧给老子滚出来！居然毫发无伤，难道那木门？还是说房子是道具？要买的就来买，不买的就离开。怎么办？再看看。给我来2袋。我要1袋。哎，陈园长，你说任务需要完成孩童的心愿，那这个动物园里有没有孩童啊？这里只做食物生意，不做情报生意。哎，买了就让开，别等着别人买。那个，我游戏币不够1000，可不可以先赊账啊？游戏币不够，或者没有游戏币的，就用苦力来换食物。给我打1天工，帮我把动物们的粪便全部清理完，再把动物园里里外外打扫干净，我就给你1袋食物。哦，有人盯上我们了。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暂时先别管他们了。我们先去动物们那边吧。每只动物每天只会送出3枚徽章，我们必须要抓紧时间才行，可不能被其他人抢先了。3枚徽章，你们说会不会早中晚各送1枚？如果是这样，3餐跟我们人类一样的习惯，说不定这些动物原本都是人类。是人类也不足为奇，说不定都是进化失败的进化者。别忘了副本的背景介绍里提到过，陈园长养的是一群奇形怪状的动物。那这座动物园确实够疯狂的。万有引力，终于舍得出手了。回城，动手！我见好雨，同体自然。手忙脚乱，身体燃烧起来了。云晨彻，什么？还有后招？可恶，看不清他们在哪儿了。找到了，就是这个方向。制毒大师，锁定。老大，怎么回事？智子，把围城收起来。好，围城上吧，金属人偶。居然毫发无损的干掉了老大！我可不想随便死在这里！快跑！记住他们的相貌就好，省点力气吧。可是，别忘了，玩家之间是可以互相抢夺徽章的。这就是你不出手的理由吗？怪不得你都没出手，确实值得放长线。自己赚钱跟抢钱，当然是抢钱来得快吧。而且是他们先不长眼对我们出手的，只是抢他们的徽章已经很仁慈了。好像说的没什么不对。人头狗，3不沾，4不像，5杂6畜兽。这都是些什么动物啊？范潇可能猜对了，这些动物说不定真是进化失败的进化者，身体里混了多种基因，
和这些名字很贴切。进化失败的进化者不是会失去理智吗？可副本背景介绍里有提到陈园长经常和这些动物玩互动游戏，失去理智的怪物应该只想吃人吧？怎么还会跟人玩游戏啊？不清楚，可能有例外。也许并不是所有失败进化者都会失去理智，比如我们之前遇到的那个大海怪。光靠猜没用，去看看就知道了。你随便选一个吧。那我们先去四不像吧。行，我们走。没想到星翼城动物园的面积并不小啊。通过阶梯翻越了一座小山，又走了差不多5分钟路程后，才到达目的地。这是什么呀？世界上哪有这么奇葩的动物？绝对是失败进化者没跑了。你们注意一下，离我的距离不要超过5米，我能保护你们。啊？这里有提示立牌。这是什么意思啊？是让我们跟这只猩猩玩游戏吗？估计是吧，先进去看看。太好了，又有人来陪我玩游戏了。这个东西竟然说人话了，这星球崛起！他竟然还会说话！这个怪物怎么想都不会是高级玩家吧？总不可能有玩家愿意被圈养在动物园里吧？还是有理智的怪物，可应该得是岛神那样被游戏认可的高级玩家才能保持理智吧？你们怎么不靠近了？还玩不玩游戏啊？停一下，我们带来了你的食物。呀，熏肉干儿，熏肉干儿！呵呵，小朋友，我们给你熏肉干，你把好朋友徽章给我们，好不好？那我给了你们徽章，你们还会和我玩游戏吗？当然会啦，哥哥和姐姐们最喜欢玩游戏了，你看怎么样？这样啊。但是我拒绝。你们都是笨蛋！外来的家伙真好骗。所以想要得到徽章，必须先和你玩游戏。是啊，等你们赢了我，再给我喂完熏肉，我就把徽章给你们。那要是我们输了呢？输了你们也要给我喂熏肉，但我不会给你们徽章。赢了我们，你就别想吃熏肉了，我把它丢掉也不会给你的。不给就不给。陈叔叔说了，有的是人带着熏肉过来，抢着和我们玩游戏。你们要是不给我熏肉，下次我就不陪你们玩了。这狗日的陈园长真会做生意，不光垄断销售，游戏输了居然还要喂食物，反复割韭菜啊！这是。怪不得这座动物园这么干净。估计是很多玩家被反复坑钱和食物，最后只能打工换取1袋同类食物。这也侧面反映出，想赢下互动游戏恐怕并不容易。你要玩什么游戏啊？全扇耳光，我们先猜拳，赢的人扇输的人耳光，谁能连续打对方5个耳光，谁就赢。这规则明说了黑猩猩可以用力打人，但玩家却不能攻击他，真是毫无公平可言啊！另外，我只和你们玩1个小时，1个小时后没分出输赢，那就是你们输，输了也要喂我熏肉吃。这不公平！你们是大人，当然要让着我吧。好，我来和你玩。智子，有把握吗？猜拳的话，没问题。决定好了吗？我肚子好饿哦。决定好了。放心，输了也没关系，我帮你挡着。规则没说不能用道具，用无尘之盾挡住冲击力还是没问题的。我们开始吧。小姐姐，我得提醒你一句，
猜拳输了的人一定要挨打哦。不挨打就跑掉，我下次不和你们玩喽。来吧，石头、剪刀。不好意思，你输喽。好，愿赌服输。嘿嘿，第一把而已，是我让你的，再来。再来，再来，再来！我不信，再来！但你已经输5次了，我们的游戏结束了。为什么不让我？你们大人好过分，好过分！你这大怪物才过分吧？反差感太大了，有点恶心。那乖，把东西吃了再哭吧。第一枚徽章搞定，我们再来一局吧。好，这回我肯定会赢你。石头剪刀，石头剪刀。为什么赢不了啊？这个副本好简单啊！姐姐，饭香，给。谢谢。我觉得第2个副本任务完成孩子们的心愿，可能与这些动物有关。那只动物的嗓音听着跟儿童一样，会不会其他动物也是这样呢？他们会不会就是所谓的孩子们？我也觉得很有可能跟孩子沾边。目前只有黑猩猩是儿童嗓音了，但要是其他动物也这样，那孩子8成指的就是他们。就是不知道这些动物的心愿是什么。黑猩猩很喜欢玩游戏，如果其他动物也和他一样，估计孩子们的心愿就是和人玩游戏吧。或许我们陪这座动物园里的所有动物都玩一遍游戏，任务条件就能达成了。都玩一遍吗？目前看来，不仅动物有问题，我看陈园长8成也有问题。啊？说不定他表面是动物园园长，背地里却是个科学怪人，喜欢搞人和动物的融合研究。这里的动物，搞不好都是他的杰作。不知道你们注意到没？副本的背景介绍里提到过，陈园长推翻了旧设施，建造新动物园。这里的旧设施指什么？会不会有猫腻？这有可能是游戏给我们的情报暗示。姐姐觉得会是什么？可能是一座大型孤儿院吧。陈园长拿孤儿院里的孩子做实验，搞出现在这些会说话的怪物。这种套路在小说里很常见的。范大哥，这件事你怎么看？你们推测的有一定道理，但是动物等于孩子这个推测有点过于想当然，也有点过于简单了。这里只是个1级副本，本身难度就是有限的，而且需要和所有动物玩一遍游戏，也许是猜起来简单，做起来难的副本考验。我们之前不是还猜测动物园的秘密只会在晚上显露吗？这还没到晚上呢。先别着急下结论，一边收集徽章，一边收集情报吧。那我们先去其他动物那里确认一下吧。这上面的动物和之前的完全不一样，要验证我们的猜想可就麻烦了。那也说明不用担心徽章不够了。怎么样，智子？这次我们去哪儿？这一次我们去6处兽。就是这里了。好高大的门啊！你输了，你输了！你大人都好弱啊！快给我熏肉干！快把熏肉干给我！我给你个头！你居然骂人！好不要脸的大人！你们给我滚！我这里不欢迎你们！怎么办？就这么离开吗？
我们回去，动手干掉他，把徽章全抢过来。啊，你确定？规则不是不允许吗？狗屁规则，就是唬人用的。之前我去的那个副本就是，规则很严酷，但有人违背后却屁事没有。副本就是在赌你不敢出手。啊，好，那就一起上，一起发财。我没事。什么情况？救救我！好疼啊！好阴险的大人！我再也不要和你们玩了！好兄弟，救救我！好，我没药气。好，你等着。是怪我，问你来，你也会这么做的。他是你的同伴吧？你为什么？哼，临时搭伙罢了。这里就让给你们了。算了，动物在前，没必要追他消耗精力。难道是因为他违背了副本规则，攻击了动物？攻击的伤害反过来降临到自己身上？看起来确实是这样。这究竟是道具效果，还是其他什么原因？暂时没法确定，要么是陈园长的道具，要么是副本规则会主动惩罚违反的玩家。我们对副本的了解很少，还是先不要妄下定论好了。也是，反正这个副本难度对我们来说不大，没有必要铤而走险。人类好可怕！人类又进来了！你们不要过来啊！别害怕呀，小朋友，我们是来玩游戏的，不是来伤害你的。真的吗？你们可不能骗我！果然，声音和心智都和孩童类似。这些动物很可能就是副本任务提到的孩子们。玩游戏赢了你，给你喂熏肉干，你才会给我们好朋友徽章，对不对？对啊，这是陈叔叔的规定，不能违反。对了，你叫什么名字呀？我才不告诉你呢！陈叔叔说不能把名字告诉你们这些外来人。你悄悄告诉我好不好？你悄悄的跟我说，你的陈叔叔又不知道。不行。这样吧，只要你告诉我，我就多陪你玩几局游戏，行不行？真的？陈晓，我叫陈晓。真快。那我们赶紧玩游戏吧，快点！别着急，你还没介绍你的游戏规则呢。对啊，我的游戏是比铁头功，看看谁的头更结实。哦，怎么比？很简单，用脑袋撞脑袋，谁的脑袋先流血，谁就输了。跟他撞脑袋，肯定是我们先流血啊！栀子，上吧，交给你了。你之前不是挺兴奋的，一直想和动物玩游戏吗？啊，姐姐，你就别数落我了，人哪能撞得过牛啊？要不我们去其他地方吧？不行，你们必须和我玩，不许耍赖。放心，我来和你玩。好呀！范潇，你放心交给我吧。你很有气势嘛。无尘之盾，血族。好了，我们开始吧。那我可要上喽！无法无伤，怎么会？再来！可你已经输了。什么？你流血了。咦，好像真的流血了，但怎么一点也不疼啊？你这么身强体壮的，一点小伤口不会疼的。该吃肉了。嘿嘿，谢了。
来，我们再来吧。好，这次我一定要有。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下次有机会再陪你玩。我们先走了。哦，拜拜。小孩子真好骗。你是用你那件可以控制血液的道具，往他头上抹了血液，对吧？是啊，确实没动手和脚，对吧？这个牛头怪物说自己叫陈晓，这明显是人的名字。陈园长为什么要给动物取人的名字？也许这不是陈园长取的名字，或许陈晓本就是这个牛头怪物的名字。我们不是怀疑这些动物之前都是小孩吗？而且他们还都姓陈，说不定这个牛头怪原本还是陈园长的亲人。应该不会吧？陈园长应该不至于拿自己亲人做实验吧？这谁说的准呢？别忘了这里是星翼回廊站。我看陈园长对这些动物挺好的，说不定他们变成这样，并不是因为陈园长，反而他是一直在照顾他们的人。对啊，而且姐姐你要记得，我们没有必要去探究清楚真相，只需要专注于副本任务。也对，我们专注于集齐徽章，完成孩子们，也就是动物们的心愿，这2件事就好。是啊，而且我们还不知道孩子们真正的心愿是什么，情报太少。等晚上我们去员工宿舍探索以后，再考虑这些吧。好，那白芝，我们接下来去哪个动物呢？我看看。我们先去长颈驴那边，再沿着这个方向一直继续吧。于是范潇三人从长颈驴开始，沿途依次去了5只动物所在的场景。长颈驴，范潇使用无尘之盾的斥力效果飞起来，从而伪装成跳高。一击血，范潇同时动用血族和无尘之盾，以300%的身体素质，再辅以炮弹般的斥力辅助，强行赢下了游戏。马骑马，范潇直接贴地飞行。海豚鲸鱼，他同样靠着无尘之盾扫开水的阻力赢了下来。狗头兽，陆白芷再次上场，自然也是大获全胜。至此，3人一共获得了21枚徽章。陈晓、陈清泉、陈烈、陈然，还有邱泽、邱平。除了最开始的黑猩猩的名字没问，其他6只动物都问过了，并不是所有动物都姓陈。这下发现问题了，如果这几人都是陈园长的亲属或者亲朋好友，不可能在变成动物前都是小朋友吧？所以我们只能推测，是他们变成动物后智商倒退到了幼儿水准，甚至连声音都变稚嫩了。但这样一来，他们还算得上是真正的孩子吗？所以那也只是一个推测。我们还有之前陈园长利用孤儿院孩子做实验的推测，和现在的情况也非常符合。还是跟你下午说的一样，等晚上收集情报后再讨论推测吧。对了，你们也发现了吧？宿舍和大门相距很远，几乎是故意被隔开了距离。哦，陈园长刻意让玩家晚上待在宿舍，说不定是因为秘密会在晚上暴露在正门。很可能陈园长在试图隐瞒什么，我们直接悄悄跟着他一晚。既然要跟着陈园长，那我们现在去员工宿舍干嘛？直接现在就跟着他不好吗？我们已经有21枚徽章了，可以让2个人在夜间行动。姐姐，难道你们要去抢其他玩家的徽章？别说的这么暴力，别忘了今天早上攻击我们的玩家，我们现在不是抢，叫索要赔偿，出来混迟早要还的。你别忘了玩家都是什么人，我们怎么可能单独留1个人在宿舍呢？而且只要我们一亮徽章，肯定会有人动心。所以我们不是抢劫，是挨打以后索要精神损失费。就是这样。
那边。那2人是上，控制住他们。万有引力。怎么突然身体变得好重？血族是。糟糕！好久不见啊！是你吗？你们已经中了我的道具，现在我动一下念头，就能让你们死。识相的话，就把徽章交出来。你得保证不杀我们，否则你什么也得不到。真要杀你们，白天你们就跑不了了。白天放走你们，就是为了现在抢你们的徽章。只要徽章还没凑齐，就不会动手，明白了吧？怎么了？发生什么了？这是在当众抢劫？好像是那2个人白天抢了他们，现在报复回来。嘿，我提醒你们，我手里有吐真剂，要是敢藏着徽章不交，被我问出来了。好吧。算你们识相。20、21、25，我们快要凑齐30枚徽章了。运气好的话，明天早上就能通关副本了。已经25枚了，这么快？收起来，别那么傻。哎呀，太多了，有点兴奋呢。这里不安全，我们快回宿舍。溜了溜喽！能成功吗？会不会被人看出是陷阱？放心，玩家又不是傻子，这么明显的陷阱还能看不出来？但贪婪会压倒恐惧，一个人不敢来，多聚一些人就敢来了。我们现在可是大肥羊。先做好准备吧，别阴沟里翻车。金属人偶，无尘之盾，城墙。先把血刃埋伏起来，万一有穿洞的，我们直接打击到。布置好了，等鱼上钩吧。推手伪造的请假条，去来了，是道具。请假条，精神干涉类道具，但是只影响注意力的集中点，不影响身体的其他动作，那就没什么用了。血刃，又闯进来一个，注意戒备。啊，这是踢踏我，总觉得这只兔子怎么这么欠打啊！血刃，我的人偶不太对劲。怎么会？我控制不了人偶了。制毒大师，停不下来。布置解除了，来了。嘿嘿嘿。我树礼貌，是，注意闪避。想躲，黑色守则。地面陷进去了。把徽章交出来！不对，快退！神之盾向上。窗户进来的交给我。金属人偶。好像有点麻烦了呀。门口的几个，我来解决。什么？血族血液控制。不好，那个玩家有闪避道具，玩偶打不中他。快跑！姐姐，手忙脚乱。制毒大师，糟糕！都解决了吗？还有扔兔子玩偶那个没进来，让他给跑了。别管他了，这里有5名玩家，就算每人只有1枚，也足够凑齐了。那么，你们是想挨揍，还是乖乖交出徽章？交，我们交。赚了！让人强行注射的纸条，让人强行攻击的玩偶。按照游戏定位，这属于强控技能，能瞬间扭转战局或者抢占先机。精神干涉类的道具真危险啊！也许这次副本完了，你也能得到1件。他们的徽章还挺多的，拿到了11枚呢，不知道多收集一些能不能提高副本评价。怎么抢上瘾了？不劳而获，
确实挺上瘾的。比起徽章数量，应该是通关时间更影响副本评价。为了收集徽章延长时间，算是本末倒置了。既然如此，我们抓紧时间吧。你们拿着，这样每个人都有10枚以上徽章，可以在夜间自由行动了。确实得抓紧时间了。陈园长可能在9点会有动作，我们现在赶过去。这是时间紧张，我直接带你们飞过去，准备好了吗？原来你能带人飞啊！能带，但消耗挺大的，不是紧急情况一般不用。我们要不要再靠近一点？光线太暗了，远了看不太清。姐姐，我们还不确定陈园长是否危险，还是暂时别靠太近了，被发现了就不好了。其实靠近一点也没关系，但不能太过火，否则有10枚徽章就能夜间行动的规则就太像摆设了。观察的事情就交给我吧，我的道具能让我有夜视效果。夜视？你的道具效果还真是五花八门的。初拥刻印和平邪的耳环融合后，除了不能初拥别人，不能物化、蝙蝠化，我和真正的吸血鬼区别不是很大了。这是之前我们见过的玩家。总之，先跟上去吧。陈园长肯定是玩家，3具尸体不是普通人能扛起来的，更何况还走得那么快。可是他总共找到7具尸体，为什么只选择了其中3具啊？我有看到他在检查尸体手臂上的编号。啊？难道遇到灰色和黑色的，他才会装入袋子里，白色的他没理会。陈园长收集的是亚人玩家和吃人玩家的尸体。亚人玩家和吃人玩家体内都会有其他动物的基因，而人类没有。他盯上亚人和吃人玩家，会不会是因为这个原因呢？不好说，不过我白天看过了，那个小屋子的内部不具备什么搞实验的环境条件，总不至于是在替玩家收尸吧？要么实验室就在那间小屋的下方，要么那间小屋子有通向其他地方的暗道。人不见了，我们过去看看。人和尸体都不见了，先进去再说。门没有打开，人也没有从窗户出去，也不知道陈园长是从哪里离开的。既然陈园长有可能是玩家，估计是使用了什么道具吧。要不你挖开地面试试？正有此打算。下来还真有猫腻，再加把劲儿。成了，我先去确认安全。看起来是专门建造的设施，没问题了，你们可以下来吧。这里有点像是地下研究所，我们造成的动静不小，是不是该赶紧离开这里啊？一边躲藏一边搜集情报吧。这里有分支路线。侄子，你来带路，跟着感觉走就好。好，那我们往左边走吧。这是实验台、刀具，还有人类头骨。这边房间有一些散乱的奇形怪状的骨头，有些是人形，有些则完全是怪物的形状。看来陈园长果然有在背地里搞生物实验。这些头骨不出意外，应该是人类变成动物后留下的，有些连骨骼形状都完全改变了，那些还能看出是人类的骨头，从大小判断，应该是小孩子的。不管这里之前是不是幼儿园，根据现状基本可以确定，这处地下研究所曾经在搞很残酷的人体试验，牺牲了很多小孩。可恶！姐姐，啊，
那里好像是档案室。啊！陈之盾，这里好暗啊！这里真的会留有什么资料吗？我粗略看了一下，除了普通藏书和笔记，我们想要的资料并不多，资料都积着灰，估计很久没人打扫了。我们把能用的资料都运到走廊吧，那里有光，不用摸着黑看。到了。话说，为什么平行时空的文字跟我们地球上的文字是一样的？我跟其他分区的玩家对话时注意过，口型与传出的声音有违和感。很可能是游戏直接帮我们翻译过了，只是我们没有察觉。这个功能真实用，要是外语考试的时候也能帮我翻译就好了。给我认真读书。硕士，关于普通人类如何成为进化者的研究，竟然研究成功了。这所地下研究所之前一直在研究如何让普通人也成为进化者。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他们抓来了很多进化者，暗地里搞起了违背伦理道德的人体实验。除了进化者外，普通人也是目标。研究药剂自然需要试药的人，单纯的小白鼠满足不了这些疯狂的家伙们。如我之前猜测的那般，新艺城动物园的前身是一座大型孤儿院。研究人员们把没人要的孩子当成实验品，不断用他们的身体测试最新研究出的药剂，然后观察不良反应，一次次记录，直到研究出了最终的成品 J4型进化药剂。至于服用失败品药剂的孩子们，他们无一例外都变成了没有理智的怪物。我们的猜测算是被验证了，不过还有个矛盾的地方。资料上说，服用失败品药剂的孩子们会变成没有理智的怪物，为何地面上那些动物还残存着理智呢？这个可能得问陈园长本人了。不出意外的话，这位陈博士就是陈园长了。哇，超大号的，都可以装下一个我了。你都往储备空间里放了些什么呀？个人隐私，别打听了，赶紧干活吧。大部分尸骨都是零散的，没法拼凑出完整的形状，而且里面还混杂了大量奇怪形状的骨头，完全分不清归属问题。我们只能做得粗糙一点，把骨头全部放到一起，算集中处理吧。希望这些孩子们不要介意吧。这里的尸骨都收集好了，我们再去其他地方看看吧。最后再去东边吧，估计陈园长在那儿。好了，收集到的尸骨就先送到外面，然后去东边看看吧。没想到有那么多，我们得抓紧时间了。怎么办？要破坏这道封锁门吗？可是，万一这是早上那个反弹伤害的道具，破坏门说不定会中陷阱。要不我们破坏墙壁吧，把这里的墙壁全给它砸烂。范笑，这是……对了，陈园长说不定就在这门后面，我们可以故意说要破坏这里，逼陈园长现身。这样不好吧？不如我们把这里的地板掀了，挖个地道如何？这道大门说不定是电子控制，我们破坏掉电路，也许它就自己打开了。还是别了吧，我估计陈园长就在里面，他不是爱堵门吗？我们用道具把这里封住，让他自己也出不来，如何？动手！够了！你们不要太过分了！你好像一点也不意外我们会来到这里，你应该有着知晓玩家位置的权限，你是这个副本的 BOSS 吧？你们给我滚出去！你让我出去，我就出去？你在教我做事吗？只要不攻击你，你就奈何不了我们吧？所以，我们凭什么听你的？站住！知道我是副本 BOSS， 你们还敢这么放肆？不要逼我出手，玩家我也不是没杀过。哼！你们到底有什么目的？就进去看看，只要你不阻止，我们就和和气气，也不会搞破坏。这个地方对你很重要吧？
我们真的就是进去看看。你要再拦我们，我们就用道具毁了这里。我只是在这里做一些研究而已。你们要进去看可以，但别损坏里面的设施。只要能保证这点，我可以让你们进去。你是副本 BOSS， 难道不知道我们的第2个副本任务是什么？副本 BOSS 也不是持有所有副本权限，有时候游戏会给玩家发布些我不知道的任务。也就是说，收集徽章不能攻击动物的规则是你定的，你为什么不制定些对自己更有利的规则？制定副本规则没那么随心所欲，进化游戏要是不认可，你制定的也没用。那你是怎么让这座动物园成为游戏副本的？副本的诞生可不是我能决定的，我只不过是因为和这里联系密切，幸运的成为了副本持有者。我知道你想问什么，就别白费心思了。你想知道的情报，我也想知道。唉，那好吧，把门挪走吧，我们进去看一圈就出来，否则我们搞破坏，你也拦不住。好吧，我跟你们一起进去。那些就是你研究出的理智恢复药剂？你们连这个也知道了？我们的任务是来探索真相，都闯到这里来了，自然不会毫无进展。怎么有胆量拿孤儿院的孩子来做实验，害死那么多人，却没胆量让人知道吗？你说什么？你们这些外来的玩家没经历过之前的事情，看法很片面，根本没资格对研究所的过往做出任何评价。你的意思是本世界的玩家就可以？你们本世界的玩家攻陷了研究所，抢走了失败品药剂，然后用在了你的家人身上，把你的家人全部变成了怪物，就跟你对孤儿院的孩子们做的事一样。接受吗？他们就是一群疯子，一群没有理智的蠢货，一群只知道发泄欲望的侏罗。我们牺牲那些孩子做实验，是为了完成伟大的事业，是为了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而不是出于我的私欲。但那些玩家做了什么？他们为了发泄自己的私欲，抢走药剂，到处害人，把大量无辜的人牵连了进来。他们就是一群疯子。既然觉得他们是疯子，你还主动去招惹他们？不用把自己摆在冠冕堂皇的位置，我们可不会因此而高看你一眼。你们要看就赶紧看吧，看完了赶紧出去。好的，好的。难缠的家伙，这些人骨是什么？是上次副本开启时死掉的玩家。你们好像在找孤儿院儿童的遗骨，这里没有，毕竟他们的价值已经耗尽了。没必要跟他说太多。既然如此，我们就不打扰你恢复药剂的研究了，先走了。你就做着有一天亲人们会全部恢复过来的美梦，困在这一辈子吧。我们要不要干掉陈园长，也算是为这些死去的孩子报仇了。副本结束前不能伤害陈园长，副本结束后，我们不是低级玩家也留不下来。而且，干掉了陈园长，这座动物园里的动物怎么办？他们需要陈园长的照顾。唉，现实真是让人无奈啊。在命运的洪流，有人赞运气如镜，每一颗积累，向着未知勇敢迈进。奇迹与危险交织成奇幻之旅，挑战极限，只为触碰那天际。都会向着幸运之巅，永久为艰辛。每一次跨越，都是对命运的宣言。运气如火，点燃梦想照亮。前路远在极限，指点铸就永恒传奇，永不散。奇迹对偶然，努力又回馈，勇气与智慧交织成勇者之歌。每一步前行都是对未来的期许，在幸运之巅证明自己是命运的主宰。
多想了，白日，我们只是见证者，不是历史本身，别陷进去了。历史吗？这次药剂的诞生，确实算是历史性的事件了。这些孩子是历史的推动者，但也是历史的尘埃。你们不愧是两姐妹，都说了别伤春悲秋了。题外话，等做完正事后再说吧。先把尸骨带回动物园，看看我们的猜测对不对。您已完成孩子们的心愿，希望他们能安息。所有副本任务条件均已达成，此次副本结束。副本评价 A， 副本奖励如下：玩家海报于4次1级副本中表现优异，升级为低级玩家。您获得一份属于低级玩家的特殊奖励：1张低级副本的时空车票，1瓶低级净化药剂。您的玩家面板已更新。您的等级提升到第1级，获得1次天赋提升机会，是否使用？地级玩家还真被我给猜对了。第1级道具兔兔公爵已发放，道具背景故事如下，道具效果如下。之前在员工宿舍就被人用这个东西偷袭过，该说不说，这强控类道具确实好啊。看你的表情，得到好道具了吧？算是吧。除了道具外，玩家等级也提升了。啊，对了，你们也没被传送走。我们虽然完成了全部副本任务，但这个副本的关闭时间还没到，所以只要不主动选择离开，暂时还是能留在这里的，就是去不了副本外的世界。范大哥，你成为地级玩家了。地级玩家和1级玩家相比，有什么变化没？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可以同时装备4件道具。哇！而且游戏还给了升级奖励，1张地级副本的车票和1瓶地级净化药剂。除此之外，新增了个世界地图权限，就是可以在副本结束后自由选择是否前往副本外的世界分区。对了，这次你们回去后可以自己先去做副本，白志你就不用等我了。啊，那个，我不是还在被你雇佣吗？雇佣关系先暂停，这次我不跟你们一起回去了。啊？我要去一趟004分区。这些孩子生前都是孤儿，也不知来自何处，该葬于何处。我想了想，还是为他们举行一场海葬，希望他们最终都能飘回自己的故乡吧。除此之外，别的世界分区是什么情况，我一直蛮好奇的，刚好可以趁着这个机会，好好去看一看004分区的现状，顺带还可以去看望下李文栋父女如何了。那大概多久会回来啊？放心，不到1周就会回去，我只是去看看，相当于旅游，能待多久？刚好趁我不在，你们多去做几个副本，争取早点升级为地级玩家，然后大家再一起组队。我会的。啊，对了，这些1级药剂我用不上了，你们俩谁有需要就用吧，尽快提升实力。我不缺，我的进化率本来就是26%，这次副本奖励还给了2瓶，足够了。既然如此，就给白志吧。啊，这算是预支工资，赶紧加油，赶上来吧。把研究资料留给了陆家姐妹，希望她们能顺利带出去给特使局，这样能换来不错的好处。我也该试试新的进化药剂了。进化率涨了3%，也不知道地级玩家的极限进化率在多少。0%之后的进化似乎不再是单调的力量、反应、体力等的提升，还有一些精神力和抗性的提升，真是严格又实用啊。您获得1次天赋提升机会，是否使用？没什么好犹豫的，提升天赋杀戮天使。天赋杀戮天使提升中，提升完成。您的杀戮天使获得新的原罪暴食，备注已提示，备注2已提示。七七获得了自主性，也好，毕竟我不是机器，总有松懈的时候，算是变相的保命手段吧。还有暴食这个天赋，意味着七七每夺走1条生命，就会让我的精神上限和它的强度更高，好像不太适合我。这
这么多怪物聚集在一起，难道这也是副本？没猜错的话，远处的城市应该就是星翼城了。可是为什么会在城市周边聚集那么多怪物？星翼城里的高级玩家扫荡掉这些怪物应该轻而易举。对了，祭祀岛也是这个分区的，也就是说，这些怪物应该是这个分区的商品，供高级玩家交易的。杀戮天使，范香，这次有什么好玩的事吗？先把他们都杀掉吧，然后试试你的新能力。七七最喜欢玩玩具了。怎么老是这种玩具？算了，总比没有好。七七卷袖子，帮着怪物撕肚子，戳脑子。七七是个好孩子。在命运的洪流，有人赞运气无尽，每一颗积累向着未知勇敢迈进，奇迹与危险交织成奇幻之旅，挑战极限只为触碰那天际，都会向着幸运之巅永久为艰辛，每一次跨越都是对命运的宣言。运气如火，点燃梦想照亮，前路远在极限，指点终究永恒传奇，永不散。奇迹对偶然，努力有回馈，勇气与智慧交织成勇者之歌。每一步前行都是对未来的期许，在幸运之巅证明自己是命运的主宰。好像是有一些精神反馈，但不多。几十只怪物才增加这么点精神上限，果然，怪物的精神都很弱。正是因为没有理智，精神脆弱，很容易就会被精神的手段所操控，才会成为商品和工具。范香，范香，我们去那边吧，那边还有玩具。撕开丑八怪有什么意思？看见那个地方没？它叫星翼城。等你什么时候变得更强了，高级玩家见一个撕一个，我就带你去那里面撕个痛快，撕个够。总算安抚好范七七了，不能忘了这他们主要任务。直接倒出骨头可能会被野兽捡走，稍微按这边的习俗处理一下，希望你们不会介意。谢谢你。真是群有礼貌的孩子，希望这些孩子的灵魂都能被大海送回他们的故乡，落叶归根。还好范七七的冷却时间减少了，没有个保命手段，真不敢在004分区随便晃悠。除去花掉的8天，后续在副本里攒了3天运气，接下来可以去看望李文豆腐女了。给我指个方向吧，我记得那边是……会长，已经调查清楚了，岛神那个家伙是被一位玩家给随手秒杀的。随手秒杀？岛神虽然进化出了问题，变成了怪物，连带脑子也变得不灵光了，但好歹也是个 B 级玩家，他的基础实力摆在那儿，我们这里有能秒杀他的玩家？不是我们004区的，是一位路过的玩家，灭国。灭国？怎么会去祭祀岛？他不是在旅游吗？我们004分区可不是什么旅游观光的好地方。祭祀岛
可是具备随机副本特性，灭国因为倒霉被卷进去，这种事不是没可能发生。当然，我承认这其中的跨度实在是太扯了一点。事出反常必有妖，不过算了，本来岛神和我们的关系也不深，不是我们该关心的事。城外的民众会觉得越来越多了，我们得加紧从001区再弄一批幻想物质回来，建造新的安全区才行。这可不容易啊！现在 G08节点的世界分区逐渐增多，幻想物质供远小于求。别说我们没钱了，有钱也不一定买得到。要是我们能和001分区一样，完成对本分区的统一就好了，届时就有权限彻底融入第9维度，等展开生意往来，就不用担心钱的问题了。好了，先处理好眼前的事情吧。至于分区的统一，放心吧，我们迟早会干掉那群拖后腿的杂碎。我又赚到钱了！不用给我，这是你自己在花店打工赚到的，怎么花你自己决定吧。可是我没有需要花钱的地方啊。那我把钱送去城外，给和我们一起出来的邻居们吧，他们应该很需要钱。可以，不过你可别一个人出去啊，等吃完饭我们一起去吧。好。这么巧，那也算上我一个吧。范潇哥哥。饭点不请自来，是我唐突了。不过不介意添双筷子吧？看来你们在这儿过得挺好的。范潇哥哥，你打算在这里待多久啊？这个嘛，暂时还不确定。放心吧，我可是大人，要走的时候会好好和你告别的。范潇哥哥，别找了，他刚才那句话就是在跟我们正式告别。日期和离开时错了4天吗？我和白芝先去副本了，勿念。范潇，我和姐姐呢先去副本了，等回来后我再帮你的忙。不出意外，他俩应该是从我家用车票去的副本，那出副本时就会碰到，没必要多此一举。而且现在有更要紧的事要解决。再不睡觉，我这地级玩家也得猝死，所以得把血刃的问题解决掉。终于可以睡了，希望谁都别打扰我的精致睡眠。睡得真好，还好没人打扰我。陆家姐妹不在，难道是杜若？喂，哥，你最近怎么样？有事说事儿。这是我妹妹宋玉，我们2婚时宋叔叔带来的女儿，但是还挺亲我妈的。哦，我们今天要搬家，妈妈让我打电话给你，叫你回来帮忙。好端端的，为什么突然要搬家？哥，你没看新闻吗？我们小区发生命案了，陈叔叔和王叔叔他们全家都……总之，事情是昨晚发生的。爸爸说这个小区不安全，我们要搬到唐仙街那套别墅去。哥，你回来帮忙吧，我有好多东西要搬。好了好了，我知道了，马上回去。在命运的洪流，有人赞运气如镜。每一颗积累，向着未知勇敢迈进。奇迹与危险交织，闯奇幻之旅。挑战极限，只为触碰那天际。都会向着幸运之巅，用久违艰辛。每一次跨越，都是对命运的宣言。运气如火，点燃梦想照亮。前路远在极限，指点铸就永恒传奇。永不散，奇迹被偶然，努力有回馈。勇气与智慧交织成勇者之歌。每一步前行都是对未来的期许，在幸运之巅证明自己是命运的主宰。
好像是有一些精神反馈，但不多。几十只怪物才增加这么点精神上限，果然，怪物的精神都很弱。正是因为没有理智，精神脆弱，很容易就会被精神的手段所操控，才会成为商品和工具。范潇，我们去那边吧，那边还有玩具。撕开丑八怪有什么意思？看见那个地方没？它叫星翼城。等你什么时候变得更强了，高级玩家见一个撕一个，我就带你去那里面撕个痛快，撕个够。总算安抚好范七七了，不能忘了这趟的主要任务。直接倒出骨头可能会被野兽捡走，稍微按这边的习俗处理一下，希望你们不会介意。谢谢你。真是群有礼貌的孩子，希望这些孩子的灵魂都能被大海送回他们的故乡，落叶归根。还好范七七的冷却时间减少了，没有个保命手段，真不敢在004分区随便晃悠。除去花掉的8天，后续在副本里攒了3天运气。接下来我可以去看望李文豆腐女了。给我指个方向吧，我记得那边是……会长已经调查清楚了，岛神那个家伙是被一位玩家给随手秒杀的。随手秒杀？岛神虽然进化出了问题，变成了怪物，连带脑子也变得不灵光了，但好歹也是个 B 级玩家，他的基础实力摆在那儿，我们这里有能秒杀他的玩家？不是我们004区的，是一位路过的玩家，灭国。灭国？怎么会去祭祀岛？他不是在旅游吗？我们004分区可不是什么旅游观光的好地方。祭祀岛可是具备随机副本特性，灭国因为倒霉被卷进去，这种事不是没可能发生。当然，我承认这其中的跨度实在是太扯了一点。事出反常必有妖，不过算了，本来岛神和我们的关系也不深，不是我们该关心的事。城外的民众会觉得越来越多了，我们得加紧从001区再弄一批幻想物质回来，建造新的安全区才行。这可不容易啊！现在 G08 节点的世界分区逐渐增多，幻想物质供远小于求。别说我们没钱了，有钱也不一定买得到。要是我们能和001分区一样，完成对本分区的统一就好了，届时就有权限彻底融入第9维度，等展开生意往来，就不用担心钱的问题了。好了，先处理好眼前的事情吧。至于分区的统一，放心吧，我们迟早会干掉那群拖后腿的杂碎。我又赚到钱了！不用给我，这是你自己在花店打工赚到的，怎么花你自己决定吧。可是我没有需要花钱的地方啊。那我把钱送去城外，给和我们一起出来的邻居们吧，他们应该很需要钱。可以，不过你可别一个人出去啊，等吃完饭我们一起去吧。好。这么巧，那也算上我一个吧。范潇哥哥。饭点不请自来，是我唐突了。不过不介意添双筷子吧？看来你们在这儿过得挺好的。范潇哥哥，你打算在这里待多久啊？这个嘛，暂时还不确定。放心吧，我可是大人，要走的时候会好好和你告别的。范潇哥哥，别找了，他刚才那句话就是在跟我们正式告别。日期和离开时错了4天吗？我和白芝先去副本了，勿念。范潇，我和姐姐呢先去副本了，等回来后我再帮你的忙。不出意外，他俩应该是从我家用车票去的副本，那出副本时就会碰到，没必要多此一举。而且现在有更要紧的事要解决。再不睡觉，我这D级玩家也得猝死，所以得把血刃的问题解决掉。
终于可以睡了。希望谁都别打扰我的精致睡眠。哎呀，睡得真好，还好没人打扰我。陆家姐妹不在，难道是杜若？喂，哥，你最近怎么样？有事说事儿。这是我妹妹宋玉，我们二婚时宋叔叔带来的女儿，但是还挺亲我妈的。哦，我们今天要搬家，妈妈让我打电话给你，叫你回来帮忙。好端端的，为什么突然要搬家？哥，你没看新闻吗？我们小区发生命案了，陈叔叔和王叔叔他们全家都……总之，事情是昨晚发生的。爸爸说这个小区不安全，我们要搬到唐仙街那套别墅去。哥，你回来帮忙吧，我有好多东西要搬。好了好了，我知道了，马上回去。宋叔叔家住的是高档小区，安保一向严格，一晚上有2家出事，该不会……哥，啊，哥，头发都要被你弄乱了！你好过分啊，哥！一般来说，哪有人会按着妹妹的头不让她靠近的？外面这么多人，我不好意思。啊，对了，我这次回来的急，忘了给你带礼物，下回一定给你补上双份啊。那个礼物就算了吧，哥你太客气了，快欢迎哥哥回家。我暑假作业还没写完呢，谁知道范乔又会带什么习题测试卷当礼物啊？先去一趟出事的地方吧，搬东西待会儿再说。啊，要去那边？那边封住了呀，不让过去的。而且那边可是有人死了。你负责带路就好了，放心，是我看，又不是你看。你待会儿在外面等我。刚好我最近在做私家侦探，现在工作可不好找啊，算是提前锻炼一下业务能力了。那个哥，你不用工作的，我可以用零花钱养你啊。我有女朋友了。啥？她也很有钱，可以养我，用不着你。我们到了，这里是其中一家，另一家在左边，隔得不远。啊，那是。你在这里等我一下。嗯。王队长，好久不见。啊，你是范潇？最近有一段时间没看到过你了，怎么现在成玩家了，去祸害副本了？您这话说的。哥哥真的认识警察？哥哥不会是什么警察卧底吧？好了，题外话先不说了。我们初步怀疑这次案件是一起进化者犯罪案件。等到调查完所有状况确认后，就会将报告发给特事局那边。关于这方面的事，你肯定比我专业，帮我看看，到底是不是玩家干的。啊，行。这状况，一看动静就不小啊。除非用重武器或者炸弹，否则人类光凭身体是做不到这种事的。另一处别墅跟这里差不多，大门也是这样被砸开的。你这种说法，心里已经肯定答案了吧？这样，你等我打个电话。喂，说吧，你又卷进什么事件了？啊，我没事，就是向你打听个事儿。咱们010分区诞生副本没？这才刚出来不久的事情，你就知道了？你从哪儿打听到的？我遇到一起案件，我猜应该是外区的地级玩家做的。这些破坏所需的力量，1级玩家应该还做不到。而我们的世界刚被卷入进化游戏2个月，能成为地级玩家的都是谨小慎微的性格，就连那个养殖组织的老板也只敢在私底下做脏活。而且杀人的方式有很多种，何必选择最会暴露身份的一种？你不来特事局真是可惜了，确实是有个地级副本诞生了，在安城下辖的一个偏远县城。不过其存在状态很古怪，并没有直接与地球的空间接轨。军方目前正在对那里进行封锁。不过玩家的手段千奇百怪，可能已经有玩家躲过封锁了。如此看来，我这边的事件基本可以定性了，应该就是外来的地级玩家做的。我最近没有积攒运气啊，应该不是我让安城倒霉的。
安城要开始不太平了，帮个忙，你们应该有建立那种被特殊保护起来的居住区吧？给我4个入住名额。确实有这种居住区，我之前也跟你说过，只是名额难搞而已。那就照常，我们来个交易吧。不用交易，由我亲自出面还是没问题的。那就算我欠你一个人情。真难得啊，那我可得好好替你记着啊。王队长，确认了，就是玩家干的，没错。越来越乱了。放心，你们负责你们的事情，玩家负责玩家的事情，只是一开始会出现问题，乱不起来的。哥，你怎么跟警察那么熟？你是不是有什么隐藏身份？小孩子家的别问那么多，该回去了。我有件重要的事得和你们说下。不想说就算了，我可不是什么小孩子了。哥，哥，你回来了。宋青山，你吵死了，声音能不能小点儿？小月，这里没你的事，你先去帮忙搬东西。唉，宋青山这个弟弟也很麻烦。话说，你好像又大了一圈啊。都是坚持苦练的结果。哥，咱们去练练。我这段时间呀，请了好几个散打教练，进步了很多，说不定能多给你斗2个来回了。待会儿再说吧，你保持现在的身材就好了，别再增肌了，再增会变得很奇怪。哥，你这说的是什么话？别人想增肌还增不了呢，我这可是天赋。好。对了，我听说哥你找女朋友了。哥，情情爱爱的浪费时间，我们应该把注意力放在更有价值的事情上。更有价值的事？格斗，研习更精深的格斗技巧。男人就应该干男人该做的事情。宋青山，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呀？哥他才刚回来，你能不能别烦他，别惹他生气？小月，你还没意识到烦人的其实是你吗？哥其实对你很不耐烦，根本就不想理你的。我劝你呀，不要自找没趣。给我跑！就算你是我哥哥，我也要打死你！好了。你们2个别闹腾了，先进屋吧，我有事情要说。该不会哥你准备跟爸官宣女朋友吧？啊！有时间做这种事浪费生命，还不如跟我去地下室练练。青山啊，你有点膨胀喽。哈哈，哥，你是不是最近懈怠锻炼，害怕输给我了？放心，看在你是我的引路人的份上，我会让着你点的。不用去地下室了，就在这里过2招吧。也是该敲打敲打你的脾气了。好，这可是你说的。我以前不是跟你说过，凡事不能只靠蛮力吗？走你！糟了，躺下吧你！哎呦！我愚蠢的弟弟啊，现在明白做人不能太膨胀的道理了吧？这不可能！等等，你是怎么练的？力气怎么会这么大？跟之前比，简直脱胎换骨了一样。能不能教教我？哼，想知道为什么就跟我进屋吧。啊！宋青山以前是个乖孩子，但自从我替他用武力惩罚了欺负他的校霸，他就变了一个人。一开始还觉得练身体挺好的，但现在已经是朝着奇怪的方向发展了。范潇，到底是什么事？这么神神秘秘的，怎么还得等搬家公司的人离开才说？对啊，这个小区太不安全了，我们得抓紧时间搬走。范潇，你也搬来跟我们一起住吧。还有你的工作问题，真真跟我说过了，这回你就别犟了，来我公司上班吧。工作的事情先不说，我们说搬家的事。像这种高档小区都不安全，唐兴街那边也不见得能好到哪儿去。我托我朋友找了个安全的小区，你们搬到那边去住好了，全天24小时都有持枪的警卫巡逻，
属于有钱也进不去的小区。你是我儿子，我还不了解你，你怎么可能弄得到这种房子？你知不知道安城的房价多贵？唉，没办法，是时候给他们说一说进化游戏的事情了。虽然不想家人为我担心，但现在安城都出现了副本，再不可能没有接触了。注意裙子。咦？这是怎么回事？这样你们就能认真听我说了吧？你说什么？进化游戏玩家副本是真的？这太不可思议了！我知道你们会比较难接受，但现实就是如此。我们必须做好心理准备。哥，怪不得你那么强，力气那么大，那要怎么样才能成为进化者呀？玩够了就躺下吧。冷静下来了吗？哥，别打我，我一定听你的话。眼睛好花。我也不是要故意吓你们，我想说的是，进化游戏很危险，成为玩家后，要是心性不合格，第一个副本估计就得死于非命。你们别看我表面光鲜亮丽，暗地里在游戏中我可是吃了不少苦头的，好几次差点被别的玩家给杀了。这么可怕的吗？那我还是晚点，等强一点再考虑吧。是啊，就是这么可怕，而且也不是你想成为玩家就能成的。不管怎么说，都得自己做好准备。哥，你说成为玩家要心性合格，怎么才算合格？我问你，你敢杀人吗？没试过，不过侠义5分尽，身怀利刃有条心。遇到该出手的状况时，我不会犹豫。除心性之外，脑子也得用起来，善于思考，会提高玩家的存活率。哥，你不反对我了？现在每个人都有成为进化者的可能，不排除你和小玉也会。反对是没用的，还不如提前训练一下你们。我把特视局的号码给你们，要是你们的身体出现我说的那些征兆了，记得第一时间联系我，或者打这个电话。杜若推荐的小区还真有点东西，这样以后再安排专车接送，应该就可以杜绝危险了。更何况我还消耗运气祝福过家人，这要是再出事，那真是天意难违了。等到以后安全区建成再搬过去，阻隔了随机副本的威胁，就算是彻底安全了。到时候跟特使局交易几番也未尝不可。陆白痴的号码，看来他们回来了。范香，你回来了。啊，听吴小姐说，你去帮你家人搬家了。原来范香你也有兄弟姐妹啊？是我妈再婚对象的孩子，也就是继父和义弟义妹。是这样吗？说说动物园副本之后的事情吧。李文栋父女那边我去看过了，他们过得挺不错的。那里的安全区叫光耀城，是他们当地的玩家组织光耀会建立的。你们这次副本怎么样？通关中没出什么事吧？很顺利，配合白芝的运气，侥幸得了次 A 级评价。我的是 B 级。A 级评价可不好得，看来之前是我限制了你们的发挥。限制了我们？我没感觉到啊。或多或少有一些吧。当团队里有个擅长动脑子出谋划策的画事人，其他人会下意识的以他为准，减少自己的思考。你们回忆一下，在副本里，你们是不是经常询问我的看法？这好像确实有经常问。思考谁都会，做决定才是最重要的一步。所以说，我没跟着一起，你们反而有所成长了。看来人还是得走出舒适区才行。这话我赞同。我们白芝现在就正在纠结这个问题呢，想听听你的意见。我和姐姐没有相同的时空车票了，正在考虑要不要以这次为契机开始分头行动。那个范笑，你觉得我们该不该试着分开啊？不管从客观的车票问题，还是主观的成长方面来看，
你们分开进副本这件事都是必然的，不过什么时候分开行动也是有讲究的。先说说你们都有什么道具吧，我帮你们判断判断，现在适不适合。道具你不用担心，防御、攻击的道具我们都已经单独凑齐了，而且他的比我的豪华多了，担心他是多余的。哦，你有一次 A 级评价，冬梅白质的豪华。这一次副本，我又得到一件制毒道具，和制毒大师融合后出了一件 D 级道具。现在制毒大师有一定可能随机到 D 级的猛烈毒素，而且使用限制增加到了每天10次了。姐姐说，相当于手握10次无视距离防御的致命攻击了。不止，再加上围城这件防御道具，以及上个副本获得的攻击道具，他的防攻能力可以说是堆到1级玩家的极限了。而且他本身又有 C 级治疗天赋，即便受到致命伤，也能几秒内恢复。你说他够不够豪华？哼，确实够豪华的。那你呢？我收纳群，负面状态免疫，具有力量增幅。上个副本奖励的道具和手忙脚乱融合后得到的新道具，可以让我免疫1级道具隔空施加给我的负面状态，逼对方和我白刃战。力量增幅呢，就是字面意思，可以让我时刻保持精力和体力不枯竭，同时力量上涨5倍。你们现在算是1级玩家里特别强的了，攻防一体，短板很少，单独去副本没什么问题。反正现在没有相同的车票了，不如就趁着这个机会分开行动一次好了。正好白质这段时间需要陪着我，你不如先自己去副本试试。要不然我抛硬币试试吧。啊，可以试试。如果是正面呢，这一次就分开行动；如果是反面，就暂时不要分开。是正面。这下你们能下定决心了吧？安城最近突然就乱起来了，是不是我们010区诞生 D 级副本了？副本就在安城。真聪明，是外区的 D 级玩家来这里闹事了。没想到那么快，没有办法限制吗？ D 级玩家还没法应付现代军队，所以引不起太大的事端。只要官方出面抓住他们，应该很快就会平息下去的。即便抓不住，这批玩家也待不了多久。D 级玩家每2个月需要去一次副本，他们最多在这里待2个月。我要去副本了。啊，这么快就要走啊？本来打算再休息几天的，但现在我们分区出现了副本，有外区玩家来捣乱，我得抓紧时间成为 D 级玩家才行。你姐姐是想快点成为 D 级玩家，增大自身的价值啊？这样她加入特使局后能得到更多好处。既然你知道，我也不多说了。我去副本的时候，白芝就交给你了。他还小，你别对他乱来啊！姐姐，我已经17岁了，你能不能别把我当小孩子？好吧，我订正之前的发言，是你得坚持点，别乱来。你这么看着我做什么？没什么，再见。哼，注意圆滑点，别再随便和人起冲突，保护好自己。知道了。接下来几天，我一直带着陆白质实验他的好运能力的极限。期间，陆西宁不断的完成副本，照这个速度下去，估计暑假结束前他就会成为 D 级玩家。这几天里一直没有倒霉的事发生，直到第13天。可能是小孩滑的吧。范晓，你别生气啊，这可能只是刚好遇上了。哦，对，是刚好，是巧合，不一定就是你的霉运道具起作用了。算了，先去看看监控吧。没想到监控刚好坏了，去修车又遇上车祸，没怎么撞到人，还被家属讹。唉，看来可能真是你的霉运道具发挥效果了吧。现在基本可以确定了，你的运气对我的作用极限是12天，从第13天开始，霉运就会突破界限，重新降临。
那个，可能这次也是个巧合。雇佣并不是一次性的，一次到极限后，下一次可以从头开始，以后的雇佣次数多着呢。啊，真的？我骗你干什么？不过你说的也有道理，这些都有可能是巧合。毕竟人总有倒霉的时候，不能一遇到不顺心的事就赖给道具，所以再看看吧。那我们接下来做什么？先去给车补漆吧，然后吃个饭。我们一天没吃东西了，就去我们之前经常去的那家饭店吧。吵死了，别叫了。我今天心情不错，暂时还不想杀人。老方，兴义城那伙人的邀请，你觉得我们应该怎么回应？别理那群疯子，他们无非是想利用我们，把这个新分区变成他们的养殖场。为啥？我听说兴义城会提供高级道具援助我们。拿了这些道具，成功了当然是好，失败了，你觉得兴义城会放过我们吗？那我们还是别掺和了，反正地级玩家去哪儿都一样。况且这儿的生活条件不差，食材和玩物都唾手可得。话说，你从刚才开始就一直往窗外看，难道又有人发现我们了？暂时还没有，我是在物色新的猎物。我去，极品货色呀！那今晚的主菜就决定是他了。怎么了？来的路上还有零星人，而这附近却空旷无人，你不觉得古怪吗？你是说这附近有吃人玩家吗？保持警惕。好。哟，小姑娘，跟着这种小白脸多没意思，跟叔叔走，带你体验点大人的乐趣。啊，你跟他废什么话呀？直接带走就完事儿了。那老王，你去把他那个小男朋友解决掉，我就不动手了，得给小姑娘留个好印象，免得她待会儿闹情绪，坏了兴致。小子，遇上我们算你倒霉！找死！我来，去死吧！哇！竟然能接住我的拳头，难道他们也是玩家？而且我的手艺力气挺大的嘛，你应该是吃人玩家吧？这家伙很强，硬拼绝对吃亏，必须使用道具才行。不要啊！不堪一击！你这种货色也敢出来嚣张？老王居然一个照面就被抹杀，我甚至都没有出手的机会。快逃！短跑冠军！那就比谁的速度更快吧。神之盾！该死，这都能追上来！只能使用道具了。暴躁的电风扇！兔子公爵，这是强制嘲讽类道具。身体不听使唤了。结束了。搞定。范大哥，他还活着吗？只是昏过去了，留个活口，看看能不能问出点情报。清醒了吗？现在我问你答，老实配合，待会儿可以让你死得痛快点。没想到他们就是从其他分区流窜来的地级玩家，而且还是之前8名女性失踪案的元凶。已经通知特事局了，他们的人应该很快就到。这次混进安城的玩家，大部分都是从兴义城来的，估计是想把这个分区也变为殖民地吧。报！好了，答应的给你个痛快。走吧，先去救人，还有4名女性被捆着呢。结果还是折腾到大晚上才把绑架案搞定，还是来看看获得的新道具吧。一级道具飞毛腿，效果为佩戴后奔跑速度提升90%。
一级道具无人问津，使用后可使进化率不足1%的人在潜意识中产生远离你、无视你的念头，作用范围方圆50米。无人问津，干涉精神的道具吗？估计以后能用得上，先留着吧。范萧，特事局有联系你吗？我有点担心。还没有，有情况杜若会通知我的。不过有件事要和你说，我们的雇佣关系先暂时结束吧。啊，这么快吗？已经13天了，你姐姐都进了3次副本，你却1次还没去过，这样下去不行。而且继续跟着我，你会遇到更多危险，暂时分开行动比较好。现在已经确定，陆白志的幸运只能庇护我12天，从第13天起，我的霉运就会波及他，而且会越来越危险。好吧。不过，你让我帮忙，真正的目的并不是测试倒霉道具吧？能告诉我实情吗？确实另有目的，但现在还不是时候，等时机成熟了，我会告诉你。哼，你当初对我可不是这么说的。当初我问你攒运问题的时候，你可从来没有正面回应过我。怎么，你现在搞区别对待？怎么会？姐姐，你回来了。这次副本如何？玩家等级提升了没？拿到了 B 级评价，但等级没变，估计在下一次副本就能升级了。对了，白痴暂时不能借给你用了，我们出来时和爸妈说好，1个月后就回去，明天该动身了。这不正好？我刚和白志说，暂时不需要他在我身边帮忙了，你们按原计划回去就好，不用顾虑我。回去报个平安，以后想过来随时都可以，不必拘束。根据我的分析，你的运气大约只能护他平安12天，从第13天起，你反而会被他的霉运牵连，所以你也别想着那么快就去找他了，否则反而会降低他对你的好感。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在想要怎么才能更好的帮到范萧。我不否认范萧是个不错的男人，至少他跟你孤男寡女相处那么多天，竟然什么都没做，加上他外貌出众，实力强大，我估计你的竞争对手不会少啊。姐姐你别说了，光听你的话我都感觉压力好大。所以你先努力成为D级玩家吧，相信我，只要能跟上他的步伐，就已经赢在起跑线了。有情况！小老鼠翻窗台跳进来被猫逮。小老鼠被猫逮，脑袋咕噜滚下来，喵喵喵，七七就是大猫猫。虽然七七能自主防御很方便，但没必要弄得这么血腥吧？本身血迹没干，赶紧用血柱清理掉。明天还得叫保洁。范萧，是一个男人突然出现在窗外，一下子就把窗户融了个大洞。还好我一下就把它解决了。七七真棒。范萧，你最近获得了好多新玩具，都不叫人家出来玩了。可不是嘛，毕竟这都已经是攒运的第45天了。因为这霉运，我被不断的卷入玩家相关的冲突里，不知道干掉了多少人，也不断获得尝试各种新道具，但大多没什么实际用处。除了这一件能够伪装自己的道具，某些时候可以发挥奇效。七七，先把这东西送到特事局去。哼，臭范萧，又让我干这种无聊的活。我杀了那么多玩家了，到底还有多少其他分区的玩家进入了我们的世界？特事局到底在盘算些什么？所以昨晚你又干掉了一个玩家，感觉你一个人的业绩都要超过我们分局了。有事说事，我不保证每次都有空接你的电话。别介，
这次是正式通知你，我们准备对外区玩家展开反击了。你的实力在本区地级玩家里也算顶尖了，我们可能会需要你搭把手，所以提前跟你说一声。兴义城那伙人憋了这么久，还没搞事？他们正在召集更多外区玩家，扩大势力范围，很可能在策划一次总攻。所以你们人手集结好了吗？对方可是持有高级道具的。从其他市分局抽调了一些玩家来协助，并且此次行动限定地级玩家参与。再说了，我们不是还有你这条大腿吗？我可是很忙的。哎，范潇，你别急着拒绝啊！别忘了你还欠我个人情呢。头回见人这么主动讨要人情的。放心吧，我没那么无情。出事了，快来支援！超预期，比想象中严重太多了。血宗发动！哎呀，真是件好宝贝，希望我能继承你的好运。操控血液，果然有点本事。不过我可没那么好对付。雷针，血爆！不过杀不掉我的。这人有古怪，这一记血爆，怎么可能还站得起来？整之盾，看看你还有什么底牌？你杀我一次，就有人替我去死，你确定还要继续吗？什么？共享毒素？